你明明是个废物，却一剑提升至大帝之资。师傅啊，你走了10年了，你知道这1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当初要不是误信了你的鬼话，我才不会答应跟你修炼，你可把我骗得好惨啊！坐在地上嗷嗷呐喊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抹在坟头上。陈玄心中悲痛异常，声音歇斯底里：师傅啊，他娘的是真会骗人啊！10年练气一重天，我这天赋怕是连狗都不如。你竟然说我天纵之资，还让我拯救天下苍生，不就是不想让缥缈宗断绝传承吗？至于这么骗我吗？你倒是安心了，弟子我是真绝望啊！陈玄越说越激动，但这时他的肚子又咕咕咕的叫了起来。突然，一道空灵的声音猛然在陈玄脑海里响起：丁，15年充能已结束，恭喜宿主成功绑定万界最强宗门系统。陈玄浑身一震，惊呆了。系统，卧槽，竟然真的有系统！太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系统，你可让好等啊！丁，本系统在宿主穿越之前就已经在了，只是穿越的时候遇到了点意外，让宿主久等了，抱歉。穿越之前就在了。陈玄一呆，更傻眼了。15年啊！你知道我这1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丁，非常抱歉，本系统会给宿主补偿的。补偿？什么补偿？我可告诉你，补偿太差了，我可不要。补偿宿主大帝修为一份，可以吗？哦，陈玄瞬间就瞪大了双眼。你说什么？补偿宿主大帝修为一份，外加一件极道兵器太皇剑，可以吗？这是本系统能够做出的最大补偿了。可以，太可以了！快领取补偿！大地修为融合中，请宿主注意接收。随着系统的提示，大地修为开始往陈玄体内灌输。陈玄浑身一震，全心全意开始接收大地修为。修为灌顶，陈玄的气息一变，境界开始飙增。仅仅一瞬间，他就走完了练气境9重天的境界，达到了筑基境。这些修为却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，一旦全部接收这片汪洋大海，我会达到多恐怖的地步！陈玄的境界不断突破，从筑基9重天一路飙升，直至准地境。随着陈玄修为超越准地，他体内开始不断传来爆响，血肉在进化，细胞在蜕变。好牛逼的身体！一滴精血即可镇万千神魔，一缕发亦可压他万古苍穹，确实不是假的。陈玄缓缓睁开双眼，瞳孔里满是震惊之色。系统，领取太皇剑！丁，太皇剑已发放，请注意查收。太皇剑缓缓撕裂虚空，出现在陈玄面前。太皇剑内蕴含着庞大的能力，一旦完全复苏，连圣人都扛不住。陈玄抬手抓住太皇剑剑柄，太皇剑气息彻底复苏，与陈玄产生共鸣。陈玄一时手痒难耐，直冲天际，转眼便来到了星空之中。陈玄抬手一剑挥舞，远处的一颗星辰瞬间炸裂，化为齑粉。荒古大陆各大强者纷纷震惊，感受到大地气息与地灵的气息。丁，检测到10星天才1名，请宿主前往收徒。系统，你都有什么功能？收徒弟有没有奖励？要是没奖励，或者奖励太差，恕我不接你的任务。不难，很简单的。系统解释万界最强宗门系统的功能与奖励机制，那就说说吧。系统详细介绍招收弟子的奖励与规则。好嘞，本系统名为万界最强宗门系统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需要宿主把宗门发展到万界最强即可，而发展宗门自然少不了弟子，所以宿主需要招收弟子，填充宗门。为了督促宿主招收弟子的积极性，招收弟子的奖励如下：招收1名10星以上潜力弟子，奖励毫无人性收徒大礼包，礼包内保底1张仙人召唤卡，其他奖励随机。招收1名10星潜力弟子，奖励奢华收徒大礼包，礼包内保底大地召唤卡2张，圣人召唤卡2张，其他奖励随机。招收1名9星潜力弟子，奖励豪华收徒大礼包。你明明拥有绝世天赋，却被命运逼至悬崖边缘，年轻人，你甘心吗？100%死忠的强者召唤卡还能合成，奖励还不错，就是收徒要求高了一点。看到系统的提示，陈玄有些沉思。不过以他大地修为，只要决心去收徒，倒也不难。毕竟荒古大陆很大，大到10星，天赋很多。可以，这任务我接了。好嘞，宿主，为方便宿主分辨弟子天赋，系统额外奖励探查之眼1副，可检测所有人天赋以及隐藏天赋。宗门基础剑身1张，可建设基础设施，基础设施内自带超级聚灵阵，请宿主快去收徒吧，以免被人截胡。好。这个地点不偏不倚，刚好也在自己宗门所在的大洲区域内。荒古大陆东域方舟万丈悬崖之端，几个宗门弟子正在追杀一个同门弟子。林凡，你跑不掉了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，我们师兄弟可以给你个痛快。
不行，不能给他痛快，我要狠狠地折磨他。他竟然杀了我亲弟，我必须折磨他。别闹，快些把他杀了回去领奖。王师兄可是许诺了，只要带回林凡的人头，咱们都可以进入第2层神通阁挑选神通。几个穿着神剑宗宗门服饰的弟子缓缓朝着悬崖逼近，而站在悬崖边上的林凡此刻浑身是伤，看着同门师兄弟们的嘴脸，再也忍不住仰天狂笑起来。一群走狗，王强欺压同门，夺我资源。我只是保护自身权益，伤了他，宗门不为我主持公道，还把我除名，对我发起追杀令，究竟是谁对谁错？倘若我今日不死，必杀王强，必杀你们这群走狗！哈哈哈，王师弟是过分，但谁叫他是神通阁长老的亲儿子呢？或许惹了别人还不会有那么多事，但你不该惹王师弟啊！哼，只可惜你今天必死无疑。几个同门师兄弟满脸不屑，越来越近，看着众人也知道自己可能必死无疑。毕竟神剑宗是荒州2大霸子级势力之一，还是唯一的霸子级宗门，自己一个小人物得罪了神剑宗长老，基本难逃生死道消的厄运。不过即便是死，他也要自己掌控。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转身就要跳崖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人影忽然出现在他面前。等一下，先别跳！林凡一愣，硬生生止住了助跑的姿势，疑惑地看向陈玄。神剑宗长老不像，神剑宗没这么年轻的长老，难道是来救他的？也不应该，整个方舟神剑宗是唯一的霸主级宗门，还有谁敢得罪神剑宗？年轻人，我观你明眸皓齿，美如冠玉，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天赋异禀，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妖孽级天才。虽然你如今明珠蒙尘，但只要有名师教导，用不了多久即可沉浸光生，照破山河万里。我乃是缥缈宗第108代宗主，不知你可愿拜我为师，从此走上明途大道，拯救天下苍生呢？此话一出，不但林凡懵逼，周围的人也都懵逼了。大胆，区区不入流宗门，竟敢当着我们神剑宗的面收留神剑宗叛徒，你想与我们神剑宗作对吗？我操！陈玄抬手一巴掌，轰！那名弟子当场化为一片血雾。一时间，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尤其是林凡，更是瞪大了双眼，一招秒杀林海武重天修士。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竟敢得罪神剑宗？难道是隐世宗门，经常不出事，所以不知道神剑宗名气？前辈，你杀了神剑宗的人，神剑宗是黄州霸主级势力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还是快些离开，以免招惹麻烦。对，你竟然敢杀我们神剑宗的人，你完蛋了，你死定了！就算你是御空强者，也逃不过我们神剑宗的追杀。小子，我劝你马上束手就擒，跟随我们回神剑宗认法，否则长老出马，不管你是谁都必死无疑。区神剑宗，只手灭之。就说拜不拜师吧，要是拜师，我就杀了他们几个替你出气；要是不拜师，我可就走了。替我出气？前辈听说过我与神剑宗的故事？不，我没听过你的故事，但你的脸上写满了故事。陈玄微微一笑，面前出现了林凡的信息：姓名林凡，境界林海4重天，体质未激活的太古剑子，太古时期最霸道的体质之一，对剑道有天生的亲和力，激活后可令剑道臣服，大成后凌驾于剑道之上，可仗剑成帝。潜力10颗星，经历神剑宗内门弟子，历尽千辛拜入神剑宗，依靠对剑道的天生亲和进入内门，在内门兢兢业业，却被长老之子欺压暗害，反抗后被宗门除名追杀。详细的信息出现，陈玄说的没错，对方的脸上真写满了故事，所以刚才杀神剑宗的人，他也丝毫不手软，杀人者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。我愿意拜师。林凡犹豫了一下，直接答应下来。刚开始他只是怕连累了缥缈宗，现在对方既然说知道他的故事，还说神剑宗只手灭之，那定然来历不凡，他自然愿意拜师，毕竟没有宗门守护，他早晚被神剑宗诛杀能有人收留，已是大恩。好，那为师先替你出口气。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而后转身看向那几个神剑宗弟子，顿时间神剑宗弟子全体一抖。你敢杀了我们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师弟一起上！神剑宗弟子惊恐万分，而后一起对陈玄发起了进攻，但不等神宗施展，陈玄便打了一个响指。2名神剑宗弟子全部浑身一震，然后轰轰轰轰，所有神剑宗弟子全部炸开，化成一片血雾，飘散于天地之间，消失不见。林凡的瞳孔再次猛然收缩。天哪！一个响指灭杀数位灵海修士，与空境的修士可做不到，起码也是凝神境的长老才能做到的。自己果然没有拜错师。林凡看向陈玄的目光里彻底充满了敬畏。徒儿还不跪下给为师磕头？林凡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徒儿林凡拜见师尊。丁，恭喜宿主收取10星潜力弟子，奢华收徒大礼包已到账。好徒儿，快起来吧，为师带你回宗。缥缈宗主尊上，看着周围没落的山土、破败的房屋，林凡一脸懵逼。是世子，这里就是缥缈宗，这么一片荒凉。糟糕，竟然忘记翻新宗门了。这都是假象，为师这就驱散假象，展现真正的宗门系统。快使用宗门建设卡。丁，宗门建设卡使用成功，宗门设施显化中。陈玄装模作样的
抬手一挥，顿时间大地片震动，无数山峰拔地而起，变得高大威武。山峰之上显化各种楼阁大殿，眨眼之间，一座全新的宗门显露真迹。随着宗门设施出现，建设卡内自带的超级聚灵阵也开始启动，无数灵气铺天盖地汇聚而来，周围灵气瞬间暴增1000倍。林凡的肉身开始不自觉的大力吸收灵气，就连伤势都在隐隐约约的在愈合。这就是缥缈宗真面目吗？果然是隐世大宗门，灵气竟然比神剑宗还高无数倍。若是在这里修炼一天，绝对抵不上外界数月时间。林凡对宗门的敬畏直线上升。陈玄一边带路，一边默默地打开了奢华收徒大礼包系统，打开奢华收徒大礼包。经奢华收徒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地召唤卡卡2。恭喜宿主获得圣人召唤卡卡2。注：所有召唤出的强者对宿主无条件忠心，积攒10张同级卡片可召唤更高1级强者。恭喜宿主获得宗门设施9条仙脉。恭喜宿主获得大成太古剑体。太古剑体每一粒细胞内都蕴含无上剑意，对剑道拥有最顶级掌控，可令万剑臣服。恭喜宿主获仙君太古乱天诀。太古乱天诀剑道功法，太古时期剑仙所留，可逆乱阴阳乾坤，利剑横穿历史长河，查看古今未来，不为乱天。陈玄对剑意的理解瞬间达到巅峰。徒儿过来，为师帮你激活太古剑体。太古剑体？难道我有特殊体质？师尊，你的意思是徒儿有特殊体质太古剑体？是的，你有太古剑体，怪不得我天生对剑就有一股亲近感，修炼剑法等神通也颇为顺手。原来我拥有太古最霸道的体质，太古剑体啊！不过听说想要完全激活太古剑体，必须要太古剑意当引子。可现在天地大变，别说太古剑意，就连太古尸体都寻不到。师尊，徒儿听说太古剑体需要太古剑意才能激活，若不然永远只是对剑道有亲和，而无法感悟真正的剑道。区太古剑意，为师信手拈来。陈玄抬手便凝聚出一股剑意，注入了林凡体内。林凡浑身一震，全身上下都在被太古剑意的影子激活苏醒，每一寸肌肤的苏醒都让他对剑道的感悟更加深刻，这让他对师尊更为钦佩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炸响猛然在林凡体内响起，紧接着他的身躯更是发出了万剑齐鸣之声，这代表着太古剑体被彻底激活。见了。数百把银剑飞入宗主大殿，围绕在陈玄和林凡师徒2人旁边，做出臣服姿势。数百把剑浑身一震，纷纷掉头飞出了大殿，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。没想到仅凭一声冷喝，便隔着虚空镇压霸主级宗门。看到这一幕，林凡倒吸一口凉气，怪不得师尊会有太古剑意，原来师尊也是这种体质啊！一时间，林凡对陈玄的崇拜瞬间飙升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。师尊救他性命，激活他的体质，相当于给予他第2次重生，此恩此情，一辈子都无法还清。弟子拜谢师尊。徒儿不必多礼，你是本宗当代大师兄，希望你以后能好生修炼，扬我宗之威。对了，为师这里还有一本仙经，刚好适合剑道之体修炼，就传给你了。说着，林凡手里就多了一本经书，他拿起经书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仙经2个大字，太古乱天诀，修炼到极致可逆乱阴阳乾坤，御剑横跨时间长河，以见正地。林凡内心大震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被神剑宗的人杀死，现在遇到的一切都是自己临死之前的幻想。天哪，仙阶怎么可能？这是连圣地都没有的存在啊！师尊竟然随手拿出给他，而且他还刚刚入门，这对他也太信任了。林凡激动的无法言喻，暗中捏住自己的大腿，剧烈的疼痛顿时让他龇牙咧嘴。他倒吸一口冷气，终于确认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连忙抱拳道：多谢师尊。修炼吧，入门最难，刚好为师现在有空，给你指点一番。是。听到师尊要亲自指点自己修炼，林凡连忙打开经书翻看，很快他就看完了修炼内容，只是其中有几处不解，便抬头准备询问师尊，但就在他的头刚刚抬起那一刻，猛然瞧见了师尊看向一旁，眉头一皱，淡淡的说出了2个字：哼，放肆！师尊您怎么？不是，教训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罢。陈玄缓缓收回目光，说出了一句让林凡云里雾里的话：他们不是在宗主大殿吗？这里也没其他人了，怎么教训？林凡不解，但他也没多想，开始询问自己不懂之处，等待师尊解答。师尊。时间倒退半刻钟，神剑宗宗主大殿，几个长老站在下方议论纷纷，主位上的宗主面无表情。查清楚没有？宗主，宗门3位内门弟子魂牌全碎，经过勘查，死亡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难道就没有任何一丁点的线索吗？气息呢？气息都没有吗？今天早上，他接到宗门出现叛徒一事，便发出了追杀令。不过追杀令都是弟子参与，没有长老，也算是给弟子们的历练。但没想到，就在不久前，其中3位弟子的魂牌全部碎裂，而且还是内门弟子。3位内门弟子同时死亡，可不是一件小事，所以他当即就让刑法堂长老负责调查此事。结果半天过去了，却只得到了个什么线索都没有的消息，属实有些匪夷所思。一点气息都没有留下，就像在悬崖边上凭空消失一样。新长老会
会不会是那林凡找了帮手，他帮手杀了咱们的弟子，然后把林凡救走？毕竟林凡的尸体也一直没找到。此人正是王强的父亲，功法阁长老。他不担心弟子死多少，他只担心凶手林凡到底什么时候抓到。毕竟他老来得子，儿子被林凡给打的差点失去男性功能。若是不抓住林凡报仇，他没法对儿子交代，也出不来这口恶气。应该不会，林凡背景干净，是族中无亲无故，没有人会帮他，而且能同时击杀咱们6名核心弟子，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御空境修士应该做不到，应该是凝神境修士。林凡一个被普通内门弟子，绝不会有凝神境的强者帮他。我想应该是其他势力的人在针对我们。宗主，毕竟咱们宗内天才众多，又要开始新一轮的收徒大会，难免会让一些其他级势力仇视。我请求宗主使用神兵虚空镜来查探事情原因。若真有其他势力想要针对我们，撼动我们霸主级宗门地位，我们也好提前防范。虚空镜只是残缺的神兵，用一次寿命减少1次啊！你确定咱们神剑宗被人针对了吗？于山有些不舍，武器分为灵器、神兵、地兵，而神兵属于稀缺之物，就连他们霸主级宗门也仅有一件残缺的神兵而已。也正是这个神兵，才让他们立足荒州，成为霸主级势力。只不过虚空镜用一次寿命就会减少1次，最终直至彻底破碎，消耗神兵的寿命来寻找弟子死亡原因。说实话，确实大材小用啊。宗主，若弟子被误杀到还好，但若是真有其他级势力暗中针对我们，早些知道可以早些防范啊。老话说得好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荒州想取代我们神剑宗的宗门可是很多的。对，我支持邢长老的提议。我也支持，赞同。只有神兵才能查出原因。那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动用神兵。说罢，大手一挥，召唤出一块带有裂痕的镜子，镜子悬空，对着对破碎的佛牌，移山抬手便往虚空镜内注入灵气。一时间，虚空镜内天旋地转，开始寻找魂牌上留下的最后一丝气息。没一会，镜内的场景定格在了悬崖之巅，看到果然是他们怀疑的现场。宗主于山立刻加大灵气输出，继续寻找。一时间，虚空镜内天地再次混乱。若这一次不等场景定格，一双深邃的眸子猛然出现在虚空。那双眸子可以透过虚空镜看到他们一般，顿时间大殿内所有人齐齐的吓了一跳，宗主于山更是吓得连忙中断灵气输送。但就在这时，虚空镜里赫然传来那双眸子的声音，放肆！声音瞬间穿透虚空镜，对的是剑宗宗主。于山连连倒退，当场喷出一口鲜血，接着虚空镜内场景消失，神兵也当场化为灰飞。于山根本来不及心存虚空镜，瞪大了双眼，瞳孔里满是恐惧。此事到此为止，不要再继续调查了。宗主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虚空镜里会有声音？虚空镜好像不能复刻声音的吧？那双眸子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那双眸子就是凶手？刚才的那一幕彻底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。别乱说话，那双眸子能横跨虚空，通过镜子看到我们。刚才我们已经全部暴露在他的视线下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他只是给我一个警告，若不然只通过那张镜子，咱们都会被秒杀。什么这么恐怖？天哪，能横跨空间看到我们，这该是什么修为啊？不会是天王境强者吧？天王级应该做不到这个地步，最少也是黄级境或者半圣。什么半圣？顿时间，所有长老全部被半圣2个字吓了一跳。毕竟半圣那可是只有圣地才有的存在，难道他们得罪了圣地？一时间，众人有些胆寒。不知道，但我能感觉那双眸子可以洞穿一切，不管他是不是黄级还是半圣，弟子死亡一事都不用查了。若不然，万一得罪了那双眸子，咱们神剑宗必灭。他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实力，但他知道那双眸子，他们神剑宗绝对得罪不起。好吧，这等强者应该是咱们的弟子得罪了他，被他顺手抹杀。他没有对宗主下死手，相信应该也不会怪罪到咱们头上。此事保密，不准外泄。散了吧。那对林凡的追杀令，王本小心翼翼地看向宗主。林凡应该不会和那双眸子有关联，追杀令先撤了吧，改成暗中抓捕。记住，抓活的，而且抓捕过程不允许得罪人。另外，实在抓不到就算了。缥缈宗经过陈玄的指点，林凡已经出入门禁。至于为什么他会感悟的这么快，原因也很简单，他太古剑体，天生对剑道有亲和感。2. 仙经就是一名剑仙推演出来的，更适合剑道体质修炼。3. 这方天地灵气充足，更适合修炼，种种条件加成，所以他学习的速度很快。5. 大殿外的房屋，你可以随意挑选一间入住。是。说完，陈玄随即扭头往天上飞去。与此同时，9条透明的巨龙自然被并在陈玄的呼下朝着地面冲来。这是灵脉？不对，这气息比灵脉更强大，难道是神脉？该不会是仙脉？天哪，
师尊竟然能徒手放仙脉。灵脉乃是天地灵气汇聚而成的无形之物，一般都是天生地养而成。至于仙脉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一般的修士连神脉都见不到，何况仙脉？而他的师尊竟然可以徒手放置仙脉，这种手段简直恐怖如斯。林凡原地发呆，眼睁睁地看着师尊布置仙脉。很快，第一条，当仙脉融入山川大地之后，周围飙升的灵气，此方的天地屏障也开始淡化。这1500倍灵气，果然是仙脉。随着第一条仙脉放下，林凡顿时就感受到了灵气的上涨倍数，震惊不已。第二条灵脉也钻入山川大地，周围灵气继续暴涨2000倍，而且天地屏障更薄弱。在林凡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一条又一条仙脉随着陈玄的挥舞，陆续钻入山川大地。卧槽！轰轰轰！很快，9条仙脉全部融合于山川大地，缥缈宗主峰的灵气瞬间暴涨到外界的5000倍。当然，这是主峰，但主峰之外的其他山峰，此刻也有1万多倍的灵气，就连各大山峰之下的犄角旮旯，甚至都有8000倍的灵气浓度。不过，相对天地屏障比起来，这些灵气完全不算，因为此刻缥缈宗内的天地屏障已经变得无比薄弱，天地间各种道运规则不用怎么费力就能感受到，甚至某些地方更是有道运透过天地屏障而溢出，肉眼都可看见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恐怖。试问修炼最怕的是什么？是闭关还是战斗？都不是，修炼最怕的就是无法挡路，无法挡路，再怎么苦修，修为都无法进步。我宗果然霸气，我一定要好好修炼，不辜负师尊厚望，不辜负宗门的环境。另一边，陈玄布置完仙脉之后，满意的笑了。系统奖励的东西果然都不差，现在宗门有了如此改造，想必以后收徒应该会更加简单一些。至于召唤卡，陈玄暂时不打算用。首先他已经是大帝修为，再召唤出来1尊或者2尊大帝也没什么感觉，不如留着合成仙人。至于圣人召唤卡，就更用不上了，能合成大帝，谁还要圣人？反正系统说过，卡片可以合成，只不过大帝和圣人不能2次合成。经检测到3天后神剑城举办收徒大会，届时会有一位10星潜力的天才出现，请宿主看好10天前去收徒。收徒大会，系统没搞错吧？神剑宗收徒，你要我去抢？丁不是的，宿主虽然是神剑宗收徒，但宿主不需要到神剑宗宗门，只需要到神剑宗下的神剑城即可。届时出现的宗门并不止神剑宗一家，会有很多小宗门以及三教九流，在神剑城捡漏被淘汰的弟子，所以宿主用捡漏的名义去，名正言顺。被淘汰的弟子，靠！我堂堂未来最强宗门大帝级宗主，竟然要去一个小小的霸主级势力门前捡漏。灵海境巅峰，3天时间竟然连跨5个小境界，这环境真乃人间仙境。而且师尊赐予我的仙级功法果然强大，修炼之后让我的战斗力至少飙升了数十倍不止。师尊说要带我去收新徒弟，我去问问师尊何时出发吧。师尊，弟子已经修炼完毕，如今已经进入灵海巅峰境界，咱们何时出发？他满心期待的等着师尊夸奖。灵海巅峰了，还不错，只不过比起师尊我依旧慢了一丢丢。想当初师尊我从灵海1重天突破到灵海9重天，也仅仅是一个呼吸的时间而已。陈玄微微一笑，夸奖了一句：弟子愚笨，不敢与师尊相比。知道就行，咱们走吧。陈玄得意的点头，起身便向外飞去。林凡见状，连忙跟上。师徒2人一前一后朝着神剑城飞去。林凡特意戴上了一副青铜眼罩来遮掩自己的身份。神剑城外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站住！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收徒的。收徒的？守门弟子对着他搓了搓手指。多少钱？300灵石。真便宜。别磨蹭，快点给钱，后面还有很多人等着进城呢。区300灵石而已，徒儿给钱。林凡取出300灵石丢过去。进城后收徒，切记不能以势压人，一切以自愿为主。若是敢欺压强迫，后果自负。师徒2人没搭理他们，直接就进入了神剑城。进入神剑城，热闹繁华的街道瞬间悄然落幕。徒儿，你有师妹了。陈玄锁定轮回仙体叶倾城，准地重生者，实是轮回未止。姑娘，我神剑宗正需你这样的天才。追杀过林凡的仇敌突然现身，腰间悬挂着染血的神剑宗玉牌。师尊，他便是害我之人。接到青石板，被林凡杀意震出裂痕，四周人群惊慌退散。杀了他，缥缈宗兜底，大帝来了也无惧。话音一起，气氛国钱吗？威压爆发，方圆100米休息，水汽统统流转轮回传你们竟敢在神剑宗地境！怀中求救玉简刚亮起，就被陈玄隔空捏成粉末。神剑宗让他们宗主在地兵来赎人，虚空裂开巨海，吞没王强半截身，只剩惨叫回荡长街。明明只收个徒弟，神剑宗长老却炸成血雾。系统觉醒，这师尊开的外挂太逆天。神剑宗领地人群拥挤，忽然一道血光闪，叫声骤起，杀人了！神剑宗的人被杀了！疯子敢在这儿动手，简直是找死！
传讯给长老，快，这人不对劲。林凡冷眼扫过，周身灵海境9的威压猛然释放，人群瞬间炸。灵海境9咒，3天前他不是才5重吗？怎么回事？这家伙的修炼速度怎么会恐怖至此？就在众人慌乱时，陈玄缓缓踏出一步，目光平淡的看向叶倾城。小丫头，可愿拜我为师，日后正道称帝不在话下。这家伙还要收徒，杀神剑宗的人还不够，还要抢人。这女的要是真答应，那就真的没活路了。弟子叶倾城拜见师尊。他重重磕头，额头抵地，眼中尽是决然。哈哈，疯了，又一个不知死活的！神剑宗马上灭你们满门！系统在此时叮的一声响起，奖励到账。收徒成功，得天之功法九霄缥缈诀，极品灵脉3。成功收徒后，然后笑眯眯指着林凡介绍道：“倾城啊，这位是你大师兄林凡，以后你就是为师的2弟子。”倾城见过大师兄，以后还请大师兄多多关照。师妹好，关照谈不上，都是宗门弟子，大家一起努力进步。行了，你们也认识了，咱们走吧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声暴喝猛然在神剑城响起。大胆，杀我神剑宗弟子还敢走，立刻给我束手就擒！突然一道狂风袭来，接着2位神剑宗长老踏空而至，降落在街道之上。我儿子呢？我儿子在哪里？他找到那个求救的神剑城弟子，询问道：“说，快说！”王长老，王师弟他在坑里。王奔一个闪烁，出现在坑边。当看到坑里那堆烂泥后，他整个人瞬间崩溃。哎呀，我儿啊！一股巨大的威压脱体而出，瞬间压得周围所有年轻男女喘不过来气。好强的威压，我无法呼吸了。这是半步凝神，霸主级势力果然强大。林凡和叶倾城同样脸色一变，倍感压力。不过就在这时，陈玄微微抬头，2人身上的压力瞬间消失。林凡、叶倾城侧目看向陈玄，谢师子，谢师尊。林凡，你竟敢杀我儿子，那命啊！他瞬间朝林凡扑去，然而蝼蚁，轰！蝼蚁2个字化作威压，王奔的身体砰的一声，当场爆成血雾。这炸了！天哪，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境界？难道是凝神境？可神剑宗宗主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吧？所有人都警惕地看着陈玄，生怕他突然对自己出手。师尊霸气，缥缈宗威武。师尊霸气，缥缈宗威武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回去吧。他一挥手，带着2人腾空而去，无人敢拦。我操，宗主，神剑城出大事了！王奔被那一句话震爆了，请求支援。他一边发送传讯符，一边低声嘀咕：“堂哥啊，别怪我怂，我要是冲上去，现在也是一滩血水了。”片刻之后，神剑宗宗主于山带着数位内门长老降临神剑城。缥缈宗，没听过这个宗门啊。宗主王奔的死亡方式和之前那6个弟子一样，现场毫无残留。你是说虚空镜？恐怕有关。于山眼神阴冷，心中已有计较。这个缥缈宗绝不简单。这个男人只是画像眨眼，霸主级宗主便被吓疯，开了外挂的师尊太逆天。王双杀王奔长老那人的模样还记得吗？给我画出来。记得，快画出来。是宗主。王双祭出法宝，迅速绘制出陈玄及2位弟子的画像，恭敬地上，展开画纸，猛然惊呼：“对，卧槽！”画中陈玄的眸子忽然眨了眨眼，2人惊得丢开画卷，冷汗直流。宗主，刑罚长老，发生何事了？传我命令，王强、王飞陷害同门，死有余辜，林凡的冤屈即刻洗清，此事不准再查。他匆忙离开现场，躲回大殿，再也不敢追究那双令他恐惧的眸子。师妹，咱们要进宗门，可要准备好。师兄，入门还需准备什么？待3人踏入缥缈宗境内，磅礴灵气骤然涌来，这灵气竟然如此浓郁。师妹，你再仔细感受一下。叶倾城凝神感知，震撼更甚。难怪冷心能那么强，原来是在这样的地方修行。入了缥缈宗是福分，以后不可偷懒。多谢师兄教诲。他偷瞄前方沉默的陈玄，欲言又止。而此时的宗主正悄然领取着系统刚发放的奢华收徒大礼包。终极幻塔拔地而起，大地召唤卡接连入手。10吨悟道茶的库存让陈玄暗自咂舌。幻塔给弟子修炼，仙金传给星徒，可这悟道茶10吨，怕是要当水喝。他目光扫过兴奋的叶倾城，嘴角微扬。宗门壮大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宗门广场，一座遮天蔽日的漆飞巨塔突兀矗立。师尊，这是什么？塔身纹路似天道铭刻，我前世也从未见过此物。陈玄负手而立，发丝无风自动，嘴角噙着淡淡笑意。小玩意罢了，叫终极幻塔，精神试炼，不死不伤，日后你们随意用。林凡和叶倾城猛地抬头看向师尊，2人脑中炸开惊雷，精神试炼却无损本体，这在修仙界堪称逆天至宝。倾城，为师赐你9转琉璃仙晶，林凡赐你8荒战体诀。第9世的陨仙禁地深处，才见过半叶残篇。陈玄又随手从袖中掏出一把悟道茶叶，丢给他们，拿去泡水喝，别来吵我午休。林凡手忙脚乱接茶叶，叶倾城彻底石化。经检测到10星潜力弟子将在7日后出现。礼包又来了。
山崖边，叶倾城握紧传讯玉符。师尊，我能否给家族传信，告知徒儿已拜入缥缈宗？爱传就传，我缥缈宗还怕人知道？玉符亮起，传出叶家族长威严的声音：倾城，神剑宗大长老已答应收你为亲传，速归。爹，我在比神剑宗强万倍的地方。指尖一点掐断传讯，他转身走向幻塔，裙摆翻飞间，腰间一枚缥缈亲传玉牌熠熠生辉。叶家祖弟，千名弟子伫立，聆听族长训话。记住，叶家人宁折。话音未落，怀中玉符突然发烫，他皱眉看向玉符，只听一声清脆女声回荡全场：爹，我在比神剑宗强万倍的地方。全场死寂，老祖手中的茶盏咔嚓粉碎。女儿偷偷加入三流宗门，老爹秒开御空镜杀上门，然后跪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爹，我没有加入神剑宗，我进了缥缈宗。你说什么？缥缈宗虽然名声不显，但很适合我，他们的功法。胡闹！你是不是被人骗了？爹，你不准说缥缈宗不好。立刻回来，叶家不惜代价也要让你拜入神剑宗。我不回去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区区叶派也配和霸主级宗门相比？爹，你会后悔这样说的。通讯符光芒熄灭，叶长生一拳砸碎桌案。叶长生冲回大殿，老祖抬眼看他。老祖，倾城被缥缈宗诓骗，请您推演方位。缥缈宗闻所未闻，让你跟着倾城偏颇去，现在被人拐走了，还要出事，老夫定不饶你。老祖边骂边推演出乱谷山脉坐标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走，老夫亲自平了那破宗门。老祖息怒，全宗就俩弟子，我抬手就能镇压，这野鸡门派也配劳您出手？你确定？我可是御空镜，这些年隐忍不发，不就为了今日？轰隆！话未说完，叶长生踏碎地面，冲天而起，御空之姿惊动全城。叶长生是御空镜，这老六藏了20年。但区区御空也敢嚣张，我族老祖即将突破凝神，结！阴影中，孙家家主舔着刀刃，眼神阴毒如蛇。乱谷山脉深处，叶长生凌空而立，盯着空无一人的山门，怒火暴涨。叶倾城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主峰密室内，灵海8重天，这修炼速度，糟了！叶的传讯符，通讯符循环播放。逆女，老子要拆了你宗门！3、2、1。爹，你冷静。走，神剑宗宗主还在等。我不走，缥缈宗就是我的机缘。机缘，老子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机缘。轰！御空镜威压全开，叶长生一掌劈向山门大阵，叶倾城咬牙挥拳补弹，气浪炸碎百里云层。好啊，为了一个破宗门，你竟然还敢对我动手！今天我非要先放了这个宗门不可。同时也在震惊，察觉到女儿已经突破，但不管再怎么突破，那也是灵海境啊，而他可是御空镜4重天的存在，竟能挡住他的一击。爹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你要是真想进去看看，就老实点。我等会去禀报师尊，师尊同意了，我才能够放你进去。不错啊，战斗力越来越强了，今天就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拦住我。叶长生答非所问，立刻增加战斗力，而后趁着叶倾城一个不注意，瞬间朝着宗门冲了过去。完了！看着老爹的背影，叶倾城已经开始组织等会请罪的说辞了。毕竟对方是他爹，他也不能真的用特殊手段去对付。叶长生的身体穿过宗门的内部，一股铺天盖地的灵气瞬间从四面发起来，顿时间无数天地规则、道运核心时不时的开始显现。叶长生浑身一震，条件反射的停下脚步，愣在了原地。这里是仙境吗？他脑袋眩晕，天旋地转，只感觉灵魂脱口而出，浑身飘飘欲仙，一时间忘记了自己进来的目的，整个人瞬间陷入享受之中。本以为是三流宗门，杀上门后自己却变附庸。陈玄睁开双眼，眸子里闪过一片星河。终极幻塔还是弱了点，无法困住大地境强者。突然，宗门的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一个闪烁，他的身影凭空消失。叶长生正震撼于宗门内澎湃的灵气，忽然眼前一花，一道身影如天神般降临，可怕的威压让他瞬间汗毛倒竖，一股想要跪拜的冲动涌上心头。你是何人，竟敢擅闯缥缈宗？天啊，这威压竟比神剑宗主还可怕，难道他就是缥缈宗宗主？他浑身发颤，一时间不知如何回话，只得僵在原地，冷汗直流。就在这时，叶倾城快步上前，恭敬跪下。师尊，这位是弟子的父亲，弟子有罪，擅自放父亲入宗，还请师尊惩罚。叶长生见状，这才如梦初醒，急忙开口：宗主前辈恕罪，晚辈爱女心切，才贸然闯入，要罚就罚我吧，千万别怪罪小女。既是倾城的父亲，那便恕你无罪。不过若有下次，本宗自不会轻饶。言罢，他只是轻轻一挥手，二人便被无形之力托起。仅凭一股灵力就能让我无法抗拒，此人境界恐怖如斯。转眼间，天旋地转，三人已来到宗主大殿。陈玄指尖轻点，桌上茶水浮现。叶族长远道而来，粗茶一盏，不成敬意。不敢，多谢前辈。
叶长生低头一看，瞬间瞳孔狂震，他死死盯着茶杯，那里竟是2片悟道茶叶。2片悟道茶，这可是珍贵之物啊！女儿的师孙竟然用来招待客人。他猛地举杯饮尽，甚至不顾形象的舔了舔杯底，人觉不够，甚至连茶叶也嚼了下去。叶倾城看得满脸黑线，疯狂咳嗽暗示，但叶长生浑然不觉，反而2眼放光的盯着他的杯子。女儿你怎么了？嗓子不舒服吗？嗓子不舒服就少喝茶多喝水，把你那杯也给我吧。倾城，带你父亲四处看看，也好让他安心。一出大殿，叶长生立刻激动地拉住女儿的手。女儿，这里真是仙境啊！之前是爹错了，你可得好好修炼，千万别惹你师尊不满。说罢，他鬼鬼祟祟的从嘴里抽出湿漉漉的茶叶，往叶倾城手心塞去。爹特意给你留的，快葬好。我不要你的口水茶。山风拂过，缥缈宗的云雾翻涌，隐约传来少女抓狂的尖叫。你倒是贱傻闺女，这可是老爹特意给你留的，我都没舍得吃。看着老爹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叶倾城心中一阵感动。虽然从嘴里抠悟道茶叶恶心了点，但总归是父亲的一番好心。无奈叶倾城从袖中抓出一大把悟道茶叶，摊在手心。卧槽，你哪来这么多？还为父失态了？要不要分你一半？不用，你自己留着，这败家丫头。叶长生眼角抽搐，心想缥缈宗的底蕴怎么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夸张？陈宗主，我叶家诚心依附缥缈宗，愿每年上贡5成资源，请求提携。经检测到附庸家族，奖励9区黄河大阵。不必上贡。我缥缈宗不缺资源，不仅不收供奉，每年再给叶家3个内门进修名额，如何？属下叶家之子效忠缥缈宗，天道在上，叶家若废事，五雷轰顶。陈玄满意点头，身影一闪消失，叶长生人跪在地上，激动的双手发抖。爹，你要派谁来进修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叶倾城的问话飘散在风中，远处叶长生的背影带着谋划已久的深意。老祖沦为杂役，叶家跪舔神秘宗门。叶家老祖怒而拍桌，眼中杀气浮现。老祖长生归来，未能带回京城，请责罚。混账！你不是说去接他回来？人呢？给我跪下！老祖息怒，京城并非不肯回，而是叶家未来或许要靠缥缈宗了。笑话，一个无名宗门也配让我叶家低头？那位宗主陈玄深不可测，山门内灵气如海，连圣人弟子都是杂役，我叶家若能依附，必是滔天机缘。真这么强？老祖若不信，可亲自前去。宗门已承诺给我叶家一个进修名额。叶家众人议论纷纷，叶君临沉默片刻，突然大笑：好，能让我叶君临低头，我倒要看看这缥缈宗究竟有多大能耐。叶家附庸的决定就此定下，而谁也没想到，叶君临的此次进修，竟彻底改变了家族命运。叶家弟子列队送行，叶君临背着包袱御空而起。老祖此行定能带回惊天机缘。是啊，若能借缥缈宗之力，我叶家必能称霸东域。远处的山巅，暗处藏了不少探子。奇怪，叶家老祖居然亲自出门，还背着个破包袱。嗨，听说叶家现在给一个叫缥缈宗的小宗门当附庸了。哈，堂堂叶家老祖，他不是去当杂役的吧？周围顿时哄笑成一片，消息迅速在各势力间传开，叶家没落，老祖沦为杂役。叶君临不知，他刚离开，外界就已经将他视为笑话，而真正的机缘正在缥缈宗等候。叶君临站在缥缈宗山门前，抬眼望去，云雾间灵气涌动，灵脉金龙盘旋，远胜叶家秘境。原来长生所言非虚，这哪是小宗门，圣地也不过如此吧。迟疑片刻，敲了敲山门法阵，阵法微震，缓缓打开，一张熟悉的面容出现。老祖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嗨，长生那小子说这里不错，我来看看。您不会也来当杂役吧？还没等老祖回话，陈玄的声音从云间传来：叶君临既然来了，便留下来修行吧。叶君临心头一跳，连忙报歉：拜见宗主。进幻塔修炼吧，至于其他事务，随你心意即可。必不负宗主栽培。接下来几天，老祖主动扫山门，修剪灵石，外界以为他是卑微打杂，殊不知每扫一次地，他的境界就进一步。几日后，一个密探悄悄记录下老祖扫地的一幕，迅速回报：大人，叶家老祖是真的在当杂役，天天扫地擦柱子。堂堂老祖沦落到给小宗门扫地，叶家真是越来越没辣了。下次碰见叶长生，可得好好笑他几句。消息越传越广，各家势力都在嘲讽叶家愚蠢，却不知此时的叶君临早已破镜入圣，并受封杂役长老。未来某日，这些嘲讽者将跪着求一个杂役身份。此次规则秘境现实，各方天才云集，不必过于争抢，但也莫让人轻视我缥缈宗。师尊放心，弟子自当照看宗门，不负宗门之名。师兄可别小看我，好歹也是御空7重天，寻常散修可奈何不了我。若遇危险，刀山火海，我有护师妹周全。而一旁被勒令留守的叶君临抱剑一坐，满脸无奈。又留我看山门，怎么受伤的总是我？陈玄瞥了叶君临一眼，似笑非笑，随后袖袍一挥，脚下云雾翻涌，三人身形瞬间消失在宗门大阵之外，唯留叶君临一人望天兴叹。
天穹之上，罡风烈烈，陈玄负手御空而行。师兄可知我最近有所突破，御空七重天放在那些大宗门里也不算弱了。御空七重天确实不错，那是自然，此次秘境之行，说不准还能。可惜我已是御空九重天。话音落下，叶倾城脚下云气一滞，险些踉跄。九重天。所以师妹尽管放心，真遇危险，刀山火海，我要护你周全。哼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不过呢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真到了紧要关头，指不定谁救谁呢。是非天宗今以藏天古战残塑形庞大的手笔，又有七彩霞光映照半空，蛟龙翱翔奔腾，拉曳着金碧辉煌的宫殿横贯虚空。无极宗连蛟龙都拿来拉你，这也太嚣张了。接着太虚宗响彻云霄，太和宗踏云而来，气势磅礴，压得在场修士心头一颤。三大超级势力凌驾于空，睥睨众生。而就在此刻，三道人影悠然落下，陈玄三人缓步走出，与周围华丽铺张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。这几人是哪宗弟子？怎么从没见过？怕是小门小派来长见识的。不过刚才那白袍人说想吃蛟龙炖肉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师尊，看来我们很嫌疑。无妨，一会儿便知道蛟龙肉究竟香不香。秘境入口风云变幻，规则之力疯狂翻涌，而无人察觉的是，陈玄袖中一缕混沌气息悄然升腾。暮色沉沉，慕容璎珞喘息着靠向山壁，身后两名凝神境强者呼啸逼近。公主，交出先帝遗物，留你全尸。穿越3天被追杀8次，小说里这时候不该有霸道师尊从天而降吗？他猛地捏碎，眼中血色一闪，老子盘魂接触身体，指尖甩出10张爆炎阵符。区凝神，也配动我慕容去脉？情报有误，他竟能越界战斗。阵法轰鸣中，璎珞飞逃，老祖声音逐渐虚弱，最后一枚遁形符即将耗尽。同一时刻，千里外的秘境入口，肉香弥漫。我操！一言不合，无极宗强者就团灭了。还有那蛟龙可是半步圣人境啊，他到底是何境界？哼，无极宗可是有圣人强者坐镇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如我是尊者，此蛟龙骨渣要留给你们当纪念吗？威压笼罩，胆羞骇然倒退。陈玄忽有所感，抬眼望向北方，林凡、倾城为山等我。他一步踏碎虚无，身影消散的余波震得散修吐血昏死。璎珞踉跄跌倒，追兵刀锋，指咽喉。4把。我操！连出法，凝神境强，如遭雷击，瞬间驾成血雾。真他妈有霸道师尊！小丫头，可愿拜本作为师？此人修为璎珞，快跪！师尊在上，徒儿能学断教我吗？陈玄嘴角微扬，袖中飞出火龙符，直奔远方。今日宗门加餐。救命！师尊前脚刚带我们进秘境，后脚就溜进花楼嗑瓜子。为师带你去见师兄师姐。好的，师尊。师尊的衣角好香。这位是新徒弟慕容璎珞，他是师兄林凡。师妹，他是师姐叶倾城。师妹。林凡耳间发红偷瞄，叶倾城眼神亮晶晶盯裙子。师兄上接盘侠，师姐不会抢师尊吧？五彩极光，秘境传送门显现，人群沸腾，散生的尖叫。说啊！忽然出现3道身影。我为大日体，当镇压一切敌。他一脚踩在头上，借力前行，那修士吐血倒地。蝼蚁们，呵呵，真是吵闹。他一出现，直接震飞数名散修。毕竟内凶险，为师给你们留一口气息。如果遇到无法解决危险，可震动此气息，届时为师会出手相救。好了，我们也走吧。那几个天骄真是装逼。师兄师姐，我们是不是该低调点？当然，毕竟我们的目标可是圣人秘藏。三人身形一晃，瞬间进入秘境中。而就在此时，上路是，这少年一剑秒了御空期，哪来的变态？果子归我，数码送给山下的小猴子们当窝吧。这女人比凶兽还狠，连数都不放过。啊呜！慕容璎珞召唤的小兽撞上陷阱爆炸，他叉腰对着空气骂：做陷阱，差点弄脏本姑娘的裙子，看我用雷诀炸了你！这小妞凶巴巴的，但雷诀怎么这么漂亮？三人并肩飞行，慕容璎珞突然指向远方。师兄师姐，前面有发光的石头，像极了师尊要见的玉佩。那是下品灵石矿呆子。圣人山谷内，李泰山掐住云飞扬脖子，赵日天偷袭。云飞扬，你竟敢赢我！
赵日天，你居然捡漏！还是圣人山谷的机缘，唯有强者可得。林凡三人踏剑逼近，剑光映出严肃表情。前方打斗者让开！缥缈宗，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反派杂鱼，准备接招吧。三大天才转身，看见主角团后，瞳孔地震。林凡渐渐滴血。你们究竟是谁？记住了，我们是缥缈宗弟子，真做庄爱刺狗。赵日天半身沙化，无极宗悬赏灵果，万人围杀已开场。毕竟圣人山谷深处，叶倾城腰间储物袋突然裂开，3颗泛着灵光的天灵果滚落。天灵果，你们竟敢独吞整棵树的灵果！呀，才不万路，被发现了，笨蛋！袋子是被你们内斗气浪震破的。林凡横剑而立，叶倾城指尖拖住即将落地的灵果，赵日天武器砸地，溅起泥尘。灵果，我等斩杀凶兽所得，想要拿命来换。男的砍了为凶兽，女的吗？给本少当侍剑丫头。石剑，你剑上的铁锈味配得上本姑娘的剑穗。赵日天突然调转战旗，指向慕容璎珞。云飞扬折扇，轻敲掌心。李泰山默默退后半步。与其争残剑，不如联手夺果。女人归我，灵果分你们3成。赵兄自信过头了，这小丫头的擒龙手，你接得住？剑光闪过，林凡剑打住赵日天。省省吧，先接住我的擒龙手。擒龙手压下，慕容璎珞藤蔓如我之刃，一伤。快动，把你捆去给灵果树当养料。身如沙粒消散。不，无极宗不会放过你们。放过？先看看你袋子里的灵石够不够买棺材。哼！3人席地分灵果，远处天空炸开红色烟花。慕容璎珞数着灵果抬头，师兄少了2颗，是不是被他压坏了？压坏的，便让他们用命来赔。灵果，我们1颗都不会丢。剑光、丝带、阵纹同时亮起。赵日天半个身子消散，血肉模糊的残躯让赶来的一众散修哗然。这是赵日天，我操，真的是赵日天！赵日天竟然死在这里了，不会是云飞扬和李泰山联合杀的吧？快走，别待在这里了，要是被无极宗误会了，可就麻烦了。对，快撤！顿时间，许多修士吓得四处逃窜。没一会，现场便只剩下了几个散修。这几个散修有男有女，发现对方都没跑，也都明白彼此的想法。众位道友，等会评分如何？好，没问题，我赞同。可以。众人没有意见。在先说话那人便开始摸索赵日天的储物袋和戒指，但刚刚抓起赵日天的手，赵日天却猛然睁开了双眼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是给你收拾的，不是来拿你东西的。忽然，细微的动作把颤抖中的修士惊醒，他连忙探去。只见赵日天根本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拿着一张灵符说着什么，声音极其虚弱，细若游丝，根本听不清他的话语。那灵符冲天而起，修士不见，随着灵符冲出去，赵日天手一撒，也彻底没了动静。死了，卧槽，死了还吓老子一跳。修士知道赵日天回光返照，发出一道灵符，肯定是求救灵符。用不了多久，赵日天的同门师兄就会到来，所以他也不敢耽误时间，快速收集着赵日天身上的好东西。正所谓富贵险中求，哪怕明知道赵日天的同门很快就会到，但他还是忍不住。赵兄，多谢你了，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会给你烧纸的。什么狗东西都敢凑上来，我师兄的东西岂是你能拿的？凶手太残忍了，赵师兄的半个身子都没了。缥缈宗是吗？没听过这个宗门啊。先把赵师兄的身体收起来，回去交给长老。另外马上召集所有弟子，并对所有散修发出追杀令，只要能提供或者追杀缥缈宗的人，缥缈宗身上的灵果任由大加分，咱们再提供一些灵石。只能如此，不然我们若是什么都不做，出去必定受罚。而被无极宗弟子打了一掌的那名散修，虽然他没死，但身为灵海境的他，被御空镜打了一掌，五脏六腑也早已经一位破碎，根本活不了几天。说到底，他还是逃不掉死的结局。嗨，果然还是沈道友说的对，机遇与风险并存。说为什么一直追杀我们？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啊！是无极宗。无极宗对你们发布了追杀令，并悬赏了很多好处，还说你们一路走来积攒了许多宝物，只要杀了你们或者提供你们的位置，就能获得奖励。原来是无极宗，怪不得这几天那么多人对我们围追堵截。你们也太自大了吧！真以为无极宗的奖励是那么好拿的？我们缥缈宗是好欺负的。好。万人追杀引妖窝，看3人如何反杀。追了3天3夜，人越追越多了。老祖，快救命啊！往左前方，典当牛妖族领地。师兄，往那边走。师妹说的对，走。人类竟敢闯老子地盘，找死！
跑了。师兄好骚，假打闯关。我操，老大，好多人类修士，万人大军杀到。他要爆装备，也要留给老子玩。不该摊在悬上，孩子。追兵少了一半，趁乱冲山谷。哟，前面俩高手卡这儿了，咱们上。他们二人似乎遇到了什么难题，一动不动，皱着眉头苦苦思索。而在道路的尽头，则是一片奇形怪状的山谷。据说那些就是获得大虚空术的线索，但眼下连进入山谷都无比简单，更别说获得大虚空术了。圣人遗留的大阵，师妹能看懂此阵？曾经见过，师兄师姐跟我来，我有办法进去。很快，三人便来到阵法之中。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任何疑问，让林凡和叶倾城都暗自心惊，觉得师妹很不一般。对此，慕容璎珞也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过多解释。毕竟这一切都是自己老祖研究了多年的结果。于是，在慕容璎珞的带领下，既然很快就进入了秘境之中。看到健步如飞的三人，在场修士都傻眼了，不可思议的看着三人背影越来越远，周围的人更是全体懵逼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眼花了吗？他们怎么就进去了？我操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我宗的云飞扬师兄都没进去，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他们好像是缥缈宗三人组。还真是他们，他们不是杀了赵日天，正在被通缉吗？据说追杀他们的人都有数万了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？难道他们解决了那些追杀者？瞬时间，所有人纷纷瞪大了双眼，觉得不可思议。毕竟能出现在这里，确确实实说明他们已经解决了那批追杀者。快看，他们开始感悟了。缥缈宗三人组原地站定，开始感悟周边的奇形怪状，寻找大虚空术。众人见状，眉头再次一皱，更加不可思议了。我操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缥缈宗到底是个什么宗门？难道培养出了3个顶级天才不成？一时间，那些原本要走的修士也纷纷留下，想见识见识大虚空术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获得点好处。与此同时，李泰山和云飞扬似乎解开了眼前的谜题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距离密藏越来越近。但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秘境中心猛然发出一阵亮光。紧接着，三人同时睁开双眼，异口同声道：“找到了！”此话一出，秘境内骤然飞出一道玉简。山谷外，所有人集体傻眼，就连李泰山和云飞扬都觉得非常懵逼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怎么可以这么快？一定是假的，我一定在做梦，我肯定在做梦。醒来吧，少年！砰！随着玉简落下，山谷内一阵晃动，紧接着周围阵法开始变得薄弱，直至彻底消失。所有人瞬间失去了阻碍，一窝蜂的朝着山谷冲去。禁制解开了，那一定是绝技神通，快抢啊！太好了，上，把绝技神通抢回来！一时间，无数人蜂拥而上。就连李泰山和云飞扬都不例外，齐刷刷的朝着山谷内飞去。这瞬间让山谷里的三人警惕起来。林凡收起玉简，看着外面的那些人，也不由得郑重起来。叶星辰和慕容璎珞更是纷纷警惕，忍不住看向林凡。师兄，要不通知师尊吧？不用，连个凝神境的都没有，若还通知师尊，太丢人。你们俩往后退，我要施展师尊传我的绝招了。什么？师兄还有绝招？此刻林凡也不再隐忍，面对外面数万人的修士，他终于也要施展最强一招了。看着众人，他脸上毫无畏惧，缓缓抬头右手，对着虚空做出抓剑的姿势。顿时间，地板瞬间无风自动，然后气沉丹田，猛然对着天空大喝一声：“剑来！”一声剑来，万剑觉醒。我的剑不受控制了。他头顶去了多少剑？数万把飞剑从四面八方呼啸汇聚，遮天蔽日。万剑归宗，杀！自带体质天赋，融合师尊绝技，这场碾压从不是空喊。
废墟中，李泰山踉跄起身，头发粘血。两门绝技神通与凶可愿联手，事成后你我一人一本，正有此意。林凡三人踏剑疾驰，顺手采摘，发光明火。你追我逃，不是我们边寻宝边反杀。后面的日子就很无聊了，只是打打怪、舔舔包、捡捡宝。跃下秘境出口，三人组减速，慕容璎珞回头担忧。森林突然晃动，无数黑影由鸦群过来。师兄，他们在出口埋伏，别急，冲出去！跟紧我！白光褪去，三人僵住。前方三大长老踏云而立，身后弟子如潮水。大长老，就是他们杀了赵师兄，还抢了绝技。秘境之外，真正的危机是天王境的绝对碾压。秘境内资源无主，前辈为何拦路？林凡艰难抬头，眼神却又屈服。三大超级宗门围杀三流小宗弟子，杀我圣地天骄，还想逃？老兄稍等，他们杀我太和宗弟子，我们也要带走。我飞天宗弟子就白死了，他们必须跟我们走。说是报仇，实则为了两门绝技神通。三大长老眼中泛着贪婪。是你们弟子先抢我们宝物，我们只是反抗。抢你宝物又没杀人，要出来找我们主持公道便是，动手杀人便是你们的错。为师给你们留一宿主气息，若是遇到无法解决的危险，吹动。届时无论身处何地伍，都能瞬间赶来。慕容璎珞暗暗吹动法诀，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你们敢轻视缥缈宗？缥缈宗，垃圾宗门也配提？当蝼蚁举起长臂，来的不是公平，而是碾压。传讯玉佩突然爆亮，天空裂开金色缝隙，一道白衣身影踏光而进。谁说缥缈宗弟子能随便欺负？师尊。你是何人？我乃缥缈宗宗主陈玄。刚才是谁说我缥缈宗垃圾的？师尊，是他。太和宗长老一愣，而后当场承认，不屑道：是我说的又如何？缥缈宗不入流的垃圾宗门，也敢与我等相提并？当三流宗门宗主抬起手，超级宗门长老不过是掌下肉泥。天哪，我宗无极长老死了，好强，好恐怖的一巴掌！不可能，你宗长老可是天王境8重天的实力啊！他是不是躲开了？没有躲开，就是变成肉泥了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缥缈宗宗主这么强，一巴掌拍死天王境后期，他到底是什么实力？不会已经达到修炼的极致境界黄极境了吧？荒古大陆的修士，不知多少人都被卡死在黄极境中，直到寿命耗尽都无法更进一步。所以能进入黄极境，便已经是至强者了。一个宗门若是出现黄极境强者，便可轻松塑造一座小型的超级势力出现。一时间，所有修士不敢发出声音，只敢静静地看着这一幕。特别是太和宗和飞天宗的两大长老，也全都吓了一跳。但身为超级势力，他们自然也都有黄极境，所以面对陈玄，他们虽然怕，但也不怂。阁下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们超级势力也不是没有黄极境，你这样做只会给你的宗门徒增麻烦。是吗？你也该死！太和宗大长老足，在场所有人立刻原地不敢说话。笑话，说杀就杀，谁敢出眉头？前辈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没有任何恶意，就先告退了。三大长老中唯一存活的飞天宗长老冷汗直流，心肝发颤，直接认死。走，快走！阻拦我缥缈宗弟，还想走？轰！陈玄抬手又是一个巴掌，朝着飞天宗长老头顶去。杀我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以我飞天灵脉为引，引9重空域为盾，天渊灵盾9重空域开。很明显，他想逃。我飞天宗不会放过你的。徒儿，咱们回去吧。解决了拦路的三大天王，陈玄满脸和蔼地看着自己的3个徒弟，徒弟们的眼神里除了崇拜，也只有崇拜。嘿嘿，林凡快速走到前面，并指了指远处的那头蛟龙。好家伙，真不愧是我的弟子，我都差点忘了。围观的散修倒吸一口冷气，彻底记住了缥缈宗这3个字，只不过都是负面的记忆。毕竟一下得罪3大超级宗门，没有人觉得缥缈宗还能存在多久。他们
是把无极宗的蛟龙也收走了吗？好像是的，好凶残，连蛟龙都拍死了。哦，真霸气呀！估计无极宗要疯了。是啊，无极宗死了大长老，还死了顶级天才，这下蛟龙也没了，可算是丢人丢到家了。飞，听说缥缈宗了吗？这个宗门教出来3个天才弟子，在规则秘境里猛地一逼，3个人追着几万人打，连超级势力的顶级天才赵日天都被杀了。这么猛？真的假的？据说赵日天可是顶级天才，无极宗平时都不舍得放出来历练的那种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宗的弟子杀呢？号外，隐士宗门缥缈宗出事了。出事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3大超级宗门的最强长老。想知道最新消息的来信满员，一颗灵石一位，可以从早听到天黑。行，系满员在哪？给我指条路。宗主更是一位黄极境修为的强者呢，一巴掌拍死一个天王境后期，3巴掌拍死了3个天王境。当时我就在现场，比珍珠还真。哦，太霸气了！欺人太甚！一个小小的缥缈宗，竟敢杀我大长老，杀我顶级天才，夺我宗蛟龙，此仇不报，我无极宗还有何颜面在这九州之地立足？宗主，他们缥缈宗宗主是黄极境，另外2大超级宗门长老也死于他手。黄极境又如何？谁家还没有几个黄极境呢？马上传我命令，请抵御，出黄极，征讨缥缈宗。宗主不可冲动啊！缥缈宗是忽然冒出来的，底蕴不知，还是从长计议的比较好。况且缥缈宗手里还有2门绝技神通，如果能得到这2门绝技神通，我们必然会超越其他2大超级势力。就算我们能灭了缥缈宗，也没法独吞那绝技神通。另外2大超级宗门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行，就依你所言，立刻通知2大超级宗门召开3宗大会。何人竟敢绑架公主，擅闯皇宫重地，速放了公主！于统领放肆，他们是本公主的师姐和师兄，这位是本公主的师尊，是陪本公主回来道别的，立刻让你的人散去。于统领一愣，目光骤转陈玄。宁神境4重天竟未察觉此人踪迹，公主师尊身份蹊跷。先生抱歉，最近宫中不太平静，在下奉旨守护皇宫，恕我不能退去。镇北王异动频繁，他怀疑陈玄是对方系统。无妨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。爹，检测到1名超时星潜力弟子，请宿主注意前往收徒。超时星天赋，系统终于开眼了吗？快告诉我在哪？御花园。璎珞，我可以去御花园看看吗？御花园可是父皇后宫女人游逛的地方啊，师尊这事应该不会吧？师尊看起来蛮正经的。当然可以，师尊跟我来。陈玄凝视湖边焦黑柳木，姓名柳月，种族木族，潜力超10颗星，经历一颗普通的柳枝开智，历经万年修炼成仙，成仙之日被黑暗至尊偷袭。柳枝成仙，黑暗至尊，这个世界如此恐怖的吗？仙人都无法自保。系统，这个黑暗至尊是怎么回事？丁，提示宿主，黑暗至尊是沾染了黑暗之力的生物，可大范围捕捉到成仙的气息，以捕食刚成仙的仙人为食物，提升自己实力。只有强大的仙人才能逃脱黑暗至尊的捕杀。我靠，专盯新晋仙人，这特么，幸好自己知道的早，还好，区黑暗至尊，算个屁，自己可是能攒卡的人，我就不信一个黑暗至尊还能闹翻天。师尊，这柳树几10年前从天而降，虽枯却不腐，父皇当作祥瑞留在此处，要是师尊喜欢，可以拿去。为师是喜欢，但要问一问他愿不愿跟我走才行。柳月，醒来吧。周围众人一呆，他是在和那棵柳树说话吗？听他们的对话，这个男人好像是璎珞的师尊。璎珞什么时候拜的师尊呀？对着树说话，这人倒是有趣。傻瓜，柳树又不会说话，璎珞的师尊好笨啊。能与枯木交流，必非凡物。寂静中异变突生，树干轻颤，虚影凝聚，透明身影现形，肤若凝脂，身姿修长。是你唤醒了我吗？对，是我，柳月。我叫柳月吗？陈玄点头，柳月莫名感到亲切，轻易信了眼前人。谢谢你，你叫醒我，是有事吗？你快死了。这里灵气不足，我伤得很重，你能救我吗？可愿拜我为师，我带你去灵气充裕之地。柳月拜见师尊。
恭喜宿主收下超10星潜力弟子，毫无人性大礼包已到账。他唇角上扬，终于得偿所愿。先日我临海休养，回宗后放你出来。御花园内竟藏着一道灵魂，我竟毫无察觉，幸而他从未作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此人临海竟能存活物。御花园入口，慕容皇朝皇上瞳孔骤缩，不再隐藏，带着护卫出现。晚辈慕容皇朝慕容富伯见过前辈。父皇，你快让禁卫撤走，师尊走到哪都被盯着，烦死了。是朕无礼了，退下吧。诺。禁卫统领领命退散，偷看的妃子也被遣走。园中只剩缥缈宗师徒，皇上与贴身护卫。父皇，我是来告别的，我要随师尊回宗修行。你能跟随前辈修行是莫大机缘，不过天色已晚，明日再走吧。你母妃定想与你话别。师尊，师兄师姐赶路累了，住一晚吧。好。慕容璎珞大喜，搂住陈玄胳膊蹦跳，忽被父皇咳嗽提醒。璎珞不可无礼，快带前辈去歇息。师尊，师兄师姐，这边请。走吧。众人至院落，父女辞别后分道扬镳，公主王母飞处，皇上则携护卫拐向偏僻小径。路上，慕容富伯目视前方，忽然开口：你也看不透他的修为。看不透。禁卫说他们4人凭空陷于后宫上方，阵法毫无察觉。璎珞拜的师尊不简单，希望镇北王今晚动手。若等他们离开，皇宫危矣。皇上留前辈是为对抗镇北王？不是，那等存在岂会被算计？但他总不能坐视徒弟的家人遇险啊！若今晚动手，二人停在偏僻院落前，院门大开，一对双生姐妹仰头望月，对他们的到来浑然不觉。刚开完毫无人性礼包，皇上送来了2个侍寝妖妃。皇上驾到！妾身拜见皇上。平身。听说大臣们今早又在朝堂上逼朕杀你们。皇上，他们说我们是妖星将士。朕若要你们死，3年前便不会留你们性命。有一件事情交给你们做，如果做得好，你们将恢复自由身。请皇上吩咐。二女被家人送进宫，因妖族转世的传言遭大臣威胁，此刻对恢复自由倍感意外。你们这样，懂了吗？二女脸红领悟。慕容富伯补充：不必害羞，此事若成，以后说不定连我见了你们都要行礼。懂了的话，打扮一番便过去了。是，臣妾遵命。二女入房打扮。深夜，陈玄独坐书案前开礼包，系统打开奢华收徒大礼包。叮，奢华收徒大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地召唤卡 X2、圣人召唤卡 X2、战斗广场1座、混沌仙金、生骨溶血丹 X1、天王级莲藕化身1具、不死神药 X100 株。相比上一次奖励的10吨悟道茶，这次的额外奖励属实拉贵。除了这个不死神药，陈玄取出不死神药咬下，杀崩脆，寿命增万年。他摆开召唤卡，喃喃自语：再凑4张大地召唤卡，就能召唤一个仙人了。不知道毫无人性大礼包里给了仙人召唤卡，还给不给大地召唤卡？嘿嘿。稍作停顿，陈玄继续开礼包，打开毫无人性收徒大礼包。叮，毫无人性收徒大礼包打开成功，仙人召唤卡 X1，宗门设施万卷藏书阁 X1，有神法1部，百亩蟠桃园，内含3000棵蟠桃圣树，已在宗门显现。恭喜宿主获得境界提升卡 X1，可为宿主提升一个小境界。叮，由于宿主初次开启毫无人性大礼包，特额外奖励大地召唤卡3张。好东西啊，不愧是毫无人性大礼包。只可惜额外奖励的3张大地召唤卡无法合成，不过也没关系，我现在的弟子越来越多，也是时候召唤子帮手。如此想着，忽然脚步声从门口传来。奴家风华，奴家雪月，见过前辈。看着不认识的二女，陈玄一脸疑惑，打开了他们的信息面板。风华，雪月，筑基9重天，魅惑之体4颗星。由于魅惑之体容易吸引男人目光，被家人视为不祥，后遇皇上巡游看中，带回皇宫纳为妃子，但朝堂上下反对，致使二人从未得过恩宠。皇上的妃子，自己徒弟父亲的女人，他们半夜跑到我房间干什么？你们有事吗？宫中丫鬟毛躁，我们奉旨特来伺候前辈休息。陈玄眉头微皱，看着眼前这2位皇上的妃子，心中满是疑惑。我要休息了，也不需要人伺候，你们退下吧。陈玄转身走进偏房，本以为是卧室，却发现是浴房。虽然身上一点都不脏，但还是决定先洗个澡，然后再睡觉。
不料刚泡一会儿，风华雪月二女竟再次出现，拿着毛巾等物走了进来。我操！站住！不是让你们退下了吗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前辈，奴家来伺候前辈洗澡啊，奴家给前辈搓背啊，这都是奴婢们应该做的。出去！我不需要人伺候。呀，是奴家告退。皇上派妃子来伺候，绝不是表面这么简单。这个慕容副博士想借二女讨好自己，以解决镇北王造反一事。放心好了，既收你女儿为徒，本座自然不会看着你们皇朝覆灭。刚好系统奖励了一具莲藕化身，今晚送你个大礼，也算了却你的心愿。咦，师尊怎么不关门呢？风华雪月，你们怎么在我师尊的床上？公主，我们来给前辈暖床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身为后宫妃子，竟然敢掠我父皇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难道就不怕我父皇知道吗？是皇上让我们来的，说是宫女手脚毛糙，怕伺候不好前辈，所以让我们来伺候。就算是我父皇让你们来伺候我师尊，但你们也不能爬到我师尊床上啊，这成何体统？公主，皇上说要满足前辈任何要求，如果前辈没有要求，我们就按照伺候皇上一样来伺候前辈。哼！璎珞，你不是陪你母妃去了吗？怎么跑到我房间了？我来看看你习不习惯，宫女有没有哪里伺候不周到的地方。不过看样子宫女们伺候的还是挺周到的。我操！我擦！那两个女人怎么跑我床上去了？奶奶的，我的诗风全被你们给毁了！徒儿，这都是误会，为师只是让他们退下，没想到他们会跑到我的床上去。你父皇实在太热情了。听到父皇热情一词，慕容璎珞脸色就忍不住一红。嘿，是啊，忒热情的自己的妃子都送出来了。帝王家的算计，他早已看透。父皇深夜送妃送女，分明是想让师尊出手评判。既然是父皇的好意，还请师尊不必客气。今晚就补全一下你的特殊体质吧，明日回宗后，你便可安心修炼了。啊，会不会打扰师尊休息啊？他们两个还在房间里等着呢。你在调侃为师不成？女人在为师眼里都是红粉骷髅，你也一样。哼，人家才不是红粉骷髅呢，我还要给你生宝宝呢。不敢，师尊要怎么补全徒儿的体质啊？难道长得好看也是特殊体质吗？你拥有残缺的道体，为师是要替你补全残缺的体质，让你成为真正的先天道体。先天道体！慕容璎珞当场愣住，戒指里的慕容战天也猛地睁眼，这可是圣人才能修补的体质。什么？徒儿有残缺的先天道体，可是体质残缺也能补吗？不过小事。姐姐，前辈走了，咱们咋办？怕是要老死深宫了。师尊，身上痒。正常，你残破的体质正在生长，一会就好了。好像到了混沌世界。道运归位，正常。师尊，还没好吗？好了。片刻后，慕容璎珞睁眼，瞳孔溢出淡淡道运，竟真的补全了。师尊到底是什么修为啊？简直太不可思议了！多谢师尊恩赐。起来吧，你既已是为师的徒儿，为师自当倾囊相授。这本仙经刚好适合你的先天道体，拿去修炼吧。谢师尊。混沌仙经，仙经的含义自然不必说。让你戒指里的老头出来吧，临走前为师再帮你们一次。此话一出，慕容璎珞浑身一僵，呆在了当场。戒指里的慕容战天更是冷不丁的瞬间吓了一跳，条件反射的躲在了戒指的角落里。刚才他还在想对方是不是圣人，这就看穿他的存在了，但思来想去也没想到哪里露馅啊。什么戒指老头？师尊你在说什么？徒儿听不懂哎。不是他不愿意告诉陈玄，而是老祖特意吩咐过，万万不能传出去他灵魂存在的信息，不然必将引来魂殿的人，给老祖带来杀身之祸。So， 怎么不愿意吗？为师还打算复活你戒指里的老头呢。既然不愿意，那你就留着吧。这话落下瞬间，戒指中传来一阵波动，慕容战天的魂体竟主动飘了出来。仙经现世，掌臂天王，修补先天道体，桩桩件件，无不在提醒慕容战天，此人气势内敛，却深不可测，必是圣人境强者。况且能察觉御花园中隐匿的柳月灵魂，自己藏身戒指被发现，想来早在意料之中。此刻听到复活二字，他在难按耐，主动显形。若对方心怀恶意，他认命；若能借此重塑肉身，便是死局逢生。既已暴露，这赌局他非入不可。反被慕容战天未能主动现身见礼，
还请前辈恕罪。无碍，本座知道你有自己的担忧。陈玄淡然抬手，流光自掌心浮现，雪白莲藕化作人形胚胎，融血丹散发生机波动。莲藕化身，生骨融血丹。这等重宝竟被对方轻描淡写抛出，分明能让他直接重塑天王境肉身。试问哪具残魂能不动心？前辈，您这是？看你一直住在戒指里也怪难受的。这莲藕化身乃是本座偶然所得，留着也无用，就送与你了。此等重宝，晚辈何德何能？前辈但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无妨，本座留着也是闲置，融合吧，也算了却璎珞一桩心事。明日好给我回宗。慕容战天心中震动，如此重宝，竟毫无条件相赠，大恩不敢言谢。来日若有差遣，晚辈赴汤蹈火。他曾为天王境修饰，这具莲藕化身恰好是天王级载体，无需从凝神境一步步苦修，直接便能重临巅峰。原本他打算让璎珞耗费数十年搜集材料，如今竟省去了大半周折。等我恢复后，就雇佣缥缈宗吧，以表忠心。磅礴凌厉如潮水般便四肢摆开，不然我的电脑因特效加载过多发生了卡顿，像这种情况非常影响我的剪辑效率和观众老爷们的观感，索性换了台新电脑，旧的闲置在家。听朋友说转转这个二手平台很靠谱，我发现转转最近配合国比发放了大额回收补贴，我那台旧的苹果电脑叫转转上门回收，还卖了5200多。他家回收品类很多，像耳机和手表这种智能穿戴、平板笔记本之类的数码产品，转转都能回收。总之二手回收我推荐转转。这是他暗中培养的半步天王，此刻却在真正的天王威压下，掌心沁出冷汗。若来者是镇北王请来的元首，再多护卫也是枉然。威压退去的刹那，慕容复伯瘫倒床头。这传承3000年的皇朝，此刻竟如雷卵般悬于圣人指尖。也不知道风华雪月他们有没有被前辈看中，那位前辈肯定也是天王境，若是他能出手就好了。慕容战天脸去周身气势，轰然跪地。多谢前辈助我恢复肉身，晚辈愿意代表慕容皇朝向贵宗臣服，成为缥缈宗的附庸势力，任劳任怨，悉听尊便。陈玄望着眼前恭敬的身影，眸中掠过一丝满意。宗门正值扩张之际，慕容皇朝的归附恰是助力。他颔首应下，既愿归附，本宗自不会薄待，赐你们皇朝2个进修名额，不入宗籍，不享受宗门正常弟子待遇，只拥有在宗门居住和修炼的权益。慕容战天心中狂跳，竟还有此等机缘！像缥缈宗这种强大的宗门收徒都很严格，能进入修炼便已是恩赐。多谢宗主，属下这就回去挑选，明日让其随宗主一起回宗。属下告退。师尊，弟子也去休息了。OK。二人走远后，陈玄依旧坐在蒲团上，掏出了一张境界提升卡。这张提升卡应该能让我进入到大地中期境界吧？连2个女人都送不出去，镇北王若反，有刺客！慕容皇朝的皇帝，连自家老祖都不认了。慕容复伯闻言一怔，抬眼细看，这面容竟与族谱中记载的战天老祖分毫不差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与我慕容家老祖容貌相同？混账！什么容貌相同？老娘便是慕容战天。休要胡言！老祖已红世1000年，岂容你冒犯？来人，拿下！哼！天王境，这气息，你当真是老祖？感受着碾压般的威压，他声音发颤。自然是。话音未落，老祖周身腾起慕容家专属功法暗金流光，慕容复伯再无怀疑，扑通跪地，声音激动的发抖。后辈复伯拜见战天老祖。单凭天王中期的威压与独门功法，即便对方不是老祖，也容不得他不敬。起来吧，镇北王的事，老祖已知晓，有我在，皇朝无忧。是，老祖是如何？难道您突破了？若老祖能达天王后期，皇朝必能重振雄风。是宗主复活了我，他乃璎珞师尊，你见过的。我已代表皇朝臣服缥缈宗，今后每年的上供，必须牢记在心。是他能复活天王境强者，这宗主究竟是何等人物？慕容战天与慕容复伯同时望去，只见万千符文腾空，勾勒出圣人讲道的意象，天地间灵气无超。这是道运显圣，唯有圣人成道方有此景。二人对视一眼，眼底尽是震撼。那位宗主竟真的是活圣人，这等存在，便是顶尖大宗也未必拥有。嘿嘿，幸亏早早示好，
即便昨夜送去的妃子未被接纳，也算表了10族忠心。老祖，想必是宗主突破了，我是否该前去恭贺？夜深了，莫要打扰宗主清修，明日再去不迟。是，老祖说的对，明日再去。对了，宗主给了2个进修名额，可遣2人入宗修行，虽无正式弟子待遇，却能得宗门禁地修炼资格。你挑2个人，明日随宗主回宗。确定是2个名额？不错，有何问题？为何偏是2个？宗主定有深意。哦，你且说说。慕容战天面露困惑，未察觉其中关窍。便让风华、雪月去吧，他们今夜侍奉过宗主，若宗主有意，也算投其所好；即便无意，不过是用了2个名额，宗主也不会怪罪。一番分析，条理清晰，慕容战天听罢一觉有理。好，就依你。傅伯心思缜密，皇朝交托于你，老祖安心。谢老祖夸赞，我这便去告知2人。他们即将入宗，你与他们交谈时，态度莫要轻慢。晚辈晓得。皇上真的让你们俩去进修？是的，宗主，皇上连夜告诉我们的，而且对我们说话可客气了。陈玄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自己的意思会被人曲解，更没想到皇朝思想如此复杂。看他们脸上的笑意，谁去都是去，自己何必横插一脚让人失望？昨日使用了境界提升卡，如今已进入大地中期境界，成为一名成年大帝。成年大帝配上极道武器，距离仙人之下无敌也越来越近。宗主，您抬一下脚。我操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奴婢伺候您换鞋啊。我自己来就行。另外，你们到了宗门就不需要伺候谁了，只需老老实实修炼即可。师尊，我们收拾好了。呀！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师尊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以后若是再敢擅自动手动脚，休怪本座把你们赶出宗门。宗主恕罪，宗主恕罪，奴婢不敢了。以后自称弟子，下不为例。起来吧。陈玄带2女出院子，慕容老祖等人恭贺他突破后，带上师徒几人御空离去。慕容战天和慕容复国望着陈玄等人离去的方向，眼神中带着敬畏。禀报皇上，禀报老祖，探子有报，说镇北王有异动，召集了周围数家宗门，商讨造反一事。老祖怎么办？镇北王忍不住了。不急，赶路辛苦了吧？这是我在拍卖行买的灵丹服下，可快速恢复体力，你拿去吧。老祖这么豪爽，这灵丹应该很贵吧？不贵，最近刚好收拾家里，发现有很多闲置物品，我把它们都放闲鱼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会去试试。区镇北王而已，老娘这就去灭了他。你现在调兵准备去接收他们的地盘，老祖我去了。传朕旨意，3军即刻整备，随老祖踏平北方，让慕容的龙旗插遍镇北王的每一寸叛土。如今老祖复活，慕容皇朝再也不怕任何人，一场皇朝的风云即将展开。2位娘娘，师尊飞得快，你们别往下看。多谢公主。2女闭上眼睛，脸上满是不适，但心中对陈玄的崇拜却更甚。而陈玄目不斜视，继续专注飞行。师兄，这就是咱们宗门吗？灵气好充沛啊！姐姐，这里的环境好漂亮，比宫里好多了。是啊，妹妹，原来外面的事情是如此美好。左3扫，右3扫，灵气全往扫帚跑。嘿。恭迎宗主回宗。慕容璎珞和2位娘娘惊讶地发现，这个看似普通的扫地人，竟然是凝神境强者。放在他们皇朝，那都是供奉级的存在。缥缈宗竟然用凝神境强者在宗门口扫地，宗门果然强大。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宗门可有事发生？宗门一切安好，只是这2天宗内多了一处蟠桃园，一处广场，还有一个大楼阁，弟子没敢贸然去动。那是宗门隐秘的设施在显化，不必大惊小怪。这几天看守宗门辛苦你了，蟠桃园里的桃子你摘一颗吃吧，算是你看守宗门的奖励。吃一颗可以延寿1000年。我操，牛逼！吃一颗蟠桃延寿1000年，这蟠桃不是圣药吧？效果这么猛，一时间众人羡慕不已，尤其是林凡和叶倾城更是内心震撼。隐秘阵法竟然还没有完全退去，现在又显现出了几块宝殿，真不知道宗门完全出世后会是怎么样一番场景。多谢宗主赏赐，虽然我依靠宗门1000倍灵气加持突破至凝神境，顺利延寿些许年，不再担心寿元耗尽，但能再延寿1000年，
实在令人激动。你身后那2位是新来的进修弟子，也安排下住处，顺便告知进修弟子的规矩。老朽叶君临见过2位道友。风华、雪月见过叶前辈。虽然进修弟子交给他了，但他也是进修弟子，似乎不敢托大。宗门内多出来的楼阁是藏书阁，内有无数稀缺书籍。如今宗门弟子人少，你带大家进去挑一门合适的神通修炼，别忘了讲解宗门背景。是，咱们宗门弟子皆晋升长老，长老们多闭关或云游。宗门刚入世不久，底蕴深厚，大家日后定能潜心修行。好高，要飞上去吗？这么多，宗门底蕴果然深厚。这也太多了，要挑到什么时候啊？话音未落，6个御剑从书架飞出，撞入众人怀中。天啊，是绝技神通九秘斗自诀，绝技神通竟然选中了我！师姐、师兄，你们的是什么神通？九秘乃绝技神通中强大的神通之一，其中一个斗自诀便能提升自身100倍战力，乃是越级而战的强大神通。恭喜师妹，快用上这个中宝丹，提升修炼效果。我操，这么大的丹应该很贵重吧？不贵，最近刚好收拾家里，发现有很多闲置物品，我把它们都放闲鱼了。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真的吗？那我等会去试试。我也是绝技神通独孤九剑。我也是绝技神通大轮回术。大轮回术其强大程度一点不比九秘弱，一旦施展可操控时间之力，而时间可是每一个修士最大的敌人。哇，我的也是绝技神通宝山叶。作为进修弟子能留此修炼已是荣幸，竟还选中绝技神通，简直比一辈子快乐都要快乐。风华雪月娘娘，你们被什么神通选中了？公主选中我的也是绝技神通，叫做大魅惑术，里面包含很多魅惑小神通。我的也是大魅惑术，公主能离开深宫已是莫大机缘，还被绝技神通选中，足以。竟然都是绝技神通，师门果然强大。2位娘娘，以后在宗门不要叫我公主了，叫我璎珞就行。那璎珞以后还叫我们娘娘吗？当然要叫，毕竟咱们的辈分在这放着呢。众位师妹，功法已挑选完毕，咱们快出去修行吧。离开藏书阁后，6人分为2队，正式弟子前往主峰，进修弟子住讲桌，开启宗门生活。宗主大殿边缘的拐角处，陈玄大手一挥，将柳月拉到地上，四周灵气肉眼可见，汇聚向焦黑柳树。柳月的身影再次浮现在躯干之上，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张开双臂，轻抬头，贪婪地吸收着天地灵气。师尊，这个地方的灵气好充足，我好舒服啊。此乃缥缈宗灵脉中枢，你且记住，这门柳神法可逆转生机，待你长出新芽，便是涅槃之时。就这么一巴掌，老子亲眼看见缥缈宗主抬手就灭了天王镜。放你娘的彩虹屁！明明是3巴掌逐个拍死的。别吵了，你们赌的戏满员，剧本我都背下来了。号外，3巴掌拍碎3大宗脸面 vs 1巴掌震碎9天神雷，明晚戏满员见分晓，不要998，只要9990时可以听1整天哦。听说了吗？3大超级宗门要讨伐缥缈宗了，这次带了灭宗战船，船上全是上古禁阵，连黄极境都能搅成渣。宗主，我们去了，恭送3位长老，祝3位长老旗开得胜，横推缥缈宗。区缥缈宗不足挂齿，即便不用底蕴，我们也能拿下。宗主，你就在家监督弟子们腾出仓库，等我们带战利品回来吧。把新工业也提前摆好，要最贵的那种。可咱没有那么多余钱呀。无需担心，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，奶茶咖啡9块9，居然能买2杯，真的特别少。吃喝玩乐我先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出发，目标荒州，踏平缥缈宗，让天下皆知冒犯超级势力之下场。登船。无极宗出发同时，太和宗、飞天宗各率3艘战船启程，约定方舟会合后共赴缥缈宗。消息扩散，九州修士哗然。号外，3大超级宗门的战船全部出发了，他们将在荒州会合。这么快？哦，快，咱们也出发，看看能不能捡点漏。大战过后必有大漏，听我命令，全宗出动捡漏。哼，终于要开战了吗？好久没有见过大势力之间的斗争了，此次一定不能错过，刚好看看超级宗门都有什么实力。久违的黄极之战，若是能观摩，必将对我突破黄极有莫大的感悟，希望能赶得上。刚才过去的就算超级宗门的战船吗？好霸气！等此战结束后，我一定要拜入超级宗门，哪怕当一个杂役。
随着消息扩散，附近9州的修士都闻风而动，只要是能赶得及的，此刻全都朝着缥缈宗出发。其中有宗门势力、强者散修、看戏的、学习的等等，无计其数。毕竟这可是数千年难得一见的大战，其中必然少不了有皇级强者下场。若是能亲眼目睹皇级之战，对修士的前途来说有着莫大的帮助，所以没有人愿意白白错失如此机缘。什么？3大超级宗门联合讨伐缥缈宗？3大超级宗门啊，便是宗主身为圣人，以1敌3也必然陨落。皇上，宗主与我们慕容皇朝有再造之恩，如今宗门蒙难，我等绝不能袖手旁观啊！可我皇朝最强，战力不过慕容老祖天王尽中期，就算清朝出动，也无异于送死，甚至将皇朝带向覆灭。天王，我上宗啊！作为附庸势力，去与不去？一时间，慕容复国陷入了纠结之中。老祖，主宗出事了！放，必须要放！作为附庸势力，怎能看着主宗陷入危险之际？而且宗主待我不薄，又赐我肉身，此恩万死难报。你立刻召集所有凝神境强者，立刻随我去支援主宗。此战若身死，皇朝就托付给你了。汉贼镇北王已灭，给你留3个凝神看家，够了吧？够了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要速度，超级宗门的战船很快，要不然我怕赶不上。是。慕容复国恭敬应下，立刻前去安排，随后召集9大凝神境强者，跟随慕容战天出发。收到消息，3大超级势力讨伐缥缈宗，立刻支援。我们既已臣服，自当全力以赴。女儿和老祖都在呢，帮宗门就是帮自己。几位长老，家族就交给你们了。族长，真要全带走，不留几个了。不留了，家族有你们，我多带1人，此战便多份希望。若一去不回怎么办？若一去不回，那便一去不回，出发！叶家必亡，召集强者回来，派人盯着，他们生死就攻叶家，占陵田产业。一时间，周边数个家族全都对叶家虎视眈眈了起来。缥缈宗内一片祥和，同为进修弟子的叶君临带着新来的风华雪月在山门前打扫，浑然不知外界发生何事。只见上空忽然涌现无数修士。我操，今日怎么如此多人？一个老头，2个小姑娘，像是扫山门的杂役，这缥缈宗就派他们扫山门，太寒酸了，别乱说话。缥缈宗宗主是皇级境强者，背后议论小心吃不了，兜着走。缥缈宗这么有底气，大战在即还扫地。我严重怀疑缥缈宗实力是被吹出来的，到现在没一个进出的弟子，可能根本不知道人家打过来了。众人小声嘀咕，没人敢靠近或大声喧哗。叶前辈，我们还扫吗？扫，不用慌，咱们宗门背景强大，他们惹不起咱们。3人强装镇定，一边打扫一边偷听。前辈，无极宗、太和宗、飞天宗3大超级宗门正朝着贵宗而来，要发起宗门之战，请贵宗知晓。多谢道友告知，我只是扫地杂役，宗主早已知晓。区3家宗门，不足挂齿。前辈，3宗9条战船，里面装满强者，皇级境强者就来了9位。对，我宗闭关强者无数，区皇级不足以放在心上，回吧。是。 3人外表镇定回宗门，进了宗门撒丫子大跑。老祖，什么是慌慌张张？2位娘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倾城，你看到宗主没有？咱们宗门出大事了！璎珞要开战了，外面好几万修士，3大超级宗门要打过来了。3大超级宗门联合讨伐我们，已经进入光州范围了。你们谁见到宗主了？快向宗主汇报，再晚怕是来不及了。我看到师尊去了战斗广场，我这就去告诉师尊。我们也去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出发，好奇宝宝柳月听到众人对话，也跟了上去。何事如此慌张？宗主，光皇极境就有9位，如此小事，本座早已知晓。区3家小宗门而已，何须慌张？小宗门？你管3大超级势力叫小宗门？师尊，那我们要如何应对？为师不是说过吗？宗门长老都在闭关或者云游去了。既然有战事，我唤醒几个长老不就得了？系统，
使用3张不可合成的大地召唤卡。Hello， 来3个大地，出来干活了。宗门内某处，当即浮现出3道虚影。当身子彻底凝聚成型之后，3人也彻底认了对方，互相点了点头后，便齐齐的朝着陈玄飞来。属下刘苍，属下刘海，属下刘笑，拜见宗主。这就是宗门长老，气场好强，和师尊一样看不透。起来吧，把这条蛟龙炖了，等会用来招待客人，再配点甜品。是。师尊，就出关了3个长老吗？会不会少了点？他们不仅出动了太上长老，还带了宗门底蕴。对啊，师尊，大战在即，咱们还有客人来吗？是来帮忙的吗？为师唤醒的这3位长老，随便一位都能威震荒古大陆，莫说是3大超级宗门，纵然3大圣地联手，本宗也全然不放在眼里。你们今日便可看到宗门的真正实力，省得以后出门畏手畏脚，给宗门丢人。是，弟子知晓了。客人确实是来帮咱们的，虽然用不上，但远道而来，仍可招待一番。好吧，帮忙烤肉。风华、雪月，你们去蟠桃园摘些蟠桃过来，挑熟的摘，等会做成果盘。是。缥缈宗内忙碌起来，陈玄带弟子架锅劈柴，3大内门长老处理蛟龙。没一会，浓烈的香味飘出，弟子们暗流口水，全然不操心外界战船动向。而宗门外，叶长生等人已累得满头大汗，境界低的弟子咬着牙勉强跟上去。族长，族人们连续飞行1天半了，要不歇息片刻吧？4长老，前面就是缥缈宗，族人们再坚持，上宗有难，我们必须赶到。族长，我们能行，加快速度吧，不能让上宗看清咱们。哦，好，全体加速，护卫上宗，绝不后退。那是叶家的人吧？他们来干什么？荒州叶家前来支援上宗。还能干嘛？说是支援，实则来送人头呗。就几个御空镜，能顶什么用？又有人来了。凝神镜，全是中期以上。那是慕容皇朝的人，当年他们不是宣称不附庸任何势力吗？慕容皇朝境也来了，为首的是慕容战天，他突破天王境了。慕容战天一行降落在山门前，尚未扣阵，大阵自动开启。9名修士面露敬畏，慕容战天目光微沉，扫视叶家进入的方向。走。天王境又如何？在3大超级宗门面前，还是堂弟当居。他不该来的。缥缈宗要是连个黄极境都不出，这回真悬了。快看，3大超级宗门的战船过了荒州边界了，还有多久到？最多2个时辰。从始至终，缥缈宗连个像样的强者都没露过面。你闻见没？从山里飘来的香味像是炖肉。这时候还有心情炖肉？缥缈宗不对，这是蛟龙肉，还夹杂着宗内磅礴的灵气，不好。一时间，山门外太多散修，全都感受到铺天盖地的灵气袭来，顿时间大量修士突破瓶颈。这就是上宗嘛，这里的灵气起码比外界高了几千倍啊！众位道友，请问你们是缥缈宗弟子吗？在下乃是缥缈宗的附庸势力慕容皇朝，特来支援，请问到哪里会合？我们也是缥缈宗附庸家族，在下叶长生，前方就是主峰，到了主峰即可见到宗主了。叶道友，既然同在缥缈宗手下，不妨一同前往如何？好啊，且两方人马虽同为附庸，却暗藏谁更得宗门青睐的微妙竞争。众人抵达主峰，竟见宗主陈玄带着弟子在悬崖边架锅煮肉，案板上摆着妖兽魁梧，叶长生、慕容战天瞳孔作缩，怀疑步入农家乐宗门。既然来了，就过来吧，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？耶，师尊说的客人原来是你们啊，快过来啊！老祖，你也来了。拜见宗主。远道而来辛苦了，让你们的人都放松，原地休息休息，先喝点茶，等会就开饭。叶长生一眼认出茶中里的悟道茶，冲上去就是一顿猛炫。陈玄也是轻笑续杯，他再次猛炫，真是没见过世面，哪有一个族长该有的样子。悟道茶，他妈的，我竟然在装杯！他慌忙灌下茶水，与叶长生形成抢茶2人转。族长怎么回事？也太不稳重了，在宗主面前怎能如此无礼？咱们家族不要面子的吗？老祖求你别喝了，咱们慕容皇家可是霸主级皇朝，让叶家看笑话了。两族修士低头抠脚，恨不得原地挖个传送阵逃走。他们不知道悟道茶的茶香已渗入体内，助其稳固境界。
这是宗主赏赐的果盘，每人2块，大家辛苦了。上宗穷到用桃子待客，传出去笑掉大牙。捏着桃子犹豫3秒，终究不敢服了上宗面。我操，这不是普通水果，这是9千年蟠桃。姐姐，别救啊！我操，我的神灵就伤好了，寿元暴涨30年。刚才嫌寒酸的，我算个憨批，我能多要2口吗？2份不够啊。开饭了，自己备碗。争什么争？都给我站好了！如此冲动，成何体统？全部去排队！麻烦前辈了。悬崖边，众人抱着蛟龙肉，啃得不亦乐乎，脸上满是享受。我操，俺突破了！哇，头好痒，要长脑子了。我也突破了，这到底是什么肉啊？里面全是精华。刚才我听青城他们说，这好像是无极宗大长老做起七彩椒。七彩椒，我操，怪不得吃了几口就突破了，原来是天王境大妖的肉。仙桃，大妖肉，悟道茶，全都是一辈子都吃不上的东西。吃了这些东西，今天死了也值得。是啊，值了，太值了。临死前能吃上这些宝物，所以等会就和那3大超级宗门拼了。师尊，那是不是3大超级宗门的人来了？沧海啸3位长老，敌人就交给你们了。是，宗主，那我们呢？你们看着就好。你们不必担心，莫说我们3人，即便我一个，便足以解决他们。宗主让你们看着，你们就看着。大哥、二哥，等会你们都不准动手。宗主让我们3人解决，1人1家吧。对，1人1家，谁也不许争，不许抢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全都暗暗松了口气。既然长老们如此自信，那他们更没有什么好担忧的。以上宗的环境来说，说不定这3位内门长老也全都是顶级强者，也不一定。3大超级宗门的战船来了，战船上的灵气波动，这得耗费多少资源啊！听说无极宗的底蕴是圣人级强者，太和宗的防御大阵连圣人都能抗3击。战船减速靠近，缥缈宗3道身影突然破空，正是沧海啸3位大弟子内门长老。大哥、二哥，说好的1人1家，谁都别吃独食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1人3艘，搞快，赶紧打完收工。这3人迎战，缥缈宗这是放弃抵抗的吗？他们说1人1家当战船是玩具吗？防御，快注入灵气，开启防御大阵。这是圣人之力。船舱内，无极宗圣人底蕴刚苏醒，便感受到死亡威胁，深渊倒映缠身，却如螳臂当车。纷争开始了，大争之势已至，我宗完了。巴掌落下，9艘战船化为齑粉，天地间只剩3位长老不属力。沧海啸3位长老听令，覆灭3大宗门，不留活口。沧海啸3位长老听令，无极宗、太和宗、飞天宗主动攻打我缥缈宗，发动宗门之战。本座命令，立刻覆灭3大宗门，不留活口。遵命。徒手撕裂虚空，非圣人不可为。而修士们目睹虚空之门内的景象，更是震撼到灵魂颤抖。天地为鉴，尔等蝼蚁犯我缥缈天威，且看我一剑震山河，你我只挥剑天地。圣人之下无人能破的护宗大阵，竟一碰就碎，连同宗门灰飞烟灭。3大长老返回后，虚空之门闭合，全场死寂。数万修士呆滞片刻，继而废止。撕裂空间，尽灭3宗，以前只是听闻，却从未见过。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种强者，这就是圣人吗？圣人之力果然不可猜测。缥缈宗的实力，他是圣地之下第1宗了吧？快，准备投靠缥缈宗的贺礼。9州各地，无数势力连夜商讨对策。3宗覆灭的消息如惊雷般传开。超级隐士宗门，缥缈宗出事了，听说了，现在到处都是他的传说。你们聊天能不能小点声？缥缈宗能比超级势力还厉害，别打扰我修炼。过几月我要参加无极宗招徒大会，你们不练连杂役都评不上。我操，你还想着去无极宗？
无极宗都没了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无极宗好好的怎么会没？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但嫉妒是没用的。这一次我肯定能评上无极宗杂役弟子。大哥，无极宗真没了，要不我们怎么会不修炼？现在是修炼了也没地方去啊！兄弟，是真的，3大超级势力都被缥缈宗灭了。现在咱们附近9州之内只有一个超级宗门，就是缥缈宗。撑死了！宗主对我们真好，竟然让我们连吃了3天的蛟龙肉。我硬生生突破了5个小境界，已经进入御空境了。我也进入御空境了。哈哈哈！我已经半步凝神了。嗨！此行叶家带来的数百位灵海境弟子，10之8九都突破到了御空境，甚至少部分达到了半步凝神。这个大嘴炮的可谓是收获颇丰。只要几位长老再进一步，纷纷进入半步天王境，我叶家必然成为霸主级家族。哈哈哈！慕容老祖，蛟龙也吃完了，一同向宗主告辞吧。正有此意，走吧。唉，早知道把御空境的人全带来，少说皇朝也要再添几10位明神，还是岳家鸡贼，一下多了上百位御空。宗主，宗门外的修士大部分都已经离去，但还有数万修士驻足，想拜入缥缈宗。不知是从哪听说了缥缈宗出事后可能要开山收徒的说辞。另外，9州之外的其他州据说也有适龄修士赶来。我宗弟子稀少，确实也该开山收徒了。已去外界散发消息，就说缥缈宗出事，1月后开宗收徒，凡是适龄修士都可前来参加收徒测试。本次测试不看天赋，只看潜力。宗门目前出关长老较少，刘苍听令，封你为内门大长老，负责教导弟子，掌管其余长老之分。是。刘海命你镇守唐书阁，封为功法长老。是。刘向命你镇守蟠桃园。是。退下吧。陈玄也开始变得轻松起来了，弟子们有修炼不懂的地方无需找他，直接可以去问这几位长老。见过宗主，叨扰多日，我等特来告辞。那就回去吧。另外1个月后，本宗将开山收徒，为宗门增添新鲜血液。你们2族回去后，可让适龄弟子前来，只要天赋和心性可以的，本座会给他们入宗机会的。开山收徒，入宗机会，万万没想到来告个别，竟然还能摊上这种好事，这可是宗主亲自许诺啊，相当于保送名额。多谢宗主。儿啊，此次去缥缈宗，你可一定要入宗啊，哪怕成为看门扫地的也要留下。爹，我一定会进入宗门的。儿去了。女儿？我女儿哪去了？什么？超级宗门覆灭没地方去霸主级势力，赶紧让她回来。缥缈宗开山收徒了。夫君，此去缥缈宗3万里之遥，你路上一定要小心。少爷，这是家主特批给你的灵药，你快些服用提升修为，争取进入缥缈宗，成为内门弟子。随着缥缈宗开山收徒消息的扩散，一时间无数霸主级势力、家族、皇朝、散修等全都闻风而动，朝着缥缈宗而去。缥缈宗以无敌之资覆灭3大超级宗门，成为9州唯一超级势力。靠系统收徒还是太慢，趁着波灭了3宗，直接收一轮狠的。宗主，山门外前来拜师的修士已达数百万，有人就地搭帐篷，有人开凿山洞，甚至还有人抢了凶兽黑熊的洞府。这些人群里已经有私斗发生了，要不要属下出面管一管？管一管吧，毕竟是来拜师入宗的。警告下去，胆敢私斗者，一律革除测试名额，且永不录用。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不要再打了！赤焰飞腾。道友，此处妖兽洞府是我先发现的，何故抢夺？老子只是单纯喜欢人少的地儿，不想死就滚一边去。宗主有令，所有修士禁止私斗，若是被本长老发现还有私斗者，不问原因，不问输赢，全部革除测试名额，永不录用。前辈饶命，我等相识是在此处切磋，再不敢乱来了。兄弟，对不起，这块地方归你了，我不和你抢，你可千万别去告状哈，误会都是误会。没关系，咱们根本没有为了争这块地私斗，咱们是故人相见切磋，这块宝地咱们一起用。私斗的人当场和好，
变得和亲兄弟一样。毕竟一旦对方告状，那双方都没机会参加测试了。看着安静的几百位修士，忍不住回想杨而后一个闪烁便回了宗门。不过他刚进入宗门，屁股还没捂热，脸色顿时一沉，变得不悦起来，只能再次动身前往宗外。远处一个少年嘴角一斜，背着一把开天尺，跌跌撞撞的朝着缥缈宗飞来。是魂殿的人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好像在追那个少年。大家都怎么了？魂殿没听过，很厉害吗？魂殿你都不知道，以后可别说你是修士，那是北域货真价实的超然势力。灵魂的天生克星，对灵魂来说，威胁程度丝毫不亚于圣地，是以收割灵魂而存在的超然势力。收割灵魂的势力，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难道那个少年身上有灵魂，引起了魂殿的注意？众人一阵惊讶，毕竟魂殿的人可不常见，但凡魂殿出现的地方，必有强大的灵魂存在。药老，缥缈宗会管我们吗？我也不敢保证，但缥缈宗出了3位圣人，应该不会让魂殿的人在自家宗门前胡作非为。快朝着宗门广场飞去，你也是来拜师的，相信缥缈宗不会坐视不管。可是万一缥缈宗不管怎么办？毕竟我还没拜入缥缈宗内。不管的话，老头子我就认命了。到时候我引开他们，你藏起来，这么多人他们肯定找不到你。以后你入了宗学有所成，别忘了给老头子我报仇就行。不，我是不会放弃药老的，大不了就是一死罢了。反正我已经去了云宗，证明了自己，已经没有遗憾了。萧晨的声音决然，而后重重的跌落在宗门广场。不等他抬头去叩山门求救，3位魂殿强者已然凌空而至，把萧晨包围了起来。结，把他给我交出来！话音刚落，便挥动手中镰刀，直逼萧晨而去。我这条贱命早该葬在云宗废墟，今日全当赚的。魂殿，纵死也要在你们身上剜下3块骨。蝼蚁噬魂炼锁，快走，别忘了给我报仇。不，药老！带走！不要！缥缈宗前禁止私斗，违者杀无赦。阁下要插手魂殿之事不成？本长老已经说过，收徒测试开始之前禁止私斗，要打架去远处。在这里，本长老就要管。还是说，尔等将本座说的话当空气？滚！再敢让本座重复，就尔等炼成魂灯，永照宗门侧道。魂殿3人气息一沉，没想到自己等人会被一个刚刚崛起的超级宗门羞辱。这缥缈宗有3个圣人，我等无法与其抗衡，算鸟算鸟。缥缈宗，我们魂殿记住你们了。威胁我缥缈宗还想走？给我留下吧！3人连惨叫都未发出，就被无情大火击爆，血肉如烟花般爆开。全场几百万修士静得落针可闻。好猛，连魂殿的人都敢杀！杀了，真杀了！萧晨、药老更是震惊。原以为缥缈宗长老最多是赶走他们，这几个人虽然实力不高，但代表的可是魂殿啊！一位长老就敢擅自与魂殿为敌，此宗绝对不简单。一时间，药老和萧晨对缥缈宗的敬仰瞬间达到顶峰，看着话也不说一句，转身进入宗门的长老。萧晨甚至来不及拜谢。药老，我一定要加入缥缈宗。此宗气概不弱于圣地，加入必然前途无量，我支持你。你快找个地方恢复一下伤势，这段时间咱就守在这里了。那些魂殿的人肯定不敢继续前来找麻烦。 21岁便已是御空后期，还能在3个远超自身境界的魂殿手中逃到这里，此等少年前途不可限量。公子天赋惊人，可愿？萧晨没有理会搭讪者，径直找了个石块打坐。缥缈3人组的实力，经过这短时间的稳定修行，持续突破。若进入了御空后期，集体超越修炼了一辈子的叶君灵，把叶君灵一顿羡慕。 这修炼速度，我也想去主峰。而资质平平的姐妹花，也是依靠宗门内的千倍灵气，从筑基近1月踏足御空境。姐姐快看，我又突破了！哦，妹妹你慢些，等等我呀。距离收徒测试的日子还有半个月，宗门外已聚集了数千万修士，连上个厕所都要跑到200里以外。丁，检测到超时星潜力天才。 位于东方禁区太古神脉之中，请宿主前往收徒。刘唐，本座外出收了徒弟，你好生看家。
太古神脉是东域最知名的生命禁区之一，几十万年来，凡是进入者，没有一个人能走出来。快点，诅咒入侵需要时间，你越慢，诅咒入侵的越快。对，直接去山顶，只要你能采摘回来一颗圣果，太初圣地将全力培育你。少女每走一步，似乎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即便很想停下，却被身后众人催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去送死？太初圣地又衰老了一位强者，看来谁都抵不过时间的流逝啊！这位气息恐怖，不会成圣了吧？他是3000年前横扫东域的李初然，没成圣，能活3000年肯定吃了延寿药，这次怕是扛不住了。没想到竟然被他们找到一个能抵抗诅咒之力的小姑娘，这李初然运气真好。至尊谷本就万年难见，被挖后的血肉散发的道运，没想到竟然真能抵抗禁区诅咒。只是挖至尊谷探索禁区，这也太浪费了。若是好好培养，成帝的机会很大。他们也太舍得了吧？他们可舍不得挖至尊谷，是被堂姐给挖了。而他堂姐天生重瞳，是太初圣地重点培养弟子。安装了至尊谷后，被太初圣地意外得知了这位小姑娘的存在，所以才让她来探路的。不过这小姑娘至尊谷遗留的道运也快消耗完了，她肯定走不到山顶。什么？还有这样的家人？重瞳、至尊谷，天哪！这要是培养起来，家族最少要多2位圣王级强者，竟然亲手毁了一个，哎，可惜了。这太初圣地也不是人，人家都被挖至尊谷了，伤口受到刺激遗留了些道运，竟然还让他去探路，这是往死路上逼啊！难道我石灵儿今日注定要死在这里吗？也罢，反正已是废人，葬身禁区也好。倒了，他倒下了。难道我石灵儿今日注定要死在这里吗？也罢，葬身禁区也好，纵然不死，也没有机会报挖谷之仇。哎，终归是失败了嘛。李初然面容一沉，准备亲自进入禁区。我若死，天命也；我若活，再短等3000年。老祖，不要去啊！万年来，进入生命禁区采摘圣果之人不计其数，能出来者不足1、2。纵然是真正的圣人，也是有进无回。就在李初然即将踏入禁区之时，却被一道踏空而来的神秘身影硬生生打断。好像是这里。这人有毛病吧？长老都要进去了，他不是来搅局的。卧槽，他竟然进去了！他不受诅咒之力的影响。没想到这个少女身世如此凄惨，父母失踪，诞生的至尊谷也被挖走，现在还被逼进来采药，简直是牛马中的牛马。醒来，少女睫毛颤动，睁眼撞上冷峻面容，指尖触及处，诅咒飞雾如冰雪，欲扬消融，外围传来倒抽冷气声。他坐起来了，诅咒被驱散了。众人看向陈玄的目光也变了，仿佛他已然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桎梏。你是太古生物？放心好了，我不是那群丑八怪，本座是来收你为徒的。这些诅咒对我无效，你体内有我的气息，自然对你也无效。唉，我连至尊谷都没了，你是废人一个，你还要收我吗？你有先驱一个，久被尘世封锁，待到晨光散尽，照破山河万朵，本座传你至尊法，让你重修至尊谷，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话音落，众人纷纷紧盯陈玄，准备等他出来后，让他去里面的圣山上采摘圣果。我愿意拜师。石灵儿拜见师尊。乖徒儿，走吧，为师带你回宗。师尊，他们不会让我们走的。太初圣地是吗？徒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有靠山了。小道友，进禁区摘9颗圣果，我圣地全力培养你。我若不去呢？不去，那你走不了。黄级威压铺天盖地压向陈玄，找死！冲击波散去，几名半步黄级弟子还未来得及反应，瞬间爆成碎片，全场死寂。圣人是圣人。师尊，拦我者死，你还要试试吗？多谢前辈手下留情，但我大限将至，此番最后一次希望，你走不了。他带了伪极道兵器七星中，那可是能震碎圣人魂的东西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今日你去也要去，
不去也要去。念你向天争命的份上，饶你不死罢了。下辈子投个好胎。他一巴掌秒了半部圣人李初然，硬抗极道武器七星中，换我都被震成智障了。虽然不是纯正的极道武器，但也算有点作用，就留下吧。我靠，他在清除圣人印记，不能参见大圣。不好，极道武器的圣地印记被抹除了，初然那小子肯定出事了，他带走了极道武器。是谁敢对我们太初圣地下手？马上通知圣主召开紧急会议。我现在就去太古神脉，一定要夺回极道武器。太初圣地内，闭关老者纷纷苏醒。徒儿，咱们走吧。师尊他竟然如此强大。师尊。站住，留下极道武器。就在此时，禁地山头突发异象，映出混沌初开的灵泉水。异象，混沌初开，这是什么异象？难道是有宝物出世？不对，快看那水，其中似乎蕴含着道运之力。那是混沌圣水的异象。天哪，禁区里怎么会有混沌圣水？这可是连圣人都眼馋的修复圣物。徒儿，这混沌圣水对你很有用，可助你重生至尊，愿不愿意随为师去取？师尊不可，禁区内有诅咒和太古生物，极道武器动静已可能惊醒他们，徒儿不愿你犯险。催生之物就在眼前，何必舍近求远？走。此子竟能在禁区内飞行，为何我看不透他的修为？师尊，这洞口如此诡异，该不会是太古生物巢穴吧？圣水在洞里，咱们去取。这是他们故意放出圣水，引我们入内。是他们故意吸引我们。呵呵，跟在为师身边，一切无碍。圣火引不来你，混沌圣水还引不来，快进来当养料吧。师尊快看，那是神元液，据说神元本是太古时期遗留之物，如今早已绝迹。一个太古生物有什么好怕的？师尊快别看他，徒儿听说只是太古生物会惊醒他们，咱们要小点声。装睡的把戏，也敢在我面前玩？糟了，这声音，我的意识在模糊。师尊，来。死了，师尊太强了吧？慌在这儿，走吧。该死的人类，竟敢杀我们教！就算你是准帝，也走不出这里。哼，准帝，你们以为我是来送死的？18尊太古大圣巅峰，圣地也没有这等强者，师尊要如何应对？杀了他！磅礴气息压在山洞之战，陈玄巍然不动，石灵儿被威压震得差点跌倒，这才惊觉师尊竟是大帝。哪怕本座一手护土，一手持剑，一斩尔等如土狗，今日便灭了你，平定禁区之乱。大帝，这不可能！技术湮灭。原来师尊是大帝。快看，圣山在震动，这动静，难道太古生物苏醒了？不对，刚才那灭了李初然的年轻人进去了。这轰鸣升降9天神雷，我快顶不住了！所有人退离百里，地阶修士快用灵气护心脉。远处山脚下，平民跪地叩首，声轰鸣声交织，修士们纷纷涌入。禁区内没动静了，那少年应该陨落了。可惜呀，他若不死，将来必定成帝。刚才的威力像极了太初圣地的七星钟，难道真能驱动极道武器？来晚了，七星钟怕是随那小子埋在里面了。没了极道武器，如何与其他圣地抗衡？只能全力培养石瑶瑶了。他的重瞳至尊骨是最后的希望。师尊，那些怪物都死了吗？
有点死了，但这些血肉中的诅咒之力。师尊，那堆亮晶晶的石头是不是神元？我们带回去吧。被诅咒侵染了，没用。缥缈宗的灵气可比这强100倍，拿了圣果就走吧。这诅咒之力比禁区浓郁数万倍，却带着诡异的道韵，不对劲。只听过至尊骨，哪晓得还有至尊体啊？仙经第一页，身为至尊体，当镇压一切敌。心中碎，圣帝天威尽丧，少年若还活着，必成我圣帝大敌。即刻封锁禁区消息，3年内任何人敢提一字，斩！倾尽所有资源，立刻给我砸在石瑶瑶身上。太初圣地的长老来得及，走得也急，这阵仗真是让人唏嘘啊！他们还想重铸极道武器，做梦！7星中的材料是靠祖上大帝攒了数万年才凑齐的，如今东域地道断绝，圣人绝迹，拿什么凑材料？别高兴太早，他们还有准帝女石瑶瑶，就是挖了石莲儿至尊骨的重瞳女，重瞳加至尊骨，未来必定成帝。众人沉默，陆续散去。那独闯进去的少年虽已身死，却在东域大地留下一段新的传奇。陈玄早回了缥缈宗，就算知道这些怪物能重生又如何？他随时能派大地来清剿，反正诅咒之力困着他们，永世成不了真帝。这里就是缥缈宗吗？灵气浓得像仙境一样，太初圣地不及1/1000啊！这位是内门大长老，你跟他去藏书阁选神通，挑完来大殿找我，我给你催生至尊骨。灵儿见过大长老。走吧，跟我来。嘿嘿，系统打开毫无人性收徒大礼包。毫无人性收徒大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仙人召唤卡 X1，恭喜宿主获得神元汇聚大阵，此阵可自动吸收天地灵气化成神元液，安置后每日产1000万斤。恭喜宿主获得潜力测试天梯，共999层，台阶越高潜力越强。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神兵子母问心境，母境召人入幻境，子境显化幻境场景。恭喜宿主获得地兵材料先天混元天石。恭喜宿主获得修为提升卡 X1。恭喜宿主获得永恒战体，此体质为战而生，有无敌心则越战越强。恭喜宿主获得特殊奖励大地召唤卡 X2。永恒战体，来！我靠，这永恒战体比至尊体还猛！特殊召唤卡留着也不能合成，正好开山收徒前给宗门添长老，身份设定为内门长老。属下王朱魔，属下王灭天，拜见宗主。刚才那2道气息果然是新长老，是不是为了开山收徒，长老们都出关了？这2位气场不输那3位长老，难道又是超级强者？咱们宗门也太强了！牛逼！系统这随机起名的路子真是越来越野了。前几天刚弄出沧海啸那3个活宝，这次直接灭天诛魔。起来吧，这是地兵材料混元石，宗门眼瞅着要开山，你们拿这材料去打造宗门令牌，从上到下，长老弟子都得有，赶紧去办。属下定不辱命。2位长老好。徒儿们，为师新收了个小师妹，这会儿正在藏书阁挑功法，没事的都去串串门，认识认识。又收了个师妹，新师妹那可得好好认识认识。师尊说的至尊法居然是仙经，只听过至尊骨，哪晓得还有至尊体啊？仙经第一页，身为至尊体，当镇压一切敌。这也太霸道了！难道堂姐的重瞳还比不上我的体质？石灵儿继续翻看，更是震惊。此书创始人拿圣人境硬刚3000胜，成帝后敢跟黑仙掰手腕，仙人之下无敌，仙人之上一换一。这至尊体也太猛了吧！好了，功法挑选完毕就去大殿吧，宗主还在等你呢。莫怕，这几位都是你师兄师姐，过去认个亲。师妹好，我叫林凡，你就是新来的小师妹吧？叶倾城，慕容璎珞，师妹叫我璎珞就行。灵儿见过师兄师姐。功法挑完了，接下来是去住处还是去幻塔逛逛？我们带你熟悉熟悉。师尊让我挑完功法去找他，估计还有吩咐。好，边走边聊。师妹你这体质，等等，你说你被挖了至尊骨还被人丢进禁区，还有这种丧良心的人，要是让我撞见那姓石的，非出他1万个透明窟窿。放心，以后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事吱一声，师兄师姐给你兜底。谢谢师兄师姐，这仇我一定会亲手报。
大地中期到后期，一张卡的事儿，等突破了，单凭万古剑体和永恒战体的底子，再加上几道武器傍身，仙人之下谁能扛得住？来吧。成了，大地后期，就这实力，再遇上那群太古老东西，瞅一眼都能给他们瞅碎了。你们就不必进来了，回房修炼去。师尊怕是要单独指点石师妹了。师尊为何关门？怕你等会儿浑身湿透不好意思。进去吸收吧，为师护法。这圣水足够催生出新的至尊骨。师尊既已闭目。哦，妈呀！我操！你脱衣服做什么？不脱怎么泡圣水？谁告诉你要脱了？直接跳进去。可您关门。说了怕你湿漉漉的难堪。弟子明白了。师尊，哪里不是？徒儿想问，天生重瞳和至尊体哪个更厉害？都厉害，但至尊体更甚。可重瞳已是无敌路，为何至尊体更强？因为仙路尽头谁为峰，一见至尊终成空。这至尊体竟如此霸道。安心吸收，注意肩头变化。师尊，肩头好痒，像有东西要钻出来。至尊骨的天赋神通要激活了。天赋神通现在就能激活吗？混沌圣水催发下，你的体质已非寻常。至尊骨天赋神通上苍劫光，刚重塑便激活，不愧是超时星潜力的徒儿。这劫光虽未经修炼，却能射穿无防御的天王境身躯。师尊，我感觉好累。正常，上苍劫光威力巨大，以后少用。此果蕴含磅礴生机，把它吃了恢复，之后修炼至尊法。多谢师尊。待你恢复，便需稳固境界。虽然宗门灵气浓郁，但环境又不能当钱花。以后弟子多了，自然要有对弟子的补充。刚刚获得神元大阵，可持续产出神元液，不但能让弟子修炼用，还能当钱花。大阵就落在此处吧。卧槽，牛耳逼之！系统出品必属精品，此地便叫印超峰吧。哦，不对，叫神元山。风华雪月，宗主，为师近日探查外界，发现猥琐修士每日窥视你二人扫地，此举有伤风化。你二人以后不必扫地，神元山原石已快堆满，需采原石入库。神元石在峰内可以随便使用修炼，另外再补你们大量原石作为酬劳。神元石，这可是全大陆求而不得的东西，竟然可以无限使用，美滋滋。谢宗主。美女采原，其味也香。自此，神元山里多了两道忙碌的身影，犹如勤劳的蜜蜂一般，每日在仓库与神元石里来回穿梭。有了神元液，弟子们修炼果然稳步上涨，尤其石灵儿这丫头，动不动就喊我乃至尊体，当镇压一切敌意。如今往那一战，便有王霸之气，倒是脱了柔柔弱弱的模样。宗主，宗门令牌已打造完毕，分内外门长老、弟子等系列另配胸牌，便于分辨身份，省去偷令牌的麻烦。甚好，待开山收徒之日，便可分发下去。真是越来越期待这波能收多少徒弟，哪怕是收一波9星以下弟子，也能召唤一堆圣人。宗主，这些物品都添加了混元石，防御力强悍，难以毁灭。而且由于混元石特效，其中还可以记录弟子气息特征，即便令牌丢了，也可以通过其中气息来分辨对方是否为宗门弟子。你们倒是想得周全，这气息烙印的深，寻常手段怕是去不掉。多谢宗主称赞。行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分发下去吧。另外再多做一些，到时候分发给新来的弟子。遵命。刘月，这是宗主发的身份令牌，代表着各自在宗门内的身份，你且收好。多谢长老。送完离宗主大殿最近的柳月后，什么沧海啸3大长老，另外4位亲传弟子全都挨个发。甚至在神元山采原的进修弟子风华雪月都收到了身份令牌。
而叶君临在陈玄的授意下，给他特意安排了一个杂役长老的身份，好歹一个家族老祖，也是自己亲传弟子的娘家人，当个进修杂役弟子，属实有点过不去。姐姐，这小蓝衣还真好看。妹妹，咱们也算有身份了，好好干，争取别被赶下山。虽然是干活，但这里充足的天地灵气，让他们的修为比在外宗的时候进步还快，干着干着就突破了，可不想下山呢。随着越来越逼近缥缈宗开山的时间，来此参加宗门测试的修士也越来越多，每天都以数千万的人数增加，特别是最近几天，人数更是暴涨，每天能来境地修士，导致缥缈宗外人满为患。哥们帮我盯了点位置，我得去200里外接手，再忍下去膀胱要炸了，忍吧。再过3天就测试了，这回离队回来准没地而战。半个月前就守在这儿，腿都站不好了。但愿缥缈宗别卡得太严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熬着熬着，众人就等来了缥缈宗开山的日子。这一天，缥缈宗所有长老和弟子齐聚宗主大殿，佩戴整齐宗门身份牌，等待着陈玄发话。诸位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只等宗主一声令下。好，走吧，开山收徒。出来了，缥缈宗的人出来了。中间那个 C 位就是缥缈宗第108代宗主吗？好年轻啊，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呢。听说他一巴掌拍死了3位皇级。那个女的好像是一道灵魂。真是个灵魂，看胸牌好像还是亲传弟子。缥缈宗这么猛，连灵魂都收。好家伙，怪不得一夜之前敢不把魂殿放在眼里，原来他们弟子里也有灵魂。这个灵魂不一般，灵魂之气非常纯正，若是魂殿的人知道就麻烦了。缥缈宗根本没把魂殿放在眼里，来也不怕，我一定要加入缥缈宗。数亿修士激动不已，见状，陈玄微微抬手，放出了测试天梯，顿时间，眼前的场景直接变换成一条高达999层的天梯直通宗门。组长，快看，那是我们叶家老祖，对，就是那个杂役长老，嘿嘿，我们叶家的。此为测试天梯，为第一关测试，可测试你们未来潜力。修炼天赋只是人之潜力的一种，但天赋低下并不代表潜力不足。只要能登上天梯，仍旧可以成为武宗弟子。此为测试规则，只要能通过天梯测试者，自动进入第2关心性测试。只要心性没有问题，便可直接入宗。就一关，还是爬楼梯，看起来好像有点简单啊。潜力测试天梯是啥玩意？没听过啊。潜力有修炼天赋重要吗？9星天赋便可入圣地成圣子，在这儿只能成内门弟子。测试开始，宗主一声令下，全体修士开始疯狂。快点，兄弟们！请宗主入座。宗主没走，坐在主位上盯着测试呢。听说测试一共7天，他作为一宗之主，第1天得来坐镇，后面就不一定了。眨眼间就有无数人跳到10几个台阶上，后面来的只能挤着往上爬，使劲往上跳呢。可在天梯面前，不管修为多高，一次只能跨1个台阶，没法跨阶。快看，那不是被魂殿追杀的萧晨吗？他冲到第1了，好家伙！萧晨公子到第1位了，太好了，他太猛了。我儿子跑哪去了？怎么一直看不见？老爷，您往底下看，别挤我，卧槽！哇，踩我脚了！整个现场乱成一锅粥了。虽说有人冲到100多阶，但底下还有密密麻麻的修士往第1层冲，人太多了，离得远的还没到呢。废物啊，废物！这是我生的种，他们的人家都冲到100个台阶了，他竟然还在第10个台阶，妈的，迟迟都赶不上热乎的。卧槽，什么玩意跑过去了？他快追上萧晨了，又一个天才出现了。韩跑跑，天生倒霉体质，专业克师，克死的宗门没有800也有1000。这仅仅是缥缈宗第1届弟子招收而已，来的人数多也就算了，最顶尖的天才竟然也来这么多，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。尤其是台上遥遥领先的那2人，硬是把后面的修士拉开了1大截的距离。这不是韩跑跑那倒霉玩意儿吗？走到哪练，师尊都死了好几个，根本没有宗门敢要。他要是入了宗，大家会不会跟着一起倒霉啊？不知道缥缈宗那3位内门长老能不能扛得住？应该扛得住吧？那3位长老随手撕裂虚空灭三宗，最差也是圣人级别，实力非常强大。这扫把星转世，希望缥缈宗能镇住他的霉运，不然万一入选，连着家族也跟着倒霉啊！此次缥缈宗开山收徒，果然天才云集，不过第1一定是我的。萧晨这么想着，立刻也加快速度，跟韩跑跑形成你追我赶的局势，疯狂往上冲刺。一时间2人竟冲到了700多层，现在连600层都没人到，直接拉开200层差距。
才230层就上不去了吗？我明明3星天赋，连隔壁家族妻子都到300层了。599层，再进一层，家族无忧。老爷，少爷登上第600层，成第3名了。我儿获得缥缈宗名额了，家族复兴有望了。忽然一道身影穿过人群，径直踏上第600层阶梯，第601层、602层，转眼便超越了刚刚排名第3的人。沈平，双修之体，同房就能增加感悟，睡着睡着就无敌了。叔叔终于获得缥缈宗资格了，女儿，以后你也要加入宗门，为爹爹报仇。与嫂嫂同房后身心充沛，说不定能成内门弟子，逆天改命。沈平刚冲出去，又一道身影成了第4名，这人速度比沈平还快，完全不弱于萧晨和韩跑跑。那不是在宗门口摆摊卖材料的吴德吗？他也这么猛？马德是吴德，他盗了我家老祖的墓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皇上，到皇陵的就是上面那个人，末将这就把他抓回来。不怕死你就去吧，能不能动点脑子？这可是缥缈宗开山授徒现场，就算动手也要等他落选。可是他都已经达到入宗资格了，皇上，这只是第1关，还有第2关呢。如果他能入宗，此事作罢；若不能，把他给我剁碎了喂狗。人群里类似的场景发生在各个角落。对，他就是个盗墓贼。上次我去上坟，他突然从墓里爬出来，现在我看见土堆就犯堵。我弟就说了他一句，3座祖坟全被刨了，就跟他吵了一架，他爷爷的坟都被掀了，这仇不报，死不瞑目。吴德天生极阴之体，对阴气有本能渴望，羡慕如痴。他也想过正经解决矛盾，但只要闻到土腥味，浑身骨头就发痒，钻木比啥都痛快。别人记恨，去瞧谁先惹他，谁祖坟遭殃，这叫因果。这4人都是天纵之资啊，连第4名都进800层了，看来他们应该都能成为内门弟子。第1位内门弟子诞生了。门前广场之上，得知进入900层的人诞生，喝茶的陈玄也微微抬头看去。萧晨，少年天才，遇戒指内要老灵魂被误认为废材，导致未婚妻退婚后跟随戒指内要老灵魂修炼有成，外出帮助药老恢复肉身的路上，导致灵魂泄露，又被魂殿追捕，四处逃窜。韩跑跑、御空五重天、厄运之体，最为突出的便是克宗、克师。数月前刚刚克灭所在宗门，宗门上下全灭，无一活口，而后开始了流浪人生。吴德，御空五重天，极阴之体，天生极阴身，对至阴之物无法抗拒，喜爱盗墓，睡在墓穴中与尸体同眠。在墓穴中，不管是修炼还是感悟，成果倍增，进步飞快。沈平，林海静，双修之体，初次同房时自动激活该体质，换人后效果减半，以此类推，越换人效果越差。目前体质已激活，这特么好离谱的前4名，唯有这个萧晨看似正常。宗主难道也被我的潜力给震惊了吗？不够，我还要往上卷，一定要震惊宗主，让我萧晨之名响彻天下。就差9层了，我一定要登顶。纳兰嫣，你不是看不起我吗？我今日就要让你知道，我萧晨不但能打败你，更可以名扬天下。够了，萧晨，这测试天梯压力巨大，能来自已然不易，而且一颗无敌的心永远比潜力重要，万不可冲动。日出日落，第1轮测试结束，最终萧晨定格在998层，韩跑跑冲上997层，吴德紧随其后到995层，沈平稳扎稳打停在990层。居然一个实心潜力的都没有，希望后面几天能出几个。恭喜4位师弟通过第1轮测试，请随我去长老处登记。好强的气息，比我死去的师尊还强。缥缈宗亲传弟子竟然如此强大，犹如燕雀与鸿鹄，星辰与沙粒。多谢师兄师姐。别看只是外门，数亿修士里成功登陆600层以上的才100余位，未来别说外门，就连缥缈宗的一个杂役都能镇压一方。为什么我连第100层都上不去？明明我的天赋还可以啊！这4人如若成功入宗，将来必定是一方强者，前途不可限量，一定要和他们打好关系。周围全是大佬，咱们在外头是天才，在这好像什么都不是。宗主，第1轮测试共150人通过，进入内门资格者占4人，其余大部分是刚到6星潜力的外门弟子。登记完就开始心性测试吧。此乃子母问心境，可让你们进入幻境，看出你们在幻境的所想所做。心性不合格者，境中身影变黑，越黑越不合格。测试结束，境中无变化者可入宗。准备好了吗？ 1年后，缥缈宗遭遇灭门危机，大师兄战死，
柳月兵死，其余师兄弟全部殒命，宗主、长老不知所踪。大师兄，宗门发生什么了？柳月师姐，快醒醒！师弟救我！宗门被其他几家超级势力围攻，宗主、长老尽皆陨落，我等弟子奋力反抗，终是不敌。哦，是吗？宗主长老全部陨落。师姐，反正你也活不成了，不如让我快活快活，很快的，一点都不疼。哥们，你在幻境里干了啥？镜子里的倒影黑成美酒了。还有你刚才喊很快，啥很快啊？哥，我角落里装鹌鹑了。继续看其他人吧，现场比他古怪的多着呢。大王，我偷到大虚空术了。多谢大王，多谢大王。什么破烂宗门毛都没捞着。别扎我，我是卧底。我前说啊，我看男人洗澡怎么了？都是爷们儿，有啥大不了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！你们几个不合格，滚！纳兰烟想破宗，从老子尸体上跨过去。此子心性正直，倒是个可塑之才。韩跑跑，焦长老饶你不死。嘿，我死了5任师尊，这次谁也不扔。好孩子，能不能把我放在瓶子上自己躺着？哦，残废的仙气没用。我去，是本宗长老，对不住了，挖谁也不挖自家人，这就给您合上。还行。叔叔，你如此欺负人家，人家夫君万一知道了怎么办呀？嫂嫂，道友他已经离世了，是他托我照顾你的，我也没有辜负他的遗言，这不是把他的女儿照顾的长大成人了吗？相信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会谅解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住手，沈平，你竟敢欺辱我妻子！枉我把你当兄弟，今日我要杀了你们，灭了你们缥缈宗所有人。道友，你听我解释。不对，这里是缥缈宗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奸夫，我杀了你！夫君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，当初是我为了找个靠山主动献身于叔叔的，这些年他养大了我们的女儿啊，若是没有他，你女儿和我都不知道要遭受多少废人的待遇。道友，对不住了，你擅闯缥缈宗，我必须把你抓起来交给长老处置，不过我会为你求情的。嫂嫂，道友，这关系也太乱了，他们到底干嘛了？为啥那男的要杀沈平？就是他们做了苟且之事。苟且之事是啥？沈平虽然好这口，至少知道护着宗门，随他去。恭喜宿主获得普通收徒大礼包 X101，恭喜宿主获得奢华收徒大礼包 X4。果然还是全面收徒牛逼，礼包数量惊人。不过普通和奢华礼包里面会有好东西吗？数一修士经过2轮收徒测试，现场仅剩105人。老叶、战天，你们两族入选几位？回宗主的话，叶家年轻一代不争气，一个都没入选。属下家族入选了1人。各给你们家族5个名额，把潜力最高的5个带过来，去外门登记，然后测试。 5个名额足以让咱家族彻底崛起了。多谢宗主，属下告退。他们为什么能获得名额？不公平啊！那2位都是缥缈宗的附庸势力，曾经在3宗攻打缥缈宗的时候，拼死支援宗门，全族拿命换的。第1天的收徒结束，陈玄躺在主峰顶拆起了礼包，毕竟宗门也是时候添点人了。系统打开所有普通收徒大礼包。好嘞，所有普通收徒大礼包打开成功。恭喜宿主获得天王召唤卡 X101 张，恭喜宿主获得玄黄母器 X1001 十缕，恭喜宿主获得圣级洗髓丹 X1010颗，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神兵级战船 X101艘，恭喜宿主获得普通神兵武器 X101把。然后呢？这就没了。没了。我靠，这些奖励除了召唤卡，也就玄黄武器有点价值，至于其他奖励全是新手装备啊。这不妥妥的给弟子福利用。系统把100张天王召唤卡合成。恭喜宿主获得10张黄级召唤卡，是否召唤？继续合成。恭喜宿主获得1张圣人召唤卡，是否召唤？召唤吧，身份安排为外门长老。身份安排成功，圣人长老召唤中，召唤已完成，正在向宿主赶来，
请宿主稍等片刻。属下拜见宗主。你身为外门长老，外门弟子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了，去接收吧。100张天王召唤卡就合成了一个圣人，虽然数量大幅下降，但质量却很强，毕竟一名圣人足以遨游整个大陆。无奈本宗外门长老，以后你们在宗门之事由我来负责。等测试大会结束，我再为你们安排修炼事宜。圣人长老大手一挥，101位外门弟子瞬间被移至其身后，众修士震惊。移形换位，这好像是圣人才能用的手段。圣人当外门，那之前灭了3宗的3位内门是什么实力？理应比外门长老强吧？难道是圣王？实则内门长老为大帝中期，外门长老是半步圣王，远超众人预期。系统打开所有豪华收徒大礼包。豪华收徒大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圣人召唤卡 X8 张，宗门设施炼丹楼1座已在宗门显化，宗门设施武器阁1座已在宗门显化，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神兵 X40 已存放于武器阁，雷霆净水 X40吨，圣品灵魂溶血丹 X4。不算太好，但比普通礼包强。现有14张圣人召唤卡，能合成 1.4 个大帝。等收徒结束，凑齐完整大帝再召唤吧。这灵气比传闻中浓100倍，缥缈宗果然是隐世大宗。刘仓，弟子们刚入宗，若有家事未毕，给1天时间回去处理。宗门修炼设施、神元业补助等等，你可以酌情按照内外门不同身份进行分发。武器库里的极品神兵也可以分发给有需要的长老，普通神兵可以按照表现进行奖励。宗门资源太高级，新进弟子用不了，你抽空出去采购些低级资源，锅碗瓢盆、服饰、炼丹炼器药材、灵气、魂牌等，买最好的，神元业随便花。是。行了，去安排吧。明日开山测试你带头。虽然礼包开出的东西我看不上，但对于普通弟子来说，哪怕是最垃圾的，他们都带不动。而且炼丹之类的总不能拿不死神药和蟠桃炼吧？估计能直接吃死这群小卡拉米，还是先提升他们实力吧。宗主有令，我现在传达给你们，仔细听好。第一，有家事未毕者，可给1天时间回去处理，7天内均可。第二，入了宗就是缥缈宗的人，永不背叛，同门之间必须互相帮助，禁止争斗，违者门规处置。第三，宗门修炼设施都可以随意使用，无限制。外门弟子可以挑选1门绝技神通和1本仙经或者地经，具体看自己运气。内门弟子随意挑选能参悟即可。功法神通禁外传，违者后果自负。第四，本宗每月会发放适量的神元液给你们修炼，希望你们能好生修炼，报效宗门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仙经、地经、神元液，圣地亲传都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外门就能有。缥缈宗外门堪比圣地圣子，不，圣子都未必有这待遇。努力修炼，报效宗门，千山万海亦不能挡。内门住山腰，外门住山脚角落，此处是你们外门弟子住所，今后就在山脚修炼，不得踏入山腰。角落的灵气都这么浓，比外界圣地核心区还强。我突破了！我靠，走着走着就突破了。兄弟，我家就在山下，帮我给爹娘传句话，说我入宗了，勿念。我这有颗灵海丹，这丹送你。不用，举手之劳。大部分弟子进了宗门之后都不愿离开，生怕少修炼1秒就亏几个亿。快看，我儿子带上了外门令牌，我儿子是缥缈宗弟子了。对，那个就是我儿子，我在这里。爹，你别那么激动，宗门的福利超级好，要不是怕你担心，我都不想出来。现在我已经入宗，快回去吧，以后有空我自会回家。急什么？长老让你出来多久啊？这一回应该不耽误吧？你能入选缥缈宗，咱们这一脉终于出了厉害人物，以后家族里谁还敢欺负咱们？走，爹带你去500里外的玉冲楼，你不是好奇吗？爹请你，明天天一亮就回来。爹，宗门里环境和仙境一样，已经有弟子走着走着就突破了，我还有同门的话要传，你自己去就好。谁是王德发的家人？仙长，我是他父亲。王德发让我转告，他要抓紧修炼，让你直接回去，不必担心。还有谁是大理天国的人，帮我转达一下。骆长老，缥缈宗内门长老来采购资源了，来者还是撕裂虚空，一巴掌拍死超级宗门的那位，属下不敢怠慢，特来禀报。缥缈宗的圣人来了。是，他们宗门刚收徒，说以前的资源太好，新弟子用不了，缺低级资源，来采购的。这听起来像炫耀啊！难道缥缈宗全是珍宝？圣地都不敢这么说，怕是隐世太久，资源耗尽，不好意思说吧。带我去吧。是。前堂内，刘仓端坐，面前茶水一口未动。洛飞先上前，
微微轻笑，抱拳行礼。晚辈洛飞轩第10分阁长老，欢迎前辈的光临。本座刘仓，洛长老不必客气。洛飞轩看向未动的茶水，以为对方不识货，客气解释。前辈，此茶名为三叶圣茶，生长于东海圣岛，3000年方可采摘一次，对圣人之境有着莫大帮助。前辈不尝尝吗？呵，区垃圾，喝了犹如本座肠胃。还垃圾？这可是圣人中都稀缺的东西，看你是缥缈宗圣人，才拿出来招待你的。怕是你方才没认出来，现在不好意思喝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只喝这个。悟道茶。怪不得大家都喜欢装逼，原来是这种感觉，还真有点小愉悦。主要是采购的东西多，不展现点实力，对方怕是不会轻易拿出珍宝示人。贵宗实力果然雄厚，不知前辈要采购哪些物资？洛长老客气了，本座此次采购很简单，虽然都是些低级资源，但太差了也不行，你就照着圣地使用的那套资源给我准备就好。那个前辈，圣地弟子所用资源种类繁多，而且耗资巨大，其中有魂牌、服装、武器、丹药、药材、器材、符箓等等。另外，光是丹药武器，这些都是贵重物品。你真的每样都要吗？切，谁说我要照着圣地弟子的规模了？刚才不是前辈说要照着圣地使用的资源采购吗？本座没说照着圣地弟子，而是照着圣地圣子来，而且这是最低要求。圣地圣子所用的东西，我们外门弟子都要有。至于我们内门所用，就按照圣地长老所用规格采购。怎么有困难？钱不是问题，本座用神元石支付。前辈，那你打算采购多少资源呢？毕竟圣地圣子所用资源都是珍品，如果需要的多，我们可能要到总部调集。灵宝服饰先来个5000套吧，然后极品灵器什么的也来个3000套，那些药材、器材之类的尽量多来点。这些只是定金，等东西凑齐后来缥缈宗结尾款。另外我知道你们凑不齐，但凑多少算多少。对了，服装款式多来点，阶级标志要明显。好，这一单我们珍宝阁接了，我马上联系总部和各大分部调集资源。那就告辞了。这是本座的传讯符，有问题与我联系。神元石对于顶尖势力来说可是保存底蕴的罕见珍宝，无数圣地每年都耗费大量精力获取，此次能换来神元石，对珍宝阁背后的荒古世家绝对是大功一件。马上给我联系总部与各大分阁。是。此次定能获得珍宝阁的圣品定神丹，希望定魂丹能让我彻底摆脱脑海里的那个呼唤声。这段时间，脑海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催促他往某个地方去。更离谱的是，画中之人几乎和他长得一模一样。他到底是谁？这声音连我黄阶后期的修为都压不住，太可怕了。圣品定神丹能斩断神魂联系，可加入荒古世家就要一辈子受束缚，说不是没别的办法，谁愿做他人附庸？洛长老，总部有回信了。无论如何，这次一定要换到定神丹。远处缥缈宗前云雾缭绕，无数修士围聚议论。缥缈宗是真仙境，里头道运飘的到处都是，走2步都能闻着突破的味儿。是啊，昨天新进弟子刚进宗门大门，噌地就突破了，走到住处时连破3个境界。这么夸张？你怕不是编的吧？这算啥？人家外门长老都是圣人，内门长老怕是得是圣王。我还听说有弟子睡着觉都能突破，上厕所时都能进阶呢。缥缈宗，去往荒州缥缈宗的飞舟马上发车，要去的速来。昨天才发过船，今天怎么又有？托缥缈宗的福，现在1天1趟，贵是贵点，但值啊！走了，等等我也去。消息越传越远，当缥缈宗开宗第2天的时候，9州之外的飞船一艘接着一艘的往缥缈宗所在的乱谷山脉运人，一些落魄宗门抓住商机，拼命干起了运输生意。小道友，乘咱这船去荒州，3天就到，价格只要霸主势力的1半。道友可是去参加测试的，上好的气运丹来1颗吧，保证你吃了气运爆棚，说不定就能成功入宗。月轮宗清仓大甩卖，丹药、灵草全有，便宜出了。一时间，无数小宗门赚得盆满钵满，宗主徒弟们个个喜笑颜开，更有离谱者当场建起了厕所，以供人满为患的修士方便。逍遥宗公共厕所，1次1块零食，想上多久上多久，保准干净。上趟厕所要1块零食，你咋不去抢？嫌贵就去300里外解决呗，回来没地站了可别怪我。缥缈宗山门外人流涌动，修士们陆续撤离，摊贩收拾摊位，吆喝声、议论声此起彼伏。徒儿，收摊了，这次咱们赚疯了，回去马上给你安排1件低级灵器。低级灵器，真的吗？10吨，左切10吨，后切10吨，跪切10吨。
结束了，走了。来了那么多人，每天只收100多个，缥缈宗的收徒严格程度比圣地还严，靠背了，下次不来了。宗主，本次收徒历时7天，共收内门弟子12人，外门弟子1010人。我已知晓。收徒消息传遍9州，测试10多亿人，收1000来人不算稀奇。让你采购的资源怎么样了？已联系珍宝阁，过2天便能送到。退下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系统，打开所有收徒礼包。普通收徒礼包899个，豪华收徒礼包8个，全部打开成功。恭喜宿主获得天王召唤卡899张，圣人召唤卡16张，太古神兵8把，普通神兵1000，高级神兵1000，数量可观，尤其太古神兵比极品神兵还强，属于准地级兵器。这召唤卡攒了一堆，终于可以酣畅淋漓的合成一次了，正好提升宗门实力。系统，合成全部强者召唤卡。丁，合成完毕，获得90张皇级召唤卡，3张大地召唤卡。继续合成。合成完毕，获得9张圣人召唤卡。使用9张圣人召唤卡，3张不可合成的大地召唤卡。以后所有召唤卡全部按照实力默认长老身份。丁，召唤成功，身份刻画成功，长老们正在赶来中，请宿主稍等片刻。属下拜见宗主。你们的职位找刘仓安排，去吧。是。这一幕若被外界知晓，必震动大陆，大地齐聚，圣人成群，足以横推荒古大陆乃至星空。剩下的仙人召唤卡和大地召唤卡留着，凑齐了合成仙人，防范黑暗至尊才稳妥。随着几天时间眨眼而过，新来的弟子们也纷纷突破。好恐怖的气息！难道林凡师兄突破到天王境了？这也太快了吧！这才几天啊，就天王了！天哪，他彻底改变了我对修炼速度的认知。果然亲传弟子没有一个简单的。据说那几位师姐也都逼近半步天王的境界了。唉，恐怖啊！宗门服饰已到，所有弟子、长老来宗门广场领取。哇哦，服装到了，珍宝阁采购的肯定不一般，快去！快走啊！还愣着干啥？听说这次服饰品质极高。原来传言是真的，这环境竟让我有突破皇级后期的冲动，连那圣品定神丹都压不住的呼唤声，进了宗门竟消失了。广场上堆满小山般的资源，各式灵宝级服饰，高级灵气散落其间，灵光闪烁。刘仓站在资源前，满意点头。骆长老，资源我看过了，没问题，这是尾款，你查收一下。前辈，这些神原石晚辈只要1半就够了。数量是你定好的，怎么只要1半？有事相求，这点神原石我宗还不放在眼里，不必用这个交换。他竟看出来了，这可是几十颗神原石啊！前辈，晚辈不敢提要求，只是想在贵宗讨份差事，哪怕做杂役也行。用几十方神元换杂役差事，倒也正常。这仙境连我都稀罕，何况他这修为？此事需请示宗主，宗主同意即可。是，多谢前辈，太感谢前辈了。洛飞轩转身走向资源堆，自发分解分类，动作麻利，极力表现自己。只要能留下，就能躲开那个声音，就算以后抵抗不住，宗门这实力也不怕。哟，大哥，嫂子不像本地人，没见过啊。不是，他是珍宝阁长老来送资源的，想来咱们宗门当杂役，我还没请示宗主呢，他就自发干活了。嚯，这样啊，看起来还挺勤快的。周围长老们站着，只有他一个女人蹲在太阳下，虽觉怪异，但并未在意身份差距。哦，对了，弟子们也快到了，你们来给弟子们分物资，然后多余的收到仓库里。是嘞。不久后，一波波弟子陆续到场，广场上人群聚集，弟子们看到地上的资源，目光紧盯，小声议论。高端材料炼制的灵宝衣，高级灵器，灵宝鞋子，灵宝腰带。天哪，这要是套身上，绝对能比肩圣子。圣帝圣子也只不过穿着高级灵宝衣服，手拿极品灵器而已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不知道我们外门能不能领一件最低级的灵宝衣服？应该不能吧？那些灵宝肯定是为内门弟子准备的，咱们能领一双灵宝腰带和一把最低级的灵器就不错了。我好像没看到普通的衣服啊，难道没给咱们外门准备吗？还是咱们外门的衣服没拿出来？好羡慕内门弟子啊！一众外门弟子小声议论，眼神里满是羡慕，完全不知道那些灵宝全是为他们准备的。好了，安静，亲传弟子过来领取，一人10套极品灵宝衣，然后每人可以到武器阁选一把神兵。
内门弟子过来领取，每人8套高级灵宝衣，1把极品灵器。看着内门弟子领取资源，一众外门弟子羡慕之情更甚。外门弟子听令，每人3套普通灵宝衣，2套高级灵宝衣，1把高级灵器。2套高级灵宝衣，1把高级灵器，这比圣地圣子都差不了多少啊！还只是装备，不算修炼资源。要是加上资源，圣子都比不上咱们。在缥缈宗当外门，比在圣地当圣子强多了。多谢长老。去吧，下一个。进修弟子和杂役也依次领到资源，所有宗门成员均有份。发放完毕后，不同等级的服装清晰区分了身份，省去了佩戴胸牌的麻烦。骆长老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去见宗主。山巅云雾缭绕，陈玄靠在摇椅之上，悠然自得。宗主，这是……刘苍话音未落，陈玄突然睁开双眼，一手指天，远处星辰瞬间化为齑粉。一指击碎星辰，缥缈宗宗主都猛到这个地步了。宗主果然非寻常大帝，一根手指头就能压碎一切气息，让星辰变成虚无。我等同为大帝虽然也能做到，却远远不如宗主。融会藏书阁的万千神通果然厉害，只是一指就能压碎万里苍穹，而我仅仅只是注入了1/1000的力量，若是全力一击，怕是周围无数星辰都得毁灭。起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这一指通天，要不就叫上苍之手吧。宗主，珍宝阁第10分阁长老骆飞轩，黄级后期修为，想入我宗当个杂役，属下特来请示。晚辈骆飞轩见过宗主。成熟有气质，看起来还听话，倒是不错。而且宗门也确实缺女性长老，女弟子们修炼出岔子，身子有毛病都不太敢找男长老，抹不开脸。我这么多召唤卡也才一个女长老，真是无奈。你为何要到我宗当杂役？骆飞轩闻言心头一紧，有种回到小时候被长辈问话的感觉，但还是说实话吧。贵宗环境如仙境，晚辈久被脑海中的莫名声音困扰，深感危机将至，想入宗磨砺自身，只要能入宗，任劳任怨，毫无怨言。脑海里的声音。骆飞轩，黄级后期，潜力9颗星，是宁月大帝的一道残魂转世，主魂苏醒后会吞噬分魂。原来如此，大帝转世重修，主魂想吞噬他补全自身，难怪有声音困扰。这种事万界藏书阁里见过，不过就算大帝亲临我也不惧。你前世是一尊大帝，为活出第2世，自行冰解后化为9道残魂转世重修，而你正是9道残魂之一。脑海里的声音应该是本体神魂已苏醒，想把你呼唤过去将你吞噬，吸收你的神魂补全自身，重活第2世。他怎么会知道？此话一出，骆飞轩浑身一震，彻底吓懵了。一旦被吞噬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岂不是变成一段记忆，还是彻底消失？前辈，请收下晚辈吧。若是不留在宗门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就会被脑海里的声音给彻底蛊惑。晚辈一定会尽职尽责，报效宗门的。前辈，请收下晚辈吧。若是不留在宗门，怕是用不了多久，就会被脑海里的声音给彻底蛊惑。晚辈一定会尽职尽责，报效宗门的。入我宗，便是我宗之人，永世不得背叛。你确定要入宗吗？晚辈叩首，愿以大道起誓，此生此世对缥缈宗别无半分二心，永不背叛。若违此事，甘受天道镇压，形神俱灭，永世不得轮回。既入我宗，本座自当助你一臂之力，就替你斩去你与主魂的联系吧。好强，竟然斩断了本地与分身的联系。斩断又如何？先融合其他分身也是一样的，等本地恢复一些实力，再去融合你。至于敢斩断我与分身联系之人，定将你千刀万剐。就先吞噬你吧。2道身影开始融合，一股纯正的圣人气息在山洞蔓延，万物臣服。我的神魂好像少了一股东西，这声音连珍宝阁圣人都看不懂，宗主竟能一眼识破我是大帝残魂，还轻松斩断了他，他的手段太恐怖了。多谢宗主。起来吧，要我搅了。本宗女长老皆在闭关，你修为虽然差些，但也不必做杂役，就留在外门当个临时副长老吧，协助解决女弟子修炼问题，日后突破圣人便升你为正式长老。直接当外门副长老，成圣人就能转正。传言果然没错，缥缈宗外门长老都是圣人，我竟加入了比荒古世家还恐怖的势力。多谢宗主，属下一定不负厚望。宗主，属下刚入宗，还有物品要与珍宝阁交接，
想回去一趟，刚入宗就出去，会不会让他怀疑？去吧，这点小事不必汇报，找刘仓大长老即可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晚辈多谢大长老引荐，原石我留一半给珍宝阁，剩下的请您收回。区区几十颗神元石，就当你这几个月的俸禄，自己留着吧。这是你的令牌，收好。外门副长老，几十颗神元石只是几个月俸禄，原来这不是宗门珍藏，难怪他们如此阔绰。缥缈宗太强大了，我对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期待了。先去给珍宝阁交原石，和他们划清界限。快点，去晚了，说不定缥缈宗就灭了。对，赶不上就糟了。听说魂殿这次出动的是玄冥二圣。魂殿、玄冥二圣，他们要对缥缈宗动手？就来俩圣人，能行吗？听说缥缈宗好几个圣人呢。什么好几个？肯定是吹的，这你都信？魂殿这二位不一样，联手能敌数名圣人，普通圣地都不敢惹。缥缈宗有圣人也得服软。魂殿本就不会放过缥缈宗，他们还有灵魂弟子，可是灵魂克星。你看，来了吧？别说了，快赶路，去晚了看不到了。幽冥二圣要抢灵魂，宗门被魂殿盯上了，我得回去报信。就算宗门可能更强，也得让长老们提前准备。对方是2位圣人，万一不行就糟了。二位来此何事？一个扫地的外门长老，我们是魂殿玄冥二圣，杀了我这追魂使者，叫你们宗主出来交代，把那个女灵魂和萧晨戒指里的灵魂交出来，不然踏平缥缈宗。玄冥二圣是魂殿顶尖圣人，没把缥缈宗放眼里，觉得就算打不过，抢了灵魂也能走。魂殿向来见魂就抓。好大的口气，竟敢羞辱宗主，找死！呵呵，宗主连面都不敢出，派个扫地的来送死。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大成圣人？不可能！前辈饶命，我等有眼无珠，魂殿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魂主，你踏马坑我！辞退，快走！老成圣人，绝对是老成圣人。好恐怖，缥缈宗太可怕了。快走，别看了，小心被牵连。羞辱谁不好呢？非要羞辱宗主，不杀你们都对不起你们的勇气。这位长老，在下是新来的外门副长老洛飞轩。方才在下听说魂殿二圣要来找我宗麻烦，特意回来禀报，还请长老赶紧通告宗主，早做防范。不必了，魂殿的人已经来过了。什么？来过了？哈哈哈哈！别看了，地上这堆尘就是那俩圣人，我正准备扫着呢。杀了。杀了。魂殿圣人对宗主不敬，理应处死。怎么对宗主不敬的？这杀的也太干脆了吧！那可是2名圣人啊！现场毫无战斗痕迹，除了地上这滩灰，难道是内门长老出手，或者宗主亲自出手了，以绝对的实力将对方镇杀的？缥缈宗远比我想象之中强大的多啊！此事也给我提了个醒，以后要更加注意言行，万一产生误会，怕也被镇杀了。长老，既然已经解决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魂主，不好了，幽冥二圣的魂牌碎了。什么？缥缈宗竟如此强大，连我殿幽冥二圣都能陨落，但真当我魂殿的人好杀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只好提前复活老祖了。魂主终于要复活老祖了吗？荒古大陆要变天了，传我命令，立刻召集所有圣人，拿出所有积攒的灵魂储位，提前唤醒老祖。荒古大陆是时候变天了。宗主，外门长老杀了2个来挑衅的魂殿圣人，他们对您不敬。魂殿灭了吧？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诸魔长老，宗主有令，覆灭魂殿，你去办吧。得令。画壁王诸魔神石覆盖大半个宫殿。找到了。广场中央有100米直挺圆形祭坛，祭坛上放着一口棺材，棺内躺着魂殿老祖祖师，无数魂殿之人向祭坛沟壑倾倒灵魂。呜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哎呀，晚风吹那春来到羊群悠然吃草。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我糊弄你，你糊弄我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。是谁唤醒了我？我操！大地的戳天指，他妈的，到底是谁唤醒了我？
我救你吧！就知道复活老祖，我爹也是失心疯了，何须大费周章复活老祖？给我时间，我将超越老祖。是，魂子大人肯定会超越老祖的，咱们还是快回去吧。魂殿呢？我家呢？走错路了？不可能啊！这条路我都走了几十年了，也没走错。魂子大人，这就是魂殿，魂殿没了，我家没了，我爹呢？老祖呢？家里的强者呢？哦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我没走错啊，这里就是魂殿啊。魂殿呢？难道魂殿被灭了？不可能啊，谁又能灭了魂殿呢？不能是搬家吧？可我都没接到搬迁通知啊。就算故意把我忘了，也不能把其他人都忘了吧？魂殿怎么说没就没了啊？以后我可怎么办啊？什么？魂殿被人灭了？魂殿可不弱啊！难道是超然圣地携带极道武器出手了？超然圣地应该也做不到如此悄无声息吧？仅仅出现一根手指，魂殿就没了。听说魂殿最近与一家叫做缥缈宗的隐士宗门有矛盾，玄冥二圣都被缥缈宗一长老拍死了，并且宗内已经出现了好几位圣人。就算是有圣人，应该也灭不了魂殿吧？魂殿底蕴可是大圣，如果真的是缥缈宗，只能说此宗门远比我们相信中的要强大，不可小觑。没想到又冒出一个不弱于你我的势力。无所谓，多少万年来日月穿梭，斗转星移，普通圣地更迭换代，只有超然圣地永恒不朽。靠的是什么？虽然极道武器和底蕴是后盾，但我们靠的还是审时度势，靠的是巅峰时你退让，衰老时我起脸，只要不伤害到真正的传承，一切都无所谓。缥缈宗注意一些就行了，无需管他。魂殿被灭的消息传遍东域，成为修士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缥缈宗之名也随之响彻东域。紧急消息，神虚秘境提前开启了，1000年一次的那个100岁以下才能进的神虚秘境，千真万确，通道3日后开启，已有修士感应到了。各大圣地圣子，强者必到，又是群雄争锋。不止，听说圣地藏着的神体都放化了，要横扫秘境，借机出世，这是要开启大征之势啊！神虚秘境，东域修士的千年机缘，100岁以下、灵海以上修士可神游进入。虽为精神世界，却实体化呈现，内有凶兽、功法、神魂奇珍，但若精神死亡、神魂重创，则终生难再突破。外门弟子禁止秘境探索，安心修炼；内门亲传弟子自愿选择，入境者需向长老报备。外门弟子无异议，灵海境是门槛，他们修为尚浅，自知入秘境难有收获。内门弟子则多有异动，修为足够的他们已开始盘算秘境之行。秘境开启前一日，内门大师兄萧晨召集众人，他曾登顶998层天梯，实力在内门无人能及。此刻目光扫过众人，神色沉稳。诸位师弟，神虚秘境明天就要开启了，你们都只顾着修炼，也没人提去秘境的事情，要不咱们一起去闯闯？可以啊，那就闯闯呗。去啊，就是不知道秘境里有没有墓。最近一直待在宗门，虽然突破的很快，但手痒痒的不得了。听大师兄的，我也去。我也是，听说很多圣地圣子都会去，刚好去见识见识圣地圣子的风采。咱们12人联手，说不定真能闯出一番名堂。沈平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一起去吧，反正留在宗门也没什么事，去见识见识，说不定回来后突破的更快。萧师兄，你们基本都已经进入凝神境了，我还在御空，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。神虚秘境不进入肉身，但仍旧有神魂重创的危机，尤其是我的修为没到凝神，还是稳妥一些好。没关系，你不是马上就要突破了吗？我们等你，反正神虚秘境要开一段时间，这几天大家争取全部进入凝神，咱们一起进去一起出来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我明天就能突破凝神，多谢大师兄。行，那我抓紧修炼，到时候我们12人一起去。好，现在内门就咱们12人，一定不能给师尊丢脸，定要在神区内闯出名堂，提升自己。秘境明天开启，大师兄和二师姐还在顿悟中没醒，看来只能我们俩先进去了。可以，我们一个天王境，一个凝神8重，应对秘境里的修士足够了。那我们先去师尊那里汇报一声。好。除外门弟子外，其他弟子随意选择。你们要进入神虚秘境的话，别给为师丢人。师尊放心，绝不给您丢人。东域各地修士们忙碌准备，一些没有背景的散修只得将肉身藏于几百米地下，千万别被仇家偷袭了。夜晚，亿万修士严阵以待，东域格外安静，秘境通道悄然打开。缥缈宗主峰，林凡和叶倾城谈息顿悟，林凡充斥剑道之意，叶倾城环绕时空交错气息。
看来林凡师兄和倾城师姐暂时不会醒来了。灵儿，咱们先入秘境吧。慕容璎珞和石灵儿一眼看到，意识纠缠进入全新世界。听说这里死了本体神魂会重创，受伤不恢复也会。确实不错，跟外界一样有真实的感受。走吧，灵儿，跟紧我，你若是走丢了，我可没法给师尊交代哦。行至秘境人群聚集处，周围修士目光紧盯二人，有人悄悄跟随。师姐，有人跟着我们。不用管他们，敢跟上来就杀了，无需多此一举。好。一道白光闪过，地上出现几道身影，全是性感女修，中间站着黄袍年轻男子，女修匍匐地上，组建出人形椅子。男子因黄袍颜色深度是超级皇朝级，没人敢小瞧。用女人当凳子，超级皇朝的人真变态啊！这么离谱的事都干得出来。这些女人的实力可不低呀，没有一个我能看得透的，竟然就沦落为……我帮朋友问一下，买这样的服务需要多少灵石？嚯，自己去抓几个修为低的女修，好好训练 OJBK。算了，我怕被名门正派给灭了，不敢。大皇子，我们去哪个方向？玉三千抬眼，目光锁定远处慕容璎珞与石灵儿的背影。去那两个女人的方向。是，起教。4名侍女先奔后飞，越飞越高，速度极快。姐，这不是那个离开女人没法活，走到哪睡到哪，曾经创下了一次玉女超3000的顶级玉女狂人玉3000，是他，只要是他身边的女人，大到阿爷护卫，小到丫鬟侍女，没一个逃过他的魔爪的。啧，有背景就是好，他们有圣人，名气不输圣帝圣子，将来能让皇朝晋升超人势力。四师姐，她追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她吧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想解三角函数了呗。三角函数？什么是三角函数？就是那个。四师姐，你怎么能说这么些话？多羞耻啊！我看了半天，他们不怕就算了，竟敢无视我，太过分了。臣服我，或者死，把他们抓过来。为什么我连防御都破不开？找死！很好，你们两个够资格当我的新侍女。玉3000竟然亲自动手了，他可是凝神6重天，能战后7境，这下他们俩完了。可恶，我的女神啊！哼！聚灵为印，负压发慌，翻山印出。透明山体呼啸而下，带着千钧之力压垮玉3000。玉3000连轰出道神通，山体纹丝不动。我靠，成了你了！这个女的也太猛了吧！啧，死在神虚秘境，玉3000神魂竟然重创，估计以后算是晚了。这轿子是我的了，找死！玉3000被压倒后，周边围观修士疯狂疯抢那人形轿子。兄弟，联手吧，这轿子咱们一起用。好，联手？怎么回事？他们被抢都不跑。玉3000的轿子都是驯化的女修，没他命令，他们就把自己当死物，就算现场弄他们都不会有反应。卧槽，这么说谁抢到就能随便用，还不带反抗的？慕容璎珞与石灵儿看都没看争抢的修士，转身一冲，围观修士仍在为轿子大打出手，乱作一团。兄弟加把劲，抢到一起快乐啊！神虚秘境开启半个月，能玩半个月呢。是啊，谁抢到就是谁的。当然，仅限秘境关闭前。对了，道兄，你怎么不去抢？难道道兄不近女色？不怕秋后算账，你就去吧。这些人或许可以享受一阵，一旦被发现，必死无疑。懂了。不过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有人或许就想享受一次。我的，是我的了。最终99岁老者扛着轿子冲出重围，激动大笑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们！不好，大皇子在秘境里被杀了，快，马上带大皇子去修复神魂。另外通知秘境内的人，让他们解决重伤皇子的人，还有把3000的轿子找回来。是。侍卫报喜，玉3000匆匆离去。至于一旁重伤的侍女，无人在意死活。而秘境内的一处山洞，抢夺轿子的老头渐渐消散，属于是那什么境？现场到处是那什么，一片狼藉。谁干的？连模样都没留下，估计难找到了。
轿子被人用过，大皇子肯定嫌弃杀了他们，要不我们也用一下，要不然有点浪费啊。不可，大皇子处死，他们肯定不会亲自动手，到时候在监狱里咱们可以用个痛快。啧，你真是800个心眼子啊！行了，给他们个痛快，送他们回去吧，咱们还得继续去通知其他强者。突然秘境内异象陡升，一道能量直冲天际，如通天柱。异象出现，定有宝物现世，咱们皇朝的强者肯定也会被吸引去。走。一时间，秘境内所有修士都朝着一个方向赶去。大帝住的行宫，我靠，里面该不会有大帝吧？不可能啊！神虚秘境只有精神才能进入，肉身根本进不来，怎么可能有人居住啊？哦，大地遗迹，天哪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奇怪，怎么不能飞了？这要怎么上去啊？我的灵气，我也不能飞了，这里有限制啊！阵法是阵法，有没有人懂阵法的？过来破解一下子。我来。一位精通阵法的修士上前，然后阵法太深奥了，好像是传说中的地震。众修士闻言哗然，失落却不愿离去。此时慕容璎珞与石灵落下，众人目光齐刷刷投向他们，看着二人站在原地盯着空气打量，有一种想要破阵的感觉。众人一阵不屑。呵呵，两个女娃子竟然也妄想破阵，痴心妄想。老娘研究阵法多年，却丝毫不能撼动地震，他们就更不用想了。但凡他们能破阵，我现场表演倒立喝水。这人我见过，是缥缈宗弟子，曾经破开过圣人阵法。他破开过圣人阵法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大地级阵法和圣人阵法完全是天差地别，根本不能混为一谈。快看，他们动了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，无人可见，无人可敌。我靠，他们进去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老娘深入研究阵法近100年，难道连个女娃子都比不上？你刚才说要倒立来着，人家上去了，你要不倒立一个给我们看看？哼，能屈能伸，方为大娘子。道友，你记住他们念的啥咒语了吗？记不住，他的咒语太诡异了。我记住了一点，跟我念：搬砖扛货，以待咪他腰扛肌肉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哎，大地遗迹肯定要被他们得到了。什么？已经有人进去了，是缥缈宗的人。快一路往西去寻找神女，请神女过来破阵，一定要得到大地遗迹。叫人！通知我宗强者过来。缥缈宗又如何？大地遗迹面前，谁都没用。我说怎么破起来这么简单？原来是大地阵法能量快消失了。七彩神魂花，5彩便已经是顶级资质，哪怕神魂重创都可以彻底修复。这要是吃了，那神魂该受到多大的滋养啊！大胆！呀，是谁在说话？出来！本帝在此。帝，我在这里，往哪看呢你？一条还没断奶的龙，就是你，自称本帝。见了本帝还不速速跪下行礼，成何体统？难不成因为这是大地行宫，你就真把自己当大帝了？小龙让开，别耽误我们摘花，不然揍你一顿你也没法子。拜拜。二人半点不信这龙的话，对方身上既无威压，声音也毫无威慑，连是不是行宫主人的残魂都不一定，实在太没排面。灵儿，我们走吧，出去找地方再用。好。秘境里本就没有实体，一切都像虚影。每次开启景物，凶兽都会变样。这次冒出大地行宫和妖兽虽怪，但既然没威胁，他们懒得理会。等等，先别走。你想抢我们的七彩凝神花？不是，这花是本地种的，给你们便是。我就想问问，你们有没有出去的法子？你种的？我看你是被困在这儿了吧？还敢自称本地，大言不惭。我们是有出去的法子，那又怎样？真的有办法吗？我可以给你们花，只求你们带带我。慕容璎珞与石灵儿对视一眼，秘境里出现妖兽本就蹊跷，虽说对方看着没威胁，但或许真知道些什么。带你出去也不是不行，但你得说清楚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何被困在这儿？出去想做什么？敢有半句假话，我们立马就走。没问题。本地名叫龙傲天，家中有屋又有田，生活乐无边啊，乐无边。没人让你口水，说实话，
不然我们真走。我说本地。你以前是大帝。以前是准帝，现在能让我说了吗？准帝。慕容璎珞与石灵儿皆是一惊，这修为确实够强了，只是谁知道真假。继续说吧。本帝从前是准帝修为，一次感悟时神游太虚，肉身被人偷袭练了，没了肉身没法复仇，只能在星空中游荡着恢复，可实力越来越弱。后来逃跑时误闯一处极光之地，就到了这鬼地方，这儿根本没出口。我游荡时才发现这座行宫本想落脚，谁知躺上石床竟触发了阵法，被封印了数万年。一番话听着离奇，却挑不出错处。慕容璎珞盯着他的眼睛，没见半分闪躲。带个实录的，寻宝时总能多些收获。就算他撒谎，你这实力也构不成威胁。灵儿，你怎么看？带不带他？我不知道，师姐你定吧。我们可以带你出去，但出去后你得听我们的，给我们带路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带你们找到很多宝贝。他说的话是真的，却漏了关键。练了他肉身的不是仇人，而是他那位长得极美的虚空灵族未婚妻。你这什么表情？激动了。呵，你最好别耍花招，跟上我们的脚步。好嘞，两位仙子。二女一龙朝行宫外走去，刚出门口就被外面瞬间吓了一跳。行宫外修士云集，天王级强者汇聚，均盯着行宫，无人能破大地阵法。没想到片刻功夫聚集这么多人，全是冥神后期，光天王初期就10几个。我们一个天王初期，一个冥神后期，就算能越级战斗，也难敌这么多人。灵儿师妹，师姐掐指一算，今天不宜出门，要不咱们改天再走。师姐说的对，这里挺安全，先服用神魂花提升修为，再找好日子离去。干嘛要改天？现在出去，我带你们找更好的宝贝，不比七彩神魂花。两位仙子说的对，今天不宜出门，本地。仙子，别走那么快，等等我。哼，我就不信他们能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。他们早晚要出来的。没关系，更多圣地世家强者还在赶来，缥缈宗能破开阵法，别的圣地未必不行。二女一龙退回行宫，外面千万修士见状，个个眼热又无奈。两位仙子，这可怎么办？外面那群人肯定是来抢大地遗迹的，咱们出不去了啊。无妨，等我们服用七彩神魂花突破后再闯出去。可是七彩神魂花是滋养神魂之物，就算能突破也突破不了多少啊。要不等会儿你们俩一个人先出去，把外面的人引开，然后本地和另外一个人再跑出去。二女同时瞥了黑龙一眼，自然看得出黑龙迫切想出去的想法，只不过这个馊主意实在太馊。闭嘴吧！出不去就算了，等秘境关闭，我们自然会被带出去。啊，还能自动被带出去，怪不得本地找不到出口，能出去就好，能出去就好。灵儿，我们吸收七彩花吧。看着二女开始吸收，飞龙也兴奋地找了个石块休息起来。二女沉入修炼，行宫再次恢复安静。同为特殊体质，师兄师姐都有天赋神通，灵儿师妹还有上苍劫光，我却什么都没有。这次一定要导入神通，只要我们变强，出不出去都无所谓。距离秘境开启已经过去了2天半，弟子们生活依旧如常，该修炼修炼，该做事做事。而洛飞轩从珍宝阁辞职回来后，也彻底融入了宗门生活，卖力的在陈玄面前表现自己。只不过能见到陈玄的时间实在太少，他也只能按部就班的做着自己的工作。但好在他也可以进幻塔修炼，查阅部分藏书阁神通秘籍。这段时间下来，让他的修为无限逼近圣人境界，随时都有可能入圣，让他对宗门也变得更加喜爱起来，完完全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新家。忽然宗门内一道剑意冲天起，直插云霄。好强的剑意，是主峰上传来的，这不会是宗主突破了吧？不是宗主，宗主造成的场面可没有这么简单，是大弟子林凡突破了。他是太古剑体，凌驾于剑道之上，可仗剑成地，剑意通天，完全不可抵挡。这就是亲传的实力吗？天哪！剑意内敛，天地恢复平静。片刻后，一股时空气息扩散，花草瞬间退化为幼苗。倾城师姐的时空之力，竟让花草都变年轻了。我抵个乖乖嘞，怪不得入亲传那么难，原来亲传的一个比一个变态啊！妖孽，长老和宗主厉害也就罢了，这几个徒弟竟然也这么离谱，还让人怎么追？太可怕了，必须往死里修炼，绝不能被亲传拉开太远。林凡领悟无敌剑意，倾城掌控时间之力，果然是可塑之才。倒是柳月，整天就知道睡觉。虽说他是仙人重修需要恢复，但这单纯模样，真怕以后被人骗了。师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继续睡吧。师尊，苟且之事是啥？这丫头开窍了，恢复记忆了。给你说了你也不懂，闲着没事自己去藏书阁查。藏书阁，一定要找到答案。
经常该去找师尊汇报，准备进秘境了。好，你们的2位师妹在神虚秘境遇到你们了，你们2人直接进去找他们。谁敢动我师妹，找死！师兄，我们快进秘境，定要速速找到师妹们。走。大地行宫前，修士云集，各大势力强者驻守。不行，阵法根本破不开，太深奥了。太难了，没想到大地阵法竟然如此深奥。没想到连神子都进不去。连续破阵2天半，却也不能动摇分毫。大地阵法果然非常人所能理解。若是在现实世界就好了，光明圣帝肯定会出动极道武器来破阵，只可惜这里是精神世界。快看，太初圣地的重瞳来了！众人议论间，一声惊呼打破了平静。嚯，真的是重瞳！一谋双瞳，果然是真的。这就是太初圣地的重瞳女石瑶瑶吗？重瞳女果然恐怖。据说她还移植了同族堂妹的至尊骨。呵呵，贪心不足蛇吞象，有了重瞳还不放过别人的至尊骨。重瞳已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话是这么说，但也没问题，多条骨头多条路，因为她已经被太初圣地封为神女了。见过神女。石瑶瑶盯着大地阵法，语气平淡。都让开，我来破阵。神女破阵，无关人等，滚开！围观修士，其他圣地圣子纷纷退向两侧，为石瑶瑶让出道路。全场寂静，目光聚焦于她。石瑶瑶站在阵法前，双眸中瞳开始转。围观人群，修为低者当场眩晕倒地，修为高者强行稳住身形。我好晕，感觉天地在旋转。不好，别看他的眼睛。石瑶瑶无视周围骚动，瞳孔转速加快，大地阵法纹路在他眼中清晰显现。他抬手，大地行宫的阵法随着削弱松动了，哈哈哈哈！大地阵法果然挡不住天生重瞳，太好了，有神女大人在，我们太初圣地必将崛起。神女大人，神女大人万岁！太初圣地众人呐喊，周围修士沉默，看着石瑶瑶一层一层削弱大地阵法。有人破阵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本地到底是躲起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啊？亦或者我出手一次，但若是出手定然受到重创，可若忽然叫醒了他们，也不知会不会对他们俩造成影响。飞龙感知到石瑶瑶越来越近，纠结片刻，爬向石灵，准备唤醒她。你想干什么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外面有个人正在破阵，马上就要上来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石灵儿神识扩散，镜头随他的神识看到接近行宫的石瑶瑶。当看清此人面容与重瞳时，眼中瞬间燃起怒火。石瑶瑶，怎么？你认识外面那个人？要不你把你师姐也叫醒吧，本地怕来者不善啊。无需唤我师姐，此人我必亲手斩之。你能行吗？别走啊！石灵儿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石灵儿，你竟然没死！我没死，你很失望吧？夺骨之仇不报，我怎敢死去？速速上来受死！原来之前说的进入大地行宫的缥缈宗弟子就是他，他没死，那他师尊岂不是也没死？难道他师尊也是缥缈宗的？我知道，他是缥缈宗亲传弟子，师尊是宗主，就是那个夺走太初圣地七星中，带他硬闯太古山的男人。我们的极道武器就是被他师尊夺走的。原来是缥缈宗夺走了我们的极道武器，那个男人还活着，极道武器肯定还在，速速回去禀报圣主。进入太古山脉，连圣王都出不来，能出来都是没碰到太古生物的。记载中有人族大圣进去都没出来，缥缈宗宗主难道比大圣还强？他带了极道武器，手持极道武器加大圣修为，只要没惊醒所有太古生物，或许真能跑出来。缥缈宗有大圣，牛逼！活着的大圣，实力怕是超过极道圣地了。就你还想报仇？拜了个师尊，从太古山脉出来，就真以为自己行了？受死吧，石瑶瑶！没想到你伤势居然恢复了，修为还提升这么快，看来奇遇不少啊！凝神之战打得比天王战还猛，太罕见了。一战许久，二人不分上下，石瑶瑶剑声怒，毁灭吧，我眼中的世界，受死！他顿悟了重瞳的天赋神通，毁灭，太可怕了。见此，石灵儿也不再保留。
上苍劫光。两股能量相撞，天地间只剩白色，万籁俱寂。我死了吗？怎么没声音了？全是白色，难道这是另一个世界？片刻后，白光褪去，听觉恢复，惊呼声渐起。石灵儿，你重生至尊骨还激活神通，可惜我有无敌重瞳加至尊骨，你绝无胜算。死吧！小心！不能被仇人所杀。我为至尊体，当镇压一切敌。这怎么可能？哼，万事皆有可能。二人再次激战，气朗人片刻后，石灵儿凭修炼之力再次落地，倒在行宫门槛，无力起身。结束了，缥缈宗的徒弟要输了。凝神之战竟也如此夸张，可惜至尊骨还是不敌重瞳。我说过了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既然起不来，那就死吧。给我住手！小师妹，快躲开！二人欲破大地阵法救援，却已来不及。胆敢伤我师妹，找死！胆敢伤我师妹，找死！这是缥缈宗另一个弟子吧？躲进行宫几天，怎么变得这么强？他好像一个太阳，我快被亮瞎了。缥缈宗的弟子一个比一个牛逼啊！太好了，有他在，放心了。璎珞师妹好像也感悟了天赋神通。卧槽，又冒出来一个，好像比神女还强。神女大人不会出事吧？胆敢伤害我们神女大人，太初圣地不会放过你们缥缈宗的。神女大人快回来，万万不可冲动。林凡、叶倾城注意到太初圣地众人，对视一眼，直接发起攻击。天王境气息是缥缈宗的林凡和叶倾城，他们竟敢对太初圣地神女大人，别下来，地上有2位天王。下有2位天王把守，上有1位神光少女，若是下去，必死无疑。这他妈都是什么妖魔鬼怪啊！一时间，他开始左右摇摆往哪走。灵师妹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四师姐，你顿悟了天赋神通吗？是呢，怎么样，帅不帅？是不是觉得师姐我已经能和师尊的气质媲美了？帅是帅，就是和师尊比起来还差那么一丢丢。而且好刺眼啊，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不等慕容璎珞无语，纠结中的石瑶瑶做出了抉择，她没有往下逃走，而是选择与慕容璎珞战斗。下面2个天王境已经确定，上面这个还不清楚，说不定更有一线生机。趁他们没反应过来偷袭。小心后面！哼，灵师妹，今天四师姐就先替你讨回至尊骨，等日后现实里遇到，你再亲手斩他。好快，我看不见他。没想到自己连一招都撑不住，早知道冲下去战那2个天王了。看着死去的石瑶瑶，石灵儿心中的愤怒也稍稍平息了一部分。不过挖苦之仇，毁坏根基之事，天理难容，不亲手杀之，实在难以平息心中愤恨。下次再见，必亲手斩之。无敌重瞳被一巴掌拍死了，这神光女人真离谱啊！难道这就是大地行宫内的传承？2位师妹，你们尽管下来，今日我看谁敢动我们缥缈宗。此话一出，全场所有人立刻朝着2人看去，而面对数千万双眸子，林凡和叶倾城依旧毫无畏惧。这一刻，他们好像一对门将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，决死不归。看着师兄师姐的背影，2人心中满满的感动，立刻带着飞龙朝下飞去。这一刻，全场寂静，气氛极其诡异。他们脱离了大地阵法，杀了他们，抢大地传承。这一刻，无数修士瞬间暴起，全都冲向缥缈宗4人。杀了他们，抢大地传承。这一刻，无数修士瞬间暴起，全都冲向缥缈宗4人。呵，不知死活！师兄师妹，我开时空领域，让敌人修为倒退10年，你们尽管输出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我的修为倒退了10年。我靠！我天王境跌落到凝神境后期了，这还上吗？一时间，天王境的跌落至凝神巅峰，凝神巅峰的跌落至凝神7重或者6重。
倾城师姐的天赋神通好强啊！可不是无限开启的哦，能量耗尽就结束了。师兄，上吧。好。还未等众人反应，林凡便冲杀进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不是普通剑修，他领悟了剑意，时空之力加上剑意，这还打个锤子，快跑啊！诸位被时空之力压制了，对上天王境的剑意毫无胜算啊！片刻之间，林凡已然杀到。看到这一幕，众人小脑萎缩，仓促应战。虽说有师妹的领域加成，但是应对一群天王降下来的凝神巅峰还是有点难杀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可就开挂了。又来！我乃缥缈当代大师兄，高级灵药磕不完，根本磕不完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今天逼装的有点多了，还好师尊给的丹药管饱，还没掏出高级神兵呢，怕吓死你们！来吧，猎杀开始了！我靠，又是这招，玩不起别玩啊！说什么胡话呢？1少7多有毛病吗？有资源不用留着当传家宝吗？说罢，继续冲入人群厮杀。璎珞、灵儿，你们保存实力，我跟师兄先去震慑一波，毕竟对方人数太多了，我们丹药迟早也会耗尽。剑意、时空之力、神光、上苍劫光，天哪，这4个人简直不要太离谱！奶奶个腿，杀老带身子如土狗，缥缈宗的弟子也太猛了，估计用不了多久，缥缈宗就要威震荒古大陆了。那些站得远的修士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冲上去抢夺大地传承。别看我，是我不想抢吗？你不看看这么多天王冲过去，直接变凝神，车轮战消耗灵力，随手掏出高级回蓝丹，无限丢大，谁爱上谁上，我不去。打了这么久，这小子丹药估计已经耗尽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大地传承抢到就是无上机缘，不要怕，我先上，咱们人多耗死他。一时间，原本想要逃跑的修士又纷纷返回冲向林凡。这老小子有点智商，本来想有点难打，看来得使出最强一击了。太古乱天诀！我好像看到了太奶。在众人的震惊下，让这些人不敢再对他们产生觊觎。普通势力根本培养不出这么多强悍的天才，这一战足以为缥缈宗证明。灵儿师妹，你怎么样了？要不要休息休息？有师兄和师姐在，你不用担心。对，要是不舒服就说。多谢师兄师姐关心，我没事。咱们还是让龙傲天带路去寻找机缘吧。龙傲天？龙傲天是谁？本地就是龙傲天，在这里待了许多年，我熟路，保证你们满载而归。飞龙快速交代一番身世，极力表现。这几个人实在太牛逼了，比起我年轻的时候都丝毫不弱。这种资质，未来绝对是成帝的存在，4人成帝，那场面可想而知有多震撼。我得打好关系，抱大腿，以免以后遇到未婚妻没有底气报仇。你就是龙傲天，本帝实力不足为惧，且师妹们与他熟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去看看吧。好嘞，本帝这一次一定让你们收获丰盛。随着太初圣地弟子回来汇报秘境内的事情后，缥缈宗3个字也彻底响彻太初圣地高层。缥缈宗欺人太甚，杀我长老，夺我七星钟，必须强硬，要回我们的极道武器。对，若是不拿回极道武器，我们圣地的面子可就彻底没了。就算发起圣战，也在所不惜。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那缥缈宗宗主能从太古山脉脱身外，我们能够打过他吗？哼，说不定有什么特殊方法呗，又不是没有人从太古山脉里出来过，而且咱们动用底蕴取药，绝对能行。那个什么，你们别忘了，对方实力高强，现在又有极道武器，咱们现在没有极道武器，他要是不还，咱们好像也打不过。没错，若是惹怒了他，说不定拎着极道武器就把咱们给灭了。这个好像有点道理。可若是没有极道武器镇压，圣地最强大的2个底蕴也将暴露在空气之中，命不久矣。到时候圣地绝对一落千丈。圣主，要不咱们直接放话去要吧？他们要是给，咱们再派人去拿。就算他们不给，也不可能因为咱们放了个话就干我们吧？咦，有点道理。但是他们要是不给呢？不给的话，咱们不是要过了吗？有点道理，好像没毛病。净扯淡，不给就不要了，丢不丢人啊？这是当前唯一的办法了。不过咱们可以一边放消息要，一边请2位老祖去偷。想必以那2位老祖的实力，偷回来的问题应该不大。对，咱们那2位老祖可是半步圣王境啊，强了一批。如今没有极道武器镇压，他们俩也活不了多久。反正横竖都是一个死
若是能偷回来，所有底蕴都能得以保全。是啊，据说缥缈宗内有很多神元石，到时候老祖把极道武器偷回来，咱们就直接灭了缥缈宗，再用神元石重新把老祖封印起来，一举三得。我靠，好主意！这样，大家分头行动，召集圣人强者随我去唤醒老祖，其他人马上去散播消息，给缥缈宗施压，对缥缈宗进行强烈的谴责。太初圣地全体圣人长老，请老祖醒来，请老祖醒来，进来。老祖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啊！你们他妈唤醒我们，就为了去偷东西啊！废物！冷喝一声，对众人失望至极。不过事关圣地传承，二人也算是答应了。对方宗主实力与我们不相上下，如今持有极道武器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去准备神元石，让我们二人恢复。等恢复后，我们就动身去。而另一边，缥缈宗门前抗议！众所周知，极道武器7星中，来我圣地数万年传承重宝，缥缈宗横刀夺宝，杀我太初圣地长老，行径卑劣，我圣地强烈抗议，要求即刻返还7星中，并拿出合理赔偿，以宽慰我太初圣地长老。强烈抗议，这就是他们要回极道武器的方式。连句后果自负都不敢说吧？简直给我们圣地丢人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和缥缈宗拼了都不敢吗？说不定缥缈宗也不敢拼呢。来自同级势力的嘲讽之声不断传出，而其他低级势力却是另一种声音。哼，圣地也不要脸，挖人家至尊谷的事情，他是一个字也不提啊！特别是那个连圣人都没到的李初然，当初竟然还想逼迫缥缈宗宗主给他们采药，哈哈哈哈哈！想起来就忍不住。打不过怂了呗，开始泼脏水了呗。前些年有极道武器横行霸道，现在极道武器没了，也不敢硬气了。他们的准帝女重瞳在秘境还被杀了，这回是硬不起来一点了。杀得好，杀得妙，杀得太初呱呱叫。整个东域的修士都议论起来，基本上都是瞧不起太初圣地的言论。哼，等我们老祖偷回极道武器，夺了神元，看你们谁还敢嘲讽！一群垃圾，永远只能到第1层，殊不知我们都在第3层。到时候我们极道武器夺回手，神女成长起来，看整个荒古大陆谁还敢多说什么。而缥缈宗外2个老者趁着夜色，开始围绕着缥缈宗寻找阵法的薄弱之处，想破开阵法，或者找到机会进入缥缈宗实施偷盗。什么狗屁阵法，怎么这么完美？要不是极道武器在对方手里，我真想直接冲进去把极道武器抢回来。二人一边抱怨一边继续寻找破阵，毕竟没有极道武器镇压，他们俩寿命将至，也活不长了。宗主，这2天太初圣地每天都派人在各个大洲散播谣言，说对缥缈宗表示强烈的谴责，要不要属下去灭了他们？不必，人家表达的也是事实，表示谴责又不是罪大恶极，而且太初圣地也是我徒弟的心病，到时候留着给我徒弟去解决。好的，那宗门外的2个人怎么处理？杀了吧，反正他们俩也活不长，就当给太初圣地一个警告。是。好，被发现了，快走！都是圣人，打不过，咱还跑不过吗？可惜2人到此也没明白怎么去使。等极道武器到手，定要踏平缥缈宗，洗刷今日之辱。是，圣主英明。圣主，不好了，圣主不好了。我好着呢。圣主大人，不是你不好，是2位去偷极道武器的老祖不好了，2位老祖的魂牌碎了。不可能，2位老祖可是半步圣王，离真正的圣王只差1线。就算极道武器不在手，也不至于连一丝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吧？老祖真的陨落了，这是老祖的魂牌。大殿肃穆，一道魂牌碎裂，微光散落，悲凉气息瞬间弥漫，众长老脸色惨白。老祖真的死了。报仇，给老祖报仇，杀上缥缈宗，夺回极道武器，捍卫太初圣地的尊严。对，宁可站着死，不可跪着活。没有极道武器的圣地，绝不可能是拥有极道武器势力的对手。更何况老祖没了，就算借来极道武器，也没人能完全发挥威力。2位长老，大家先冷静一下，此事万万不可冲动。不冲动，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缥缈宗欺我们太甚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。圣主大不了一死，何惧也？魂殿可往，我亦可往。诸位长老，不要动怒，你们仔细想想，若是真拼了，咱们必定被极道武器所灭。就算能从其他圣地借来极道武器，咱们也没有强大的老祖推动了。而且
没了极道武器，没了老祖算什么？咱们还有神女无敌重瞳，外加至尊骨，以后好好培养重瞳，这个仇早晚能报。对啊，石瑶瑶虽在秘境受伤，但圣地资源能让她恢复，只要重瞳大成，老祖极道武器都会有的，仇一定能报。圣主说的没错，该收回对缥缈宗的谴责，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咱们暗中全力培养重瞳。没错，就这么办。老廖，马上去通知在外谴责的人回来，停止谴责，所有弟子禁止惹事，全给我暗中发育，重瞳大成，圣地誓不出山，遵命。怎么不谴责了？怎么走了？放弃了，还是把极道武器要回去了？缥缈宗好像也没回应吧？好家伙，说走就走，看来太初圣地是废了，以后别去这个圣地了。哎，没意思，我还以为要打胜战了呢。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太初圣地走了。宗域恢复表面平静，但缥缈宗的名字开始传遍各处。宗主从太古神脉活着出来，拥有极道武器，交出4位不弱于神子的弟子，被公认以极道圣地为名，极道圣宗缥缈宗之名响彻东域。听说了吗？子府圣地圣子唐寅叛变了。刚开始我都不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那唐寅早已经逃入荒州地界了，好像是子府圣地的神子把圣女给睡了。那唐寅不堪受辱，所以叛变。金扯淡，子府圣地神子刚从秘境回来，神魂重创，怎么会睡圣女？倒是那个圣子唐寅没有进去秘境，似乎在某个地方闭关。不知道，不过唐寅跑掉了是千真万确。据说圣地黄级长老已经进入荒州追捕了。难道我唐寅今日注定要成为他人修炼的材料吗？我不甘心。唐寅浑身是伤，跌跌撞撞冲向缥缈宗山门。数里外，追杀者现身天空，目光锁定唐寅。我感受到唐寅的位置了，就在前方。这里是缥缈宗势力范围，他不会进缥缈宗了吧？瞬灭魂殿，打脸太初圣地的缥缈宗，怎么办？是汇报圣地，还是先过去看看？先过去看看，有机会就抓，若是不行，就汇报圣地。走。我看到他了，太好了，他没有进入缥缈宗，快过去抓走他。检测到实心天赋弟子，请宿主注意收徒。又一个实心弟子送上门了吗？好久没收徒弟了，还真有点想念呢。太久没开礼包，还真有点不习惯。刘仓，宗门外来了个弟子，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来。遵命。再次出现时，刘仓已然来到奄奄一息的唐寅身边。宗主说的应该就是他吧？我操！唐寅被带进去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不去要人？要人？你不想活了？缥缈宗拍死玄冥二圣的事情可刚过去没多久啊！回去通知圣主，走。刘仓带着虚弱的唐寅回到主峰，看着面前的两人，懵逼至极。带我来的强者对这人如此恭敬，此人绝不简单。唐寅凝神境，体质暂无，潜力10颗星，因体质带有稀薄的大地血脉，圣地想要其地血，给神子做嫁衣，被唐寅发觉后，圣地对其追杀。稀薄的地血，什么纯净度，不足为奇。我和长老身上淌的全是正宗地血。前辈，为何带我来此？你叫唐寅，子府圣地盯上了你的地血。前辈如何知晓？难道是要送在下回子府圣地领赏吗？领赏，即便用极道武器悬赏，本座也不会放在心上。极道武器悬赏我哪有这资格？真的呀，整个荒古大陆都会动，圣王都能被捉走。前辈既知在下被子府圣地追杀，怎敢将我带走？难道不怕受牵连吗？受牵连？你小子倒会旁敲侧击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缥缈宗行事，无需向任何圣地解释。缥缈宗是那个连丢了极道武器的太初圣地都不敢惹的缥缈宗。天哪，我竟然到了这里！你面前这位就是我宗宗主，缥缈宗宗主。传说他的亲传弟子在秘境斩了重瞳，若能拜入。可缥缈宗怎会为我得罪圣地？他都已经有那么厉害的徒弟了，又怎么能看得上我？我还是太异想天开了。唐寅拜见宗主，多谢宗主带在下入宗避祸，在下这就离开，绝不给贵宗添麻烦。如此果断的一幕，也让陈玄对其满意了几分。唐寅，你可愿入我宗门，成为我宗弟子？什么？他在问我愿不愿意？宗主在上，弟子愿意拜入缥缈宗，请宗主收留。既然你愿意，那以后你就是本座第6位亲传弟子了。亲传弟子？老天，我是走狗屎运了吗？不，这不是狗屎运，这是机会。弟子唐寅拜见师尊。恭喜宿主成功收取实心潜力弟子，获得奢华收徒大礼包1份，请注意查收。起来吧，刘仓对外界宣布他入宗一事，既入我宗就是我宗的人，谁若是敢动，不管是圣地还是荒古世家，一切后果自负。是。好了，带他去疗伤吧。
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如今不但重获新生，还成了宗主亲传，其大恩万死难报。这修炼环境太得天独厚了，还有下方的外门弟子全是圣人老一，手持高级灵器，这可是圣地里圣子才有的装备啊！缥缈宗外门竟是如此配置。弟子多谢长老出手。不必客气，本作为内门大长老刘仓，以后在宗门若有不解之处，可问本座。先带你去藏书阁挑选功法神通。许久没有开礼包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开出些好东西。系统，打开奢华收徒大礼包。奢华收徒大礼包打开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地召唤卡 X2、圣人召唤卡 X2，恭喜宿主获得大地戒指1枚，极限挑战塔1座，已在宗门显化，宗门扩张卡 X1。可扩大宗门数倍面积，外门弟子境界提升卡10张。恭喜宿主获得史上最强修炼天赋，没有任何人能比宿主的修炼天赋强。若是出现更强天赋，则宿主天赋自动进化，永远最强。史上最强修炼天赋，这奖励好像有点牛逼啊，变身了都。一旦出现比自己还强的天赋，自动进化成更强的存在。好家伙！这是要逆天啊！陈玄拿出大地戒指，神识探入，戒指内是无边虚无。哇，看来以后有机会可以弄一些星辰进来装饰装饰，不然看起来有点空旷。刘仓听着，宗门极限挑战塔限时对外门开放，另外通知所有外门弟子，7天后开启外门混战大比，到时候本宗主亲自去观看。混战大比前3名奖励1颗无任何副作用，且最少能提升3个小境界的境界提升丹。以及1颗能延寿1000年的蟠桃，第4名到第10名，每人1颗修为提升丹，并共同瓜分1颗蟠桃。如果这次举办的好，以后每年举办1次，每年都有奖励。7日之后，我宗将举办首届外门混战大比，此次大比关乎每一位外门弟子的前程，宗主为激励大家精进，特备下丰厚奖励。前3名者奖励提升3个小境界的提升丹，1000年蟠桃1颗；第4名至第10名共分蟠桃1颗，境界提升丹1枚。尔等须知，蟠桃乃圣人眼热之物，1颗便能延寿1000年，等同于多出1000年修行时光。这般机缘是宗主对你们的期许，更是对你们的考验。更要告知诸位，宗主将亲自莅临决赛现场，你们的每一分努力，每一次突破，宗主都看在眼里。宗门新解封的极限挑战塔已对外开放，7日时间是庸庸碌碌还是突破极限，全在你们自身。备战大比，不负宗主，突破极限，光耀宗门。号外，缥缈宗收了子府圣地的叛徒唐寅，还是拜入了宗主门下，成为亲传弟子。缥缈宗放话了，唐寅已是缥缈之人，谁敢动他，不管是圣地还是荒古世家，后果自负。哼，一个意外得了一把伪极道武器的宗门而已，真以为子府圣地是好欺负的吗？若不交出唐寅，立刻发起极道之战，踏平缥缈宗。此话一经传出，整个东域瞬间沸腾了起来。子府圣地疯了，上来就以极道之战要挟缥缈宗鲛人，他不只是为了唐寅。缥缈宗的7星中是极道武器，若是被他们夺到手，拥有2件极道武器的圣地，其恐怖程度可想而知。1万年没见过极道之战了，这要是打起来，东域格局怕是要变天。宗主，子府圣地放话，不教唐寅便发起极道之战，踏平我宗。极道之战不就是拎个破武器战斗吗？说的好像多牛逼轰轰一样。不理他们，他们要是敢来，本宗主就送你一把极道武器。啊！老天，我刘仓也终于要有极道武器了吗？太好了！极道武器虽是大地兵器，但有他在身，战斗力能飙升数倍。一位大帝没有极道武器，就像至尊大帝没至尊体，宗主没有摇摇椅啊！多谢宗主。下去吧。缥缈宗竟敢无视我圣地，当真以为我们不敢动？圣主，开战虽可立威，但需复苏圣王老祖，推动极道武器，方有万全把握。好，2日后出发。大长老备神元，复苏老祖；二长老集结黄级以上战力，三长老带太上长老压阵，此战必踏平缥缈宗。我操，真的要打起来了，真要打了！极道之战，天呐，双方都要动用极道武器，好恐怖！快跑啊，荒州要消失了。上次我来灵气还没这么足，现在至少提升了好几倍。缥缈宗一出世，竟然连周围环境都变了。厉害，师尊，他们是冲弟子来的，弟子给师尊给宗门添麻烦了，要不师尊还是把弟子交出去吧。弟子身怀地血，得不到弟子，子府圣地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唐寅，此事错不在你，你何须如此？难道你觉得为师连你都保不住吗？弟子不是质疑师尊，只是没什么指示，他敢来，我就敢让子府从东域除名。师尊不相说笑，或许缥缈宗真有这个实力。多谢师尊。看在你如此有孝心的份上，为师送你一桩机缘。啊，我的地血激活了，多谢师尊赐下机缘。
去吧。师尊简直屌炸天，激活地血跟闹着玩一样。是，弟子告退。百艘子府圣地战船遮天蔽日，地面修士惊呼。圣主，极道武技，镇魔碑随行，平定缥缈宗易如反掌。把战船整理一下，伪装战利品，也让世人看看我极道圣地的威严。好地方，真是个好地方。缥缈宗山脚下的灵气都比圣地浓郁数百倍。道友，我去闭关，子府的人来了，记得叫我。异象，缥缈宗又是谁突破了？对缥缈宗人而言，异象早已平常。外门长老修炼引道阴，女副长老洛飞轩召集其东来，就连双胞胎进修弟子修炼时，都曾以靡靡之音。慕容道友，好久不见！叶族长，别来无恙。请。有极道之战，这叶家慕容家也敢来，不过是给缥缈宗当替死鬼的。肤浅，覆巢之下无完卵。他们为什么要来？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。宗主，叶长生和慕容战前来支援了。人才啊！万万没想到极道之战，这两族也敢跑过来。安排地方歇着，好好招待吧。接待方式也很简单，直接带去会客厅，然后悟道茶泡上，蟠桃果摆上，就算完事了。叶族长，慕容小友，你们就暂且在这里歇息吧，本座就不多奉陪了。大长老慢走。宗门一片祥和，看来子府之事，上宗真能轻松解决。虽已做好必死准备，但若能活，自是再好不过。叶族长，叶族长，老叶你拿错了，那边的才是你们的。我靠！这是多出来的，一起分。面对悟道茶和蟠桃，两位领头人谁也不想让，于是最终大手一拍，决定多出来的按照人头分。行了，既然分完了，那就吃吧。其他人见状纷纷效仿，狼吞虎咽，生怕慢一步被抢。咀嚼声此起彼伏，地上掉了一滴渣，立刻有人弯腰捡起塞进嘴里。而叶君临、风华、雪月本以为来相会会看到族人入宗后的风光场景，却没想到看到他们抢食蟠桃的狼狈模样。不过也正常，这可是蟠桃，没入宗前他们哪有机会见？哪像我们在缥缈宗都吃腻了。刘苍，你的极道武器到了。空域中，上百艘庞大战船悬停，阴影遮天蔽日，天地阴之变色，周围早有无数修士等候，仰头观望。那是2万年前纵横荒古的紫衣圣王紫无须，当年以巅峰圣人境独占9胜，突破时留下一句天下何人配紫衣，唯我圣王紫无须，连他都破元而出。缥缈宗若无圣王操控极道武器抗衡，怕是难了。极道武器，恐怖如斯。这一击下去，缥缈宗，等的就是你。哼，极道不出，也想硬扛镇魔碑，找死！众位远道而来，还送本座极道武器，本座就不客气了哈。镇魔碑被他抓住了，他抓住了镇魔碑，这可是极道武器啊！他竟然托在了手里。老祖，你把极道武器给他干什么？老祖，你怎么不攻击啊？老祖，你快把极道武器收回来啊！他妈的，是我给他的吗？要是能收回来，我他妈还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眼珠子长屁股上了？难道看不见我也懵逼了吗？是他强行收走了我们的极道武器，已经不是我控制了。被他强行收走了？这不可能吧？他怎么能收得走极道武器呢？这可是大地武器啊！不好，他抹去了镇魔碑与我们的联系，快一起出手召回镇魔碑！送出来的东西还想要回去？好家伙，这极道武器果然不凡，比预想中更合手。完了，彻底不受我控制了。极道武器已经认主，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子府圣地也要不派出圣地的后尘？我自封神元，便是为守护圣地传承，今日纵耗尽寿命，也要夺回镇魔碑。因果轮回，皆是宿命。那个时代是我的，但现在也罢。老祖，看着后人如此，紫衣圣王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年轻时横扫大陆、力压一代天骄的场面。天下谁人配紫衣？唯我圣王紫无须。路不同，各为其主，道友请上路。镇魔碑携气到威压，达上紫衣圣王，气息狂强，吾乃圣王，岂能？老祖，老祖啊！走，快走，撤，快撤！想走，奉宗主令，覆灭子府圣地。今日一个别想走，都下去陪你们老祖吧！快，
启动所有底蕴，挡下他！这么多强者防御，镇魔碑速度竟然都没减，极道武器，恐怖如斯。子府圣地无视警告，对缥缈宗宣战，今无奉宗主之令，覆灭子府圣地。谁在装神弄鬼？老祖带着大军，怎么可能败？是我们圣地的镇魔碑，看来老祖他们不对，他在干什么？传承10万年的极道圣地就这么一击没了，快走，回去禀报家主，缥缈宗要崛起了。天哪，如此轻松覆灭一座极道圣地，东域新霸主是缥缈宗。消息传开，其他圣地和荒古势力得知此事后，毫无例外全都被这个消息给镇住。子府圣地被灭了，极道武器也被抢走了，就连圣王都死了，连圣王都能杀，而且还是在没有出动极道武器的情况下。我们的2位老祖走得不冤啊！传我命令，所有弟子不准出现在荒州附近，全都给我回来，暗中发育，魂殿覆灭，太初龟缩。如今子府也被踏平，看来这个时代确实已经属于缥缈宗了，以后都给我注意点，不准惹缥缈宗的人。传令下去，退出荒州附近数州区域，以免引起缥缈宗不快。没想到在大地不出的时代，还能出现如此恐怖的势力。东域第一宗非缥缈宗莫属，势力尽头，谁为锋？一剑缥缈终成空，缥缈宗彻底崛起了。东域第一宗出现了，快，立刻准备礼物，随我去朝拜圣宗。圣宗就在隔壁州，其他超级势力已经去朝圣了。出发，我们也去。老祖呢？老祖上哪了？什么？老祖上缥缈宗送礼去了？快，马上对外宣布，我们和子府圣地没关系。另外去请家族强者亲自去缥缈宗赔礼示好。无数势力和散修闻风而动，直奔缥缈宗。整个东域似乎全都在向缥缈宗示好。此时此刻，缥缈宗内，缥缈宗弟子们也没时间去关心外界的事情，因为今天是缥缈宗第一届外门大比的日子。接下来向你走来的是缥缈宗外门弟子，在未来的某一日，他们终将成为镇压一方的大门。老祖，这里。2位娘娘，我们也在这里。老祖，你扫完地了，累不累？快喝点茶，这是悟道茶，每桌都有。宗主简直太大方了。 2位娘娘，坐这里，这里是上座。在缥缈当了一阵底层再出来，如今却成了他们奉承的对象，身份天差地别，终于体会到缥缈宗弟子的尊贵。见过诸魔长老。风华、雪月，你们换个位置吧，站在宗主旁边，给宗主沏的茶什么的。是，2位娘娘能靠近宗主，我慕容家面上有光。凭什么是他们？我叶家老祖也在啊！老夫也想给宗主添茶倒水，只恨不是女儿身呐。由于是缥缈宗第一届外门大比，虽然宗主没有发话所有人都要来，但长老们对此还是无比重视的。除了镇守山门以及镇守进入秘境弟子肉身的长老和闭关的长老外，能来的基本都自发来。恭迎宗主，恭迎宗主。开始吧。是。此番大比为交流比试，一切点到为止。另外，跌落战斗广场之外者自动淘汰，主动认输者自动淘汰，失去战斗力者自动淘汰，排名按照淘汰顺序自动筛选出前10名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比试正式开始，上台。数千弟子如潮水般冲向战斗广场，有人抢占边缘，转身拦截后来者。嘿，上来，先过我这关。卧槽啊，屌毛，你好阴！小李，先让我上去啊，你个锤子！叶家一名弟子刚踏上广场边缘，就被3名手残者联手打下。饭头！场上自发形成2派，一派是上去的弟子占据边缘，一派是没来得及上去。片刻后，有弟子高喊：“联合集中火力，先攻上去！”众人如梦初醒，所有人纷纷集合朝着一处进攻。守台弟子难以抵挡，纷纷退向中心。不行了，守不住了，撤！突破他们的阵线，阻断他们的撤退，攻啊！没多久，除了第一波被淘汰的弟子外，其余人全部登上了战斗广场，并且第一时间展开混战。幽灵疾步，猛虎下山，大罗法印，回手操。一时间，神通乱飞，战斗广场之上各种颜色的神通互相碰撞，一个又一个修为低的弟子被打飞起来。没多久，慕容家和叶家的所有弟子就全部被淘汰出局。这群小兔崽子！主位之上，陈玄的目光也来回移动，观察着弟子们的表现。广场上弟子渐少，最终只剩10余人，
各自占据一方，眼神警惕的互相对视。已经到了前10名的地步，若是联手或者挑修为低的，实在太不光明。宗主和长老都在看着，宁可落榜也不能做小人，要找势均力敌的打。下一秒，10余人同时动手，两同队展开中途对战。不错，幸好都是正义之士，一群好小子，大比结束后一定给你们补小灶。片刻后，前10名决出，站在广场中央，一名外门长老带着2名半步圣王长老飞向广场，各端一个托盘。平日里威严的长老也在这一刻化身托盘少爷，瞬间让前10名弟子们受宠若惊，紧张了起来。第10名殷广川到，第9名双悠悠到。偌大的宗门，连个能使唤的人都没有，颁发奖励也就算了，托盘的也是长老，看来宗门发展还得招点杂役，既能分担事务，又能维护长老威严，得尽快安排一下了。宗主，门外有几位自称超级世家的人求见，说是来朝拜圣宗的。真是想啥就来啥。哦，朝拜圣宗，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宗主又有一家自称超级世家的人想要求见，也是来朝拜的。大长老又来了一家自称超级皇朝的人，也是来朝拜的。知道了，还有吗？天上还有很多。等我汇报宗主吧。宗主，我懂，那就都放进来吧。眼前的这些皇级强者聚集于此，全是为了来缥缈宗当一个杂役。怎么还没回应？怕是无缘朝拜了。东域第一宗，不见我等也正常，吾等在其面前不值一提呀。希望缥缈宗能收下我的东西，以后对我看不顺眼的时候能手下留点情。宗主有令，叫他们都进来吧。宗主有请，诸位跟我来吧。宗主竟然愿意亲自见我们。以往朝拜其他圣宗和圣地，圣主根本不出面的，能见个代表就不错了。这灵气比传闻浓郁数千倍，在这里修炼1年，我必能突破皇级大圆满。传闻果然不虚，甚至还说小了，能留在这里修炼就好了，不知能否成为附庸。原本想送族人进来，现在看来把机会给后人太暴殄天物，不如给自己。这些眼神为何让我心中如此害怕？明明是很柔和的眼神，为什么我会产生这种感觉？天哪，难道这些人全都是圣人？怎么会这么多？缥缈宗也太恐怖了吧！拜见宗主，众位客气了，既然来此，就请入座吧。随意控制7名皇级境强者，缥缈宗宗主果然强的一批。宗主，在下来自铁州皇府世家，是家族的一个心意，名为天津金丝，乃是制作宝衣的上好材料，水火不侵，防御极强，特此奉上，恭贺缥缈宗出世。宗主，在下来自云州江家，这是江家的一点心意，名为尊木黄灵水，用于培育药材的圣水，能促进药材生长，以恭贺缥缈宗出世。宗主，在下。众人纷纷献礼，却无长老或视频接触，场面稍显尴尬。众位远道而来，礼物就不必拿出来了，饮了茶后便离开吧。众人虽然礼物没有送出去，但见宗主亲自奉茶，更是纷纷受宠若惊，准备喝了茶就此离开。悟道茶，天哪！缥缈宗是把悟道茶树扛回家里了吗？用来招待我们，太奢侈了。毕竟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是一方人物，连悟道茶都没喝过，说出去确实有点惨兮兮。刘仓在，后续若是有人来朝圣，你自己看着处理，不用通知我。另外有时间去外界招一些修为高等的杂役进来，辅佐长老们处理宗门事务。宗主，何事？宗主，在下刚才听到宗主说要找修为高些的杂役，不知宗主以为在下如何？在下目前是皇级境6重天。宗主，在下也是皇级境，不知可否加入贵宗，成为一名杂役呢？俺也一样。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你们确定要当杂役？杂役每个月只有2颗神元石的俸禄哦，你们可要想清楚。啥？杂役还有俸禄，而且还是2颗神元石，真的给神元石吗？宗主愿意，我们太愿意了。难道我给多了？本以为2颗神元叶会让众人觉得少，好给众人一个台阶下。毕竟这几个人都是来自超级势力，而且还都是势力中的强者，如今竟然愿意当杂役，就很离谱。看来这些超级势力是真的穷啊！通电东域，3日后，我宗正式对外招收杂役，为期1天，不限制年龄，修为最低为皇级境。刘仓，本次杂役招收1000人，只要达到本宗招收要求，并通过心性考验的都可入宗，你去办吧。是，太好了，只要能入宗，莫说杂役，就算当奴隶，都愿意留在这里修炼，将来注定成圣，这可是能覆灭极道圣宗的存在，抱上大腿或自己成圣，都对自己和背后势力有无穷好处。诸位，3日后再来吧。送客。是。是时候重开山门收徒了，
这次招杂役也是为了2次收徒添加人手，等神虚秘境关闭，就向他收徒消息吧。真的假的？3天时间太短，根本赶不过去啊！呵呵，你就别想了，缥缈宗招收杂役，最低要求黄级境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黄级境放在哪不是一方大佬，他们只用来当杂役，这特么谁去啊？呵呵，隔壁超级家族内的黄级强者已经动身了，听说许多超级势力都去报名了。请老祖出山，去缥缈宗当杂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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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久，东域其他家族老祖纷纷踏空而起，数万黄级强者奔赴缥缈宗。东域修士抬头可见黄级身影，叹为观止。同一时间，缥缈内门弟子在萧晨的带领下，将秘境里天三地四，四处打怪强攻。老大，大师兄传音说他们那边有一大片神魂花，让我们快过去吸收。好，出发跟大师兄他们会合。内门12太保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，路过的狗都要挨2巴掌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毛都不剩，让秘境内其他修士苦不堪言。嘿，哎，真无聊啊！这都2天了，一个个的竟然不嫌累。若不是指着你们带我出去，我是真不想搁这傻站着。哎，找个地方睡觉吧。好，此地果然有大机缘。纳兰烟，这里的好处有你一份。是，多谢宇文少爷。我是云宗弟子，宇文拓来自云州之外的超级势力，而我云宗属于他们的附庸。秘境里天才众多，能在这遇到他，太好了。宇文拓的心思我看得明白，就是看上了我的美貌。可我出身薄弱，被萧晨打败后更没得选。当初退婚，他入宗后还被他登门打脸，天骄身份全毁。现在跟着宇文拓，好歹有靠山，只有变强才能掌握命运。至于他以后对我怎样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幸好他修炼的功法暂时不能和女人深入交流，能给我准备时间。宇文少爷，咱们快进去修炼吧。什么人？给我出来！我靠，说动脚就动脚，真不是个东西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你们快醒醒，别吸了，别吸了，有人进来了，快醒醒啊！我靠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好家伙，刚才要是冲进去，就进包围圈了，太大意了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曾经的未婚妻。萧晨，你认识他？若真是师弟的朋友，倒也能分享。不过看这情形，明显不是。师兄师姐们，她是我之前的未婚妻。哦，既然是你之前的未婚妻，那你就看着办吧。哇，同道中人啊！哦，他就是被你退婚后崛起，还在登云宗打败你的萧晨。既然如此，台下巴盯着萧晨，带着你的朋友滚出这里，否则腿给你打断。众人沉默，彻底明白纳兰烟和萧晨的关系了。羞辱我的师兄弟，你有取死之道。低贱的出身怎么提升这么快？竟然有凝神境的气息，看样子还不低。嘿！你不是御空境吗？怎么会是凝神？哼，死吧！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我是宇文家的人。对，萧晨，你别冲动，宇文家是超级势力，我们得罪不起，千万别动手。我不是怕，是要让他死得明白。宇文家，你们不知道我已经加入缥缈宗了吗？缥缈宗12太保知道吧？我就是老大，有胆子就来缥缈宗找我，给我死！老大饶命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求。侮辱我就算了，还羞辱师兄弟们，哼！缥缈宗12太保，萧晨是老大，原来他就是秘境里名声大噪的12猛人之一。萧晨，你要杀了我吗？才几个月不见，他竟到了凝神境，和我师尊一样的境界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怎么会退婚？怎么会变成他厌恶的人？纳兰烟深吸一口气，挺直脊背，似乎做好了受死的准备。云宗之约后你完愿意了，你走吧，杀了你只会脏了我的手。萧晨，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杀我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当初我不想和你退婚的，我也有苦衷啊。不必多说，滚吧。不，我必须说，我不想你一直误会，我父亲当初重病，要的药只有云宗有。那时候你修为尽失，云宗看不上你，我也是没办法啊，你一定会理解我的，对不对？嘿，小子，这你都信？退婚的理由能编一箩筐，人家夸他一句，他高兴的快飘起来了。女人心海底针，越漂亮的越会骗人，小心别被他练了。
萧晨哥哥，你知道宇文家族的，他们是云宗依附的超级势力，他逼我去宇文家修炼，我没能力拒绝啊，我没马上答应他的，我心里一直在意你。上次你打败我，我其实是高兴的，我们以后好好的，好不好？小时候亲密无间的样子早过去了。你现在的话只让我感到恶心，是觉得我真的不会杀你吗？是，我知道我做的事恶心，你杀了我能消气就杀吧，死在你手里，我心甘情愿。啊，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！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没了修炼的心思，吃起了瓜，甚至就连黑龙此刻都有些嫉妒。牛啊牛啊，萧晨，这未婚妻都认怂了，我那未婚妻以后要是这样，我该怎么处理？正好学学。嘿嘿，看着众人的目光，萧晨是尴尬又无奈，只是面对闭着眼睛把脸凑过来的纳兰嫣，却有点没法下手。上次二人之战是因为3年之约，这次若是动手，恐怕真就是以大欺小，男人打女人了，而且也算是青梅竹马，只是选择了不同的路，还没到生死仇恨的地步。我刚才说了，杀了你只会脏了我的手，你再不管，就真的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看到发黑的脸庞，他知道萧晨还没原谅他，但对方不杀他就是莫大的机会。于是纳兰嫣当场激将道：萧晨，我当着你们萧家全族退婚，只打败我一次，你就甘心了？不想打我出出气吗？你是不是个男人啊？这些日子你变怂了？整个花海鸦雀无声，只有纳兰嫣的痛苦轻痛。好疼啊，萧晨哥哥，你好有劲啊！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受虐狂吗？到时候自己要是也这么对待未婚妻。以前的纳兰嫣可是高冷冷艳的代名词，没想到她竟然会说出如此不要脸的话，但是却又有点暗爽是怎么回事？当然仅仅是一丢丢爽，比起当初退婚所带来的耻辱，依旧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，不能原谅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滚，否则我真的会打死你的。萧晨哥哥，刚才那一脚是不是很爽？只要你能出气，就尽管打我吧。自己不停的放狠话，结果人家就偏偏不走，还任由鞭策。这要是再不动手，以后同门还怎么谈？肯定会觉得我是个软包蛋，怂货一个。强大的力量比第一次巴掌要大上无数倍。死在你手里也好。一点私事现在解决了，师兄、师姐们、师弟们，咱们继续修炼吧。小子，干得不错，这种女人就不能原谅，一定要狠狠的折磨她，让她后悔当初犯下的错，最好让她一辈子在懊悔中度过。黑龙前辈说的对，晚辈谨记在心。然后呢，就一句谨记在心就没了。前辈的意思是，你就不想和本地抱怨两句，讨论治这种女人的方法，比如下次见了她，再狠狠的打一顿，或者打断她的腿，让她一辈子不能当正常人之类的。看不出来，这条龙心挺狠啊，看来也是被未婚妻伤害的太深。前辈言重了，这种女人杀了就是，如此折磨也没意思。不能杀，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养在身边，没事就折磨，折磨她一辈子，不然不解心头之恨啊。是，黑龙前辈说的是，晚辈记住了。萧晨无奈，实在不理解黑龙的想法，反正他也不会再见纳兰嫣，至于以后会怎么样，以后再说，暂且答应黑龙也无所谓。师弟师妹们，快醒醒，别修炼了，通道已开，咱们该回去了。而黑龙得知众人都是以精神力来的秘境，便想出通过跟林凡的精神力交融，将其带回去。秘境内，缥缈众人走后，纳兰嫣也缓缓睁开眼睛。虽然我浑身剧痛，伤势不轻，但确确实实没有死。果然，我就知道萧晨哥哥是不舍得杀我的，哪怕是在秘境里。萧晨哥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原谅我的。还未到开山收杂役的日子，缥缈宗外聚集的老祖却越来越多，宗内却祥和如常，弟子该修炼的修炼，该闭关的闭关。此刻内门修炼室内，12名从神虚秘境归来的弟子，精神之力陆续脱离秘境，回归本体，纷纷睁开双眼。终于回来了。萧晨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有话和你说。药老，你等一下，我要突破了。其他内门弟子醒来后，也纷纷出现相同反应，肉身泛起光芒，进入突破状态。毕竟在秘境内的提升，回来后肉身也会跟着提升。我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说，那就是宗门招聘杂役，我也想干啊。这里跟仙境一样，之前还盼着萧晨成圣人帮我练肉身，现在招杂役，这不就是机会吗？宗门没说灵魂体不行，我现在能临时发挥黄级修为，当了杂役还能随处修炼，不用等萧晨。这几天快急死了，生怕错过招收。好在萧晨终于回来了。半炷香后，萧晨周身灵光泛起，直接突破到天王初期，睁眼时眼神更显锐利。萧晨，你终于好了，快，我跟你说。药老立刻飘到萧晨面前，把想当杂役的想法全盘说出。萧晨听完后，便立刻动身找长老打探消息去了。与嫂嫂分别快1个月了，于情于理都要回去一趟，抚慰她的心灵，顺便给他们母女留点钱财物资。其他的内门弟子倒是没有什么事，一哄而散，该干嘛干嘛。主峰亲传弟子娄雨兔、林凡、叶倾城、石灵儿、慕容璎珞4人同时突破，首席大弟子林凡、太古剑体、
天王境后期，大师姐10世轮回未成帝，天王后期；3师妹穿越者，天王中期；5师妹天生至尊体，天王4重。本地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飞龙周身形成灵气漩涡，灵气疯狂涌入体内，周围飞速膨胀。卧槽！难道他之前真的是准帝？这种突破速度，老天，我们竟然带回来一条怪物！眼前这名龙族准帝，竟想照着一个权势大帝的宗门。随着周边灵气被飞龙大量掠夺，也是成功引起了宗门长老的注意。飞龙前辈，你别这样，快停下！被长老发现，你可就遭老罪了。大家都不知道师尊是大帝，而且黑龙是我们带回来的，不阻止的话，我们肯定会被牵连。发现又怎样？别说只是长老，就是你们宗主见了本帝，都要叫声前辈。不过你们宗门的灵气是真充足，以后本帝就留在你们宗门罩着你们了。飞龙刚说完，突然从外袭来，灵气漩涡瞬间被震散，飞龙被迫停止吸收灵气。谁他妈的敢打扰本帝恢复修为？是不是活腻歪了？小子，就是你打扰了本帝修炼，速速给本帝道歉，本帝既往不咎，否则本帝就要给你点教训了。一句话4次本帝，真能装啊！哪里来的妖龙，竟敢大言不惭，在缥缈宗作乱！刘苍大手一抬，瞬间把手里，时间仿佛停滞。已是圣王境的黑龙在这股力量下，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。感受到刘苍身上的气息，飞龙瞳孔骤缩，身体微微颤抖。这他妈还不会刚恢复自由就又被抓了吧？这个人看样子最少也是大圣修为，我根本没听过缥缈宗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宗门啊？说吧，遗言。前辈饶命，本帝不是妖龙啊，不，本帝是妖龙，不对，本帝是你们宗门弟子的好朋友，你不能抓我。面对飞龙的说辞，刘苍无动于衷。飞龙疯狂扭动身躯，试图挣脱，可这只手像是天地规则一样纹丝不动。他不会直接捏死我吧？早知道缥缈宗这么强，我之前绝对不敢轻视啊！前辈，我错了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看到被抓的飞龙，4人同时松了口气。幸好长老及时出手，不然他要是在宗门惹事，我们根本没法向师尊交代。大长老，他确实是我们从秘境里带出来的，我们也没想到他一出来修为就会飙升，还请长老责罚。长老，是我提议把他带回来的，要罚就罚我一个人。还有我，长老，带他出来是我们共同的决定，我也有责任。长老，这是我们4人一起的决定，您要责罚就一起罚。对，我等同担。既然是你们从秘境带出来的，按理说他该归你们，但此龙修为不低，你们控制不了，暂且交给宗主处置，你们没意见吧？没有意见，麻烦长老了。好，那本座就带他去见宗主，你们先去稳固自己的修为吧。他们怎么不救我？在秘境里，我们明明那么好，我帮他们找宝物，他们答应带我出来，就因为我刚才声音大了点，就见死不救了。不要啊！仙子，3位仙子，救救我啊！别让他把我带走，咱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救我啊！林凡4人站在原地，没有任何回应，连脚步都没动。完了，他们真的不管我了。这个刘苍到底是什么境界？他会怎么处置我？炼我的灵魂，还是把我附魔在武器上？龙魂的用处怎么这么多？谁定的规矩啊？我不能死，我可是准帝黑龙，就算只剩灵魂，也能恢复到大圣境界。等找到肉身，说不定还能成帝。死在这里太亏了。那个前辈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啊？我之前可是准帝，现在能马上恢复到大圣修为，要不您放了我，我加入缥缈宗，怎么样？前辈，我说话算话，恢复大圣后绝对不记恨你们，多一个强者，宗门也多一条路啊。前辈，您倒是说句话啊！你们宗主是男是女？最近有没有练武器或者别的怪异举动啊？飞龙叽里呱啦水了一路，脑子里浮现出无数种死法。宗主，林凡几人从秘境回来时带了这条黑龙，他现在已恢复到圣王境界，属下特来处置。飞龙倒也不傻，瞬间反应过来，自报家门。在下龙傲天，见过缥缈宗宗主，和宗主的几位徒弟是好友，在秘境里帮他们找了不少宝贝，您看能不能放在下？我愿意加入缥缈宗，当个长老，镇守宗门，保护宗门平安。好大的口气！我缥缈宗是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。宗主，贵宗灵气充裕，我想恢复修为，离不开这里。我曾为准帝，恢复后可为宗门效力，到时候缥缈宗就有大帝坐镇了。我不要实权，给个供奉长老的职位就行。哦，明白了。刘苍，表演一下子。刘苍会意一笑，大力威压如盗版扩散。大帝，我竟然在跟一位大帝谈要求。眼前这名飞龙准帝本想在宗门装逼，却不知宗门内的大帝无数。大帝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了？一出世就能遇见一位，别说我现在只恢复到大圣修为，哪怕准帝的时候都没资格和大帝谈要求的好吧？飞龙心脏狂跳，还没缓过神，神玄周身突然扩散出大地气息，还没等飞龙脑子宕机，紧接着又浮现出多道身影，每一尊气息都是大地级。
天哪，大地，全是大地！我他妈闯进大地窝了，还是说整个星空的大地都藏在这里了？虽然被震麻了，但似乎又想到了什么。黑龙拜见大地宗主，请大地宗主原谅小龙的鲁莽，小龙愿意追随大地宗主身边做牛做马，望宗主成全。看着臣服的飞龙，陈玄眼中毫无波澜，内心早已清楚黑龙的存在。宗门发展，没只护山兽也确实不好看，毕竟有希望进入地境的妖龙还是蛮难找的。至于放出地威吓他，也是防止这条龙心高气傲不听管教。飞龙，本宗刚刚出世，还缺个护山兽，以后你就当本宗的护山兽啊！是，我一定好好看护山门，不让山门受到一丝一毫伤害。刘苍，有空给他找一具龙躯，助他一臂之力。是，大地帮我找身躯，比我自己去找可顺利的多了。自己找的话，只能向下兼容，大地出手，那就是向上兼容了，说不定就能找到大圣境的龙躯。多谢长老，多谢宗主。去吧。飞龙乖巧跟在刘苍身后，正要离开，外门长老便带着萧晨跟要老走来。属下见过宗主。弟子萧晨见过宗主。炼丹师耀光见过宗主。陈玄早就知道药老的存在，只是第一次知道对方的名字叫耀光。何事？宗主，是这样的，耀光想参加杂役试炼，他虽是灵魂体，但能发挥黄级实力，还能炼制圣人之下所有丹药。炼丹师可不好找啊，而且宗门发展也确实离不开炼丹师。既然如此，当杂役也太浪费你的能力了。这样吧，留在宗门当个丹房长老吧，你可愿意？本来只想求个杂役，没想到竟然还能混个长老身份。是，多谢宗主，在下一定努力胜任炼丹工作。刘苍，顺便给他也找一副身躯吧。是，多找一具身躯也并非难事，顺手而已。聂天，这次你去寻找身躯吧。当晚，王灭天快速抢回宗门，带回2具身躯，一具大圣镜龙师，一具作化圣人身躯。这2具身躯，一具是大圣镜龙师，一具是作化圣人的身躯，你们且用着。飞龙、耀光见状，毫不嫌弃。当晚，宗门内瞬间爆发出圣人炼丹师与大圣境的恐怖气息。亲传4人得知飞龙成为了护山兽，也全都松了一口气。还好，这头龙的本性也不坏，还带我们找到了那么多宝贝，连境界最低的小师妹都达到了天王4重天。若是能留在宗门，自然也是个好结果。次日，缥缈宗内一片其乐融融，弟子们围在广场上，好奇地看着飞龙。你们这些小家伙，没见过大圣境的护山兽吧？以后跟着宗门，跟着你黑龙哥混，有的是见识。飞龙嘚瑟的同时，宗门外杂役招收即将开始。门口，天空聚集数万老祖散修，人数虽不及上次招收弟子，但皆是一方强者。今天来的人有点多啊。是啊，据说缥缈宗只要1000人，看样子这最少来了8万人。没想到老夫有一天竟然也会为了一个杂役名额争破头皮，醉了。眼前这些人全是一方强者，在此聚集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加入缥缈宗当一名杂役。随着宗门长老出现，原本嘈杂的人群瞬间安静，毕竟此人可是能一击灭圣王，一击覆灭极道圣地的存在。本次杂役招收的要求很简单，修为需要达到黄级即可，而后通过子母问心境的测试便能入宗。在场的诸位修为我已探查过，都已达标，那么直接开始问心测试吧。刘苍抬手一挥，子母问心镜悬浮在广场中央，地面流转着奇异光芒，开始筛选进去。问心镜之下，心术不正之人一波接着一波被排斥出去。没多久，问心镜光芒收敛，广场上仅剩下5000人，其中数位半圣气息隐现，个个眼神纯粹，无半分杂念。好家伙，就连一些正常思维的都被我剔除了出去，没想到竟然还会剩下这么多。宗主可只要1000人啊！说白了，这群人就是有点极端，即便幻境里缥缈宗被灭，他们都坚信缥缈宗是装的，就算到最后发现宗主都败了，也相信缥缈宗会重新崛起，根本没有什么邪恶的二心，甚至连私心都没多少。宗主，杂役招收，有5000人通过了测试，这5000人通过了数层问心考验，要不要继续增加难度，缩减人数，还是全部录取？这么多人，毕竟我也没想到招个杂役能够招到那么多人。是啊，此次来报名的各方强者超过了8万人，还请宗主明示。多少？好家伙，看来缥缈宗的名气是彻底打出去了。8万，这可不单单是8万人，这可是8万强者。宗门的弟子确实少了点，满打满算才1000多，而我想要继续发展宗门，就必须收徒。但随着宗门名气增大，此次若是开山收徒，必定引起一场巨大的入宗狂潮，无数天才妖孽将齐聚缥缈宗，所以杂役多一些倒也无所谓，全部收下。同时公布第2次开山收徒的时间，以去散播消息。本次杂役招收完毕，共录取5000人，你们随我进宗领取杂役身份牌吧。是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做得很好了，缥缈被灭，我跑路不是正常思维吗？为什么还会被刷下来呢？让我堂堂一方大佬，居然连个杂役都没评上，无颜面对江东父老，这个家不回也罢，太丢人了。就在此时，宗门方向内传来刘苍洪亮的声音：众位，宗主有令，3月后的今天，缥缈宗2次开山收徒，如果家中有适龄弟子且天赋不低者，
可前来参加入宗测试。2次开山收徒，太好了，我就不信了。杂役我不够格，但我族那么多年轻弟子，会选不来一个进入宗门的机会。5000黄级当杂役，这手笔太他妈恐怖了吧，比极道圣地牛上无数倍啊！肯定比极道圣地牛逼，毕竟缥缈宗只出一个人就把极道圣地给灭了，此次一定要拜入缥缈宗。对，只要能入了缥缈宗，日后绝必飞黄腾达。此去数百万里，爹娘和妹妹就拜托姐姐了。这次我必让所有人看清我的本事。孩子，爷爷等不到你成长起来的那一天了，这是爷爷积攒的零食，你拿去买前往荒州的船票吧，爷爷陪不了你了。爷爷，你别死，我不能没有爷爷。有人从蛮荒大山赤脚而出，一路向西；有人步山褴褛，一路向东；有年幼孩童举目无亲，站着写有荒州缥缈宗的木牌，茫然却坚定的前行。这些人的命运齿轮自此彻底开始转动，只因这名女子的未婚夫加入了连杂役都是黄级强者的宗门，而自身地位水涨船高，却不知男子早已对其死心。师尊，缥缈宗开始收徒了，弟子请求进入宗门组地闭关备战入宗测试。准了，你能有此心，甚好。自从嫣然从秘境回来之后，这个超级家族宇文家对我们云宗客气多了，多亏了嫣然这个未婚夫啊。多谢师尊。萧晨哥哥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原谅我的。缥缈宗内随处可见刚入宗的黄级杂役干活，脸上皆带笑容，无一丝怨言。这里环境太好了，刚来几天，白天干活，只有晚上能修炼。我竟已感到境界松动，要知道黄级强者每突破一个小境界，都要数年数十年苦修啊！别说干杂役，就是每天掏粪，我都乐意。宗主原说只要1000杂役，现在硬生生要了5000，可不能被赶出去。所有杂役都怕自己干活不够多，被驱逐，一个个拼命表现。缥缈宗发展节节攀登，宗门发展越来越好了。龙傲天已经融入宗门，成天在宗门瞎溜达。护山兽有了，耀光开始为宗门炼丹，囤积低级丹药准备第2次收徒，炼丹师也有了。丁，恭喜宿主发展缥缈宗成为东域第1宗，特发放宗门发展奖励如下：恭喜宿主获得宗门发展奖励金丝枣树 X1，千年一成熟，每一棵枣都可延寿100年。恭喜宿主获得宗门改造卡 X1，可改造宗门山峰，改造后的山峰自带强大聚灵阵，增加宗门气势和修炼环境。恭喜宿主获得悟道茶 X10吨，给宗主补点货。恭喜宿主获得圣王召唤卡 X10，特殊奖励不可合成。恭喜宿主获得地区强化卡 X1，可强化地区至地之极致。东域第1就有奖励，我还以为要荒古第1呢。地区强化卡若是使用，岂不是能成为大地中肉身最强的了？加上史上最强天赋，可谓是双剑合璧，所向披靡啊！陈玄抬手，宝树从空中落下，脑袋上照入，他伸手摘了一颗，放在鼻尖轻嗅，不知道把缥缈宗发展到荒古第1或者诸天第1的时候，会给多牛逼的奖励。虽然只是一棵树，但这一棵树就能让一个天赋不算差的人成为大帝。一颗枣子可延寿100年，一棵树上几千颗枣子呢，就算吃得多了效果锐减，但也扛不住数量多，而且1000年就能熟一次。如此寿命的加持下，熬也能熬成大帝，比单独的一株不死神药牛逼多了。毕竟一株不死神药才延寿1万年，谁家若是养着这么一棵树，大帝绝对少不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张宗门扩建卡，一并用了，反正即将开山，宗门也该改造一下。随着陈玄捏碎宗门扩建改造，发现我靠，不可能啊！有那么多大帝坐镇，谁敢来此造次？黑龙猛逼的来回寻找异变根源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宗门在扩大？宗门出现危机了！快去禀报长老！莫慌，本宗主正在改造宗门，片刻就好。原来是宗主在改造宗门，吓死我了！是啊，这动静太大了，而且很神秘，根本看不透。还好是宗主出手，宗主果然牛逼。咦，快看，山峰上有石碑，宗主所在的中峰改成了叫第1峰。你们再看别的山峰，分别叫做第2峰、第3峰、第4峰。我知道了，这9座山峰肯定是内门弟子修行的山峰，内门12人就在这些山峰里。另外7座虽然没人，但我敢肯定是为后续内门弟子准备的。牛逼！这山峰上的灵气可比地上那些小山峰浓厚多了，而且9峰出现，肯定要挑选杂役上去干活。不知道9峰会不会选拔一波杂役？我操，你说的对，赶紧干完活回去问问叶长老有没有最新消息。这个男人将一无所有的破烂宗门发展成为东域第1宗，而他的目标远不止如此。随着手中圣王召唤卡甩出，10名圣王强者凌空出现。拜见宗主。去8个人到8座主峰镇守吧，往后你们就是峰主。是。主峰有我自己，不过还剩2个安排去哪了？对了，你们2人去接替蟠桃园和藏书阁的长老吧。是。毕竟2位大帝看蟠桃和藏书阁太大材小用，用于坐镇宗门或统御其他长老才是最正常的。10位圣王各自前往自己的目的地上任，宗门逐渐走向正规。系统使用地区强化卡，
丁，地区强化卡使用成功，地区开始强化中，1%、5%、20%、99%、100%。卧槽，这身躯是真牛逼！单以我的这副身躯来说，就能一条好几个层级大殿了。丁，检测到10星潜力弟子1枚，该弟子目前身处险境，请宿主及时收徒。我靠，这位置应该差不多到南域了吧？位置在南域最边。好家伙，还真是在南域。虽然这种事可以随便派个属下去接回来，但仔细想想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宗门了，刚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，就当散心啊，要不然一直待在宗门也无趣。刘汤，我外出收个徒弟，家里你安排。这霞光至少是圣王墓，说不定藏着不死神药。不对，墓口有碑，青莲地墓。你们看天上异象，像不像传说中的？是青莲妖帝，妖族最后一位大帝，本体就是九叶青莲。万古青天一青莲，他不是横推星空无敌吗？怎么会埋在这？管他死没死，得传承者定能称霸南域。说罢，众修士掏出传讯玉符，灵力涌动。妖族修士动作更急，开启血气传讯，五族大帝之末，不容外族染指。快用最高级传讯符通知宗主，南域边缘青莲妖帝墓现世。快通知长老，晚了，连汤都喝不上。消息疯传，南域震动，附近超级势力抢先动身，极道势力玉女阁亦遇光了。极道势力玉女阁为首的是阁主妙云一，圣人修为，好正点啊！玉女阁众女皆是极品啊！想想就好了，别说出来。玉女阁可是极道圣地，不是我们小宗门能亵渎的，忍住。墓穴阵法已年久失修，没有任何攻击性，拦不住圣人脚步。但既然是大地墓，内部肯定危机四伏，不是说能突破守护阵就能安全进去获得宝物那么简单。妙云一站在山谷边缘，目光紧锁下方地幕，神色平静，而入口处的几位皇级强者早已按捺不住。阵法被我们破开了，没事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快进去，里面的宝贝都是我们的了。几名皇级修士刚踏进山洞内，一股天敌气息爆发，几人瞬间化为齑粉，连惨叫都无。这发生了什么？数位皇级竟然瞬间就死了！天哪，地幕这么恐怖！神底面，那是大帝的神底面。神底面，天哪，那不是只有最牛逼的大帝才能诞生的东西吗？青莲大帝这么强，都到了诞生神底面的地步。青莲大帝不愧是妖族最强大帝，看来此次地幕重现不一定是好事。正常的墓穴之中不可能有活人守墓，而神底面是强大到极致的大帝死后诞生的执念，诞生后生生世世守护大帝尸体，抹杀一切想要接近大帝尸体的人。众人听完，脸色惨白，看向墓穴的目光中只剩敬畏与恐惧，再也无人敢提闯阵二字。而妙云一依旧站在原地，双眸微眯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只因眼前这个女人拥有国色天香的冰晶玉体，导致整个南域的强者都想将其抓走双修。神底念，大帝死后执念所化，一旦实力超过本体，就会借尸还魂，转世本体模样。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。古籍记载，曾有神底念压过本体修为后，为了掩盖自己不是本体的秘密，连大帝认识的人，后世家族里的蚯蚓都没留活口。这神底念要是弱点还好，真要是强到没法打，咱们谁也进不去墓，只能看着他长实力。等他借尸还魂那天，所有人都得生活在他的淫威之下。你们立刻回阁请底蕴，本阁主先进去试试神底念的修为。是，我等这就动身，阁主多保重。出来了，是玉女阁的极道武器阴阳八卦炉，还绕着阴阳气，镇阁之宝。他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都带来了？随身携带极道武器，难道妖帝传承要被玉女阁抢先到手了？快看，有金色影子冲过来了，速度快得吓人。那翅膀是金翅大鹏族族长，还是妖圣级别的人物？这下麻烦大了。妙云一，青莲妖帝乃我妖族大帝，与尔等无关，速速离开这里！我操，这声音震得我脑子嗡嗡的，整个山谷都在响，心神都晃悠。听说他手里也有一件极道武器，操！这大地墓刚刚出世，就来了2件极道武器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何止是好戏，这大鹏族可是玉女阁的死对头。你以为玉女阁阁主出门为什么随身携带极道武器？死对头我知道，大鹏族都好色，有很多玉女阁的美女回去当侍妾，所以两族向来不和。至于玉女阁阁主经常携带极道武器出门是为什么，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哈哈，不知道了吧？其实原因很简单。据说玉女阁阁主是国色天香的冰晶玉体，跟他双修，修为能往上涨一大截，整个南域多少人惦记着呢。他虽说已是圣人，
可要是不带极道武器出门，分分钟被人拉去双修。我操，还有这事儿，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你没听说太正常了，毕竟没人得手，谁敢乱传？我也是听内部人说的。阁主每次出门都能遇上圣人绑票，咱们南域一半的圣主都偷偷乔装打扮对他下过手。这么刺激，1万的圣主都暗中绑过他？对，就是没人成功罢了。所以阁主不管去哪都带面纱，带极道武器，不然早被人绑走双修了。彭万里，这可不是你大彭族的大地，这是青莲大帝的墓，你未免管得也太宽了吧？万妖殊途同归，青莲妖帝亦是我大彭族信仰之大帝，与尔等无关。2人都不动，这谁在打？阴阳气和雷霆力都快撞上了，气氛诡异。不能等了，时间越久对我越不利，与你隔离的远，人族又各怀鬼胎，可妖族不一样。彭万里一喊，其他妖族强者肯定来，要是他们先到，我就没机会进墓了。不如先动手闯进去，说不定能摸到好东西。就在双方僵持时，远处山谷传来虚空波动，一时间所有人都看过去了，连阁主和彭族长都转头了。大地目前要是出个可怕的东西，谁都逃不了。没错吧？好像是这里。随着男人的出现，周围空间仿佛被冻住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